为了迎接国后的第一场战争，我苦心钻研。鹰将敢封锁我海峡，我反手一艘055大驱送你去喂鱼。樱花用原子弹威胁我，氢弹直接化身和平使者。只因我在系统的帮助下，开始助力龙国军工大爆发。此时，军工厂厂长正在下达任务，要求1个月造出100门155口径的重炮，并制造5000发炮弹。王长海话音一落，在场的技术员一个个脸色铁青。就算军工厂24小时连轴转，恐怕也完不成1/5。再这么下去，前线的战士别说打仗了，就连吃顿饱饭都是问题。听到王长海的话，方宇心中泛起一种无力感。难道我重生一次，还要看着这一切无法改变，任由龙国战士在前线白白牺牲吗？就在方宇感到有心无力、陷入深深自责的时候，一个机械感十足的声音忽然在他脑海中响起：神级科研系统绑定成功，新手礼包发放中。本系统包含了整个21世纪的尖端科技，礼包解锁、高精度冲压制造工艺、莱阳无缝钢管制造工艺。没别的事情的话，就先回去工作吧。厂长，我觉得这个任务我可以试一下。闻言，在场的人都是同时一愣。这任务你真的能完成？军中无戏言，完不成军法处置。王长海狐疑地看着方宇，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所有物资、人员任由你支配使用。1个月内能拿出这100门炮和弹药，我给你请头功。事不宜迟，方宇便朝厂房走去。自己都有系统加持了，为什么还一直局限于制作传统火炮？明明有更先进的武器，为什么不拿出来给漂亮国来个降维打击？方宇要造的是多管火箭炮。系统提取无风管闸机的制造技术与图纸，提取莱阳无风钢管制造工艺，提取火箭弹制造工艺。片刻之后，一道道信息流便如同洪水般涌入到方宇的脑海中。不得不说，这种感觉真好。学长，等等我。学长，你真有把握1个月内制造出100门重炮吗？需不需要我们帮忙？我们不是不相信学长的实力，不过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苏念念的话倒是提醒了我，虽然自己知道制造这款火箭弹的一切技术细节，但终究只有一人，不可能事必躬亲。行，那么明天一早到1号车间找我，咱们就准备造炮。都来了，来的正好，设计图就在桌子上，你们慢慢看，要是没什么问题，咱们就开工吧。听到方宇的话，一群人瞬间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设计图？什么设计图？当他们在看到桌子上的图纸后，一个个脸上都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这不是155毫米重炮，而是一款新武器的设计图。你不打算完成任务了？怎么会？我军令状都下了，我昨晚想过了，上面要的只是一款能够压制漂亮国的武器。我这设计的新款武器，无论是从威力、射程，都远超过老式155重炮。这种武器跟毛熊的喀秋莎类似，不过为什么这比喀秋莎还要先进的多呢？按最核心问题，您似乎还是没有解决办法。新型火箭弹最难的就是弹体的强度问题，我没有在设计稿里发现弹体的制造工艺。你说的不错，没有无缝钢管，要制造新型火箭炮的确很困难，所以我一晚上没睡，就为了解决这个。顿时庞大的机器发出了巨大的噪音。天呀，这竟然真的是无缝钢管，而且品质比起漂亮国生产的品质还要好。方学长，有了这台机器的帮忙，咱们肯定能在1个月内制造100台重炮，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但我觉得还是不要冲动的好，万一中间出现点差错，那你的前途可就……你说的我都明白，稳妥的造出上面要的重炮和弹药，肯定是没问题的。不过你们甘心吗？我们仿制的这100门重炮是当年漂亮国给光头的榴弹炮，这也是漂亮国现役的榴弹炮。就算我们仿制成功，武器水平也只是和漂亮国相同而已。但我们把这款新武器研究成功，我们会第一次对漂亮国的军队形成装备优势。我见不得咱们龙国那么优秀的战士死得毫无意义，也要他们尝尝被火力覆盖的滋味。我干，我跟你干！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我要让美国佬知道欺负我们的代价。妈的，我也干了，有处分我跟你一起担着。造炮干死狗日的！有你们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事不迟疑，同志们，咱们开工。车间内顿时呈现出一副热火朝天的场面。我给你资源是让你造炮的，不是让你在这鼓动破钢管的。哼，我的确是在造炮。造炮？造什么炮？就凭这些破钢管，你就能造出炮来了？厂长，这可不是破钢管，这是高强度的无缝钢管。3天时间足够你们造出1门火炮了，让我看看。虽然还有剩下的轮胎没有安装，但火炮本体也已经完成装配了。跟我来。到达目的地之后，目光不由自主地被一个东西吸引过去，一门造型古怪的火炮。不同于老式火炮只有1根炮筒，这款火炮拥有3行4列12个炮筒。这就是你们造的炮，上面的要求是仿制100门重炮，你到时候就让我拿这玩意交差。
怎么不行吗？无论是火力、射程还是精准度，都远远超过了要仿制的重炮。有好的，谁还想要差的呢？您说是不是？你就这么有自信？你造出来的玩意比重炮好？口说无凭，实践才能出真知。技术员将一枚枚早已造好的火箭弹安装到发射管里，立即点燃，激发了火箭炮，顺刺而12枚火箭弹发射到空中，12枚初速为34米的火箭弹被瞬间加速到了355米每秒，突破了音速，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便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到了目标区域。这赶上传统火炮一个营的火力了。我宣布本次实验失败，也会让其他人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小芳，这炮不是挺好的吗？怎么就失败了？这门火箭炮从威力上讲已经达到了设计标准，不过射程还没有达标。放屁！这门炮的射程怎么看也有14公里了。漂亮国的传统火炮的极限射程也只有13.5公里。我给咱们这门炮射击指标，有效射程可是50公里以上。多少？我没听错吧？你给这玩意定的射程是50公里？学长，其实咱们这次的实验没有失败，是我和几个技术员商量之后，害怕弹体会支撑不住炸膛，所以在弹体里加注了不到1/3的助推剂。你真的只往弹体里加了不到1/3的助推剂吗？对不起，这都是我的错，要怪就怪我。你们立下天大的功劳了，你们知不知道？不用上边审核，我批准了，你们马上量产这门火箭炮，造的越多越好。老子也要让那些狗日的美国佬也尝尝被别人火力覆盖是什么滋味。为了增加这款火箭炮的准确性，我准备给这些火箭弹的弹头装上红外制导，到时候咱们只要定个大概的位置发射出去就可以不管了。厂长，全部100门新型火箭炮已经验收完毕，全部合格，10个技术的炮弹也已经装车，可以交付前线使用了。很好，你们辛苦了。通知全场所有职工放假3天，大家忙了1个月了，都好好休息休息。你最近看到方宇那小子了吗？好像1、2天之前，他看工程进度赶得差不多了，就回自己的宿舍闭关去了，一天到晚不出门，就连午饭都是我们几个人给他送到宿舍里的。这小子倒是会偷懒，要是没有这小子出力，咱们还不知道怎么完成这次的任务呢。一个人又要设计武器，又要协调调度，劳心劳力的，让他歇歇也好。咱们厂里好容易出了这么一个天才，可别给累坏了。同一时间，方宇的宿舍里，神色专注的在草稿纸上奋笔疾书，在他的桌子上，一张张的画稿已经堆成了半人高下。方宇因为完成了新型火箭炮的建造任务，从而获得了10万科技点的系统奖励。面对诸多可以解锁的科技，方宇志不犹豫的直接解锁了81道一突击步枪的设计制造能力。原因无他，因为现在的龙国他也需要这把枪了。刘局、李局，前面就是那个方宇的宿舍了，您在这稍等，我去叫他下来见您。咱们可是来求贤的，让人家下来算怎么回事？把车停下，我们亲自上门拜访。一阵敲门声过后，门内并没有答复。李定远正想再敲，房门却被风一吹，吱一声开了一道缝，同时几张草稿纸被风一吹，落到了李定远的脚下。这不是毛雄国新型步枪的设计图吗？杰特，这该死的鬼地方，这该死的鬼天气，我都快要被冻死了。够了，瑞银，不要再像个娘们一样抱怨了。想想看，至少你还有牛肉罐头可以吃，可那些龙国人却只能吃炒熟的干面粉，你应该知足了。米勒上尉，要不是那些龙国人阻拦我们，现在的我应该在佛罗里达的沙滩上晒太阳。对于击败自己的那些龙国军人，他也是深恶痛绝，甚至有时候闭上眼睛，他还能回想起那天的战况。在零下40-50度的寒夜之中，那些龙国军人宛如恶鬼般不顾一切地向自己发起进攻，甚至许多龙国士兵被生生冻成冰雕，依然保持着冲锋的姿势。这样的纪律，这样的坚韧，即便是历过欧洲的西方战场，也是前所未见的。回想起那天，一群漂亮国的士兵连忙掀开覆盖在重炮上的伪装，20几门重炮宛如露出利齿的钢铁巨兽，散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意。龙国人，要怪就怪你们身后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吧。就在米勒上校即将下令让手下向龙国阵地开炮时，一种不祥的感觉却笼罩在了他的身上，像是有一只手掌死死地掐住了他的喉咙，让他有一种窒息感。莫非那些龙国人已经得到了毛雄国的援助，拥有了能反制我们的武器？米勒不再犹豫，一声令下，瞬间20门重炮一起怒吼，以10道火舌狂扑而出巨大的响声震震山谷。这一次的炮击过后，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有惨叫或者怒吼传来，相反，安静的出奇。我怎么听见我太奶让我跑？撤退，立刻撤退！上百道比自己的炮弹还要明亮的火线划破了漆黑的夜空，带着一种诡异的无常，朝着自己
随着一声声剧烈的爆炸，米勒所在的炮兵阵地顿时陷入到了一片火海之中，20几门重炮瞬间变成了一堆废铁。与此同时，在龙国侦察小队的标记之下，100门新型火箭炮一口气发射了5个基数的弹药，将距离龙国边境50公里之内所有漂亮国炮兵阵地，包括后勤基地全部。报告首长，漂亮国50公里内的所有阵地已经被全部摧毁，我运输线路畅通无阻。解气，真他娘的解气！哈哈，没想到吧，你美国佬也有今天。从开战以来，从来都是他美国佬仗着自己的火力优势，毫无顾忌地向龙国的阵地火力覆盖，但没想到今天自己竟然也拥有了超越漂亮国的远程火力，反过来给对方来了一波火力覆盖。没想到这些炮长得奇奇怪怪，火力竟然这么猛，这炮真是太好用了。在他看来，这些奇奇怪怪的玩意怎么看都比不上那些炮管子粗粗的155重炮。首长，这东西还是咱龙国自行设计生产的。你说这玩意究竟是谁研究的呢？按我说，应该给他发一个1吨重的奖章。司令，我打听过了，研究这门火炮的是一个燕京大学的学生，现在在东北军工厂当技术员，好像叫……对了，方宇。方宇，好家伙，这是个人才呀！这小家伙可帮了咱们大忙了。等过一阵子，我回帝都树直路过军工厂的时候，一定得当面好好谢谢他。至于现在嘛，给我写一封嘉奖令送过去。这次能有这么大的战果，全靠了人家设计的这门炮，咱可不能凉了人家的心。同一时间，东北军工厂内，方宇正在一个密闭的车间里埋头苦干。不同于新型火箭炮的需要多人协助才能制成，制作81到1突击步枪的样枪，方宇一个人就够了。长时间对零件的不断打磨，让方宇感觉2个肩膀酸的都不像是自己。7天81到1式突击步枪完成，枪身全长955毫米，枪管长440毫米，重3.5千克，采用30发容量弹匣，枪口初速为750米每秒，有效射程为400米，并且在2000米内仍有一定杀伤力，并拥有远超 AK-47的精准度。通过了严寒、球渡江河、浸泡海水等严格条件的考验，仍然能在15000发射弹过程中无任何故障。什么？方宇真的把样枪制造出来了？7天，只是短短7天，7天时间，恐怕自己连这把枪的初步造型都画不出来。你们去靶场等着，我和老刘马上就到。听到这个消息之后，2个人马不停蹄向军工厂的靶场奔去。他们都想看看方宇仅仅花了7天造出来的新枪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好枪，真是好枪啊！既然是枪，那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射击。方宇，快开始试射吧。是骡子是马，还是要拉出来溜溜？否则一把枪就算再好看，性能拉垮又有什么用呢？在众目睽睽之下，反手拉栓，瞄准了一下，便朝着200米之外一梭子子弹瞬间精准命中了200米之外的目标，整个枪靶瞬间被打成了一堆残渣。看到这幅画面，在场的围观群众同时一愣，81式竟然这么大吗？方宇同志，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7天之内不仅做出了样枪，而且还做得如此完美。就算我没见过毛熊国的那把新式步枪，但我也可以断定，你这把枪的威力丝毫不逊色于它。是啊，就算比起 M1 加兰德、莫甘娜辛这种全威力步枪也不差，真是一把好枪啊！只不过，即便是射成功，方宇的脸上却没露出多少喜色，反而把81式步枪直接丢到了不远处的水桶里。方宇，你这是干什么？这么好的枪，你丢水里，这不糟蹋了吗？也怪不得李定远这么心疼。众所周知，枪械这类的火器是不允许入水的。方宇，你让大仙给上身了！这么好的枪，你丢水里干哈？还莫等众人反应过来，方宇上前一步，便从李定远的怀里把枪拿了过来，二话不说，一枪打里外。这把枪进过水之后，可以直接射击。研究了一辈子枪械设计，感觉自己脑袋被人用斧头狠狠劈了一下，整个人都陷入到了失神的状态。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谁知方宇射击完之后，并没有停下，而是把枪狠狠地砸到了一堆细沙里。细沙不同于水，水还能靠滴漏效应排干，而枪械枪身里一旦进入细沙，那几乎就代表着这把枪报废了。方宇再一次将它从沙堆里提了出来，连擦也不朝不远处的靶。不仅没有出现卡膛、炸膛这种情况，精准度依然无比精准。不光是泡水之后能正常使用，就连丢沙子里反复蹂躏都能接着用，这怎么可能？方宇，这把枪你是怎么让他做到这一切的？这把枪采纳了导气式自动原理，导气管位于枪管的上方，导气管内部配备有活塞导气运动系统。每次射击时，这把枪都会利用子弹燃气的压力，将枪管内的沙粒、污水和杂质冲击出去。射击后，导气活塞内部开始前后往复运动，进一步防止污染物进入。这一次咱龙国不光是突破了能够自主制造制式步枪的范畴，而且一下子就拉到了世界顶尖水平。
好啊，方宇，你做得好啊！事不宜迟，我和老李立刻回地头，把这把枪的情况上报给高层，他们肯定会立刻拍板，把这把枪定为咱们龙国军队的制式步枪的。你这次可是立下大功了，你就等着被授勋吧。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授勋什么的我可承受不起，毕竟自己直到现在制造的，不过就是用莱阳钢管制造初级的火箭炮和81式的突击步枪而已。相较于歼20、055乃至核动力航母和蘑菇弹这种真正的大杀器，真算不了什么。方宇同志，你是这把枪的总设计师和制造者，我想你应该对这把枪有着很深的感情。既然如此，何不由你来给这把枪起个名字，如何？就叫它81式突击步枪吧。那这把枪就暂定名为81式突击步枪。我相信，就算是帝都的那些首长听到这个名字，也会欣然接受的。这7天更是没日没夜的打磨新式突击步枪的零件，现在的他只想睡他个天昏地暗。恭喜宿主制造出81式突击步枪，获得系统奖励科技点15000点，系统科技树部分分支已解锁，请自行查看。龙国89式重机枪生产技术，龙国59式坦克生产技术，红外制导技术精通。刚刚把81式突击步枪造出来，现在推出89式重机枪来，明显跟81式步枪重叠了。而且以现在龙国的产能，就算造出89式重机枪，子弹供应也有跟不上的风险。59式坦克作为第2代坦克，它当然能碾压美国佬的谢尔曼，但以北邦国那复杂的地形、崎岖的山路，就算是59式坦克也不好推进，作用有限。那剩下的就只有一个红外制导技术了。正当方宇犹豫要不要解锁红外制导技术的时候，苏念念忽然火急火燎地闯进了方宇的宿舍。念念，这么着急找我有事？学长，快跟我走，厂长急着要见你。啥？我这不是刚干完活吗？现在又急着找我？生产队的驴也不能这么使唤啊！不是，是咱们厂里又来大人物了，点名道姓的要见你，你别多问了，跟我走，到了就知道了。此时，办公室的大楼外已经被10几辆军绿色的吉普给包围了。在吉普车到大楼的几十米内，10几名军容整肃的龙国战士正荷枪实弹的站岗警戒。方宇同志你好，我是龙国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宋振华，这次之所以见你，就是想当面的谢谢你。谢我？要不是你设计出来的那款火箭炮，我们现在还要被动的挨美国佬的炮击，受这群王八蛋的窝囊气呢。而有了你设计的火箭炮之后，我们跟美国佬的火力优势瞬间掉了个个，现在更是只能单方面的挨咱们的炮弹，丢盔卸甲。你说你替我出了这么大口恶气，我能不亲自来谢谢你吗？宋司令，您实在是过誉了，这都是我作为一个龙国人应该做的。要是咱们每个龙国人都能像你这样想，那咱们龙国何愁不兴盛？我还有点小事想找你咨询一下。不知道宋司令要咨询的是？咱们拿漂亮国的空军没什么办法呀，那群狗日的仗着自己飞得高速度快，一见到咱们的部队就进行低空扫射和轰炸，老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群狗东西杀了咱们的人，毁了咱们的物资，然后扬长而去。说到这里，宋振华一顿，然后死死地盯着方宇。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咱们能够把这群王八蛋从天上捅下来？这个时代的漂亮国空军的主力战机是 F4U 轻型螺旋桨攻击机，以自己现在掌握的技术，随便解锁一款60年代水平的高射机枪，就足以把这些飞机像打蚊子一样给打下来。就在方宇思考的时候，宋振华看到方宇的沉默，却误以为方宇被为难住。我知道自己的要求有些强人所难，本来我们的战士靠手里的重机枪还能干下几架美国佬的飞机来，不过最近美国佬也不知道从哪里变出来一种特别奇怪的飞机，没有螺旋桨，但速度却比之前的那款飞机快了2、3倍，比咱们的子弹都快。我这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过来咨询你。你是说漂亮国已经列装喷气式战斗机了？方宇忽然一愣，猛然醒悟，自己刚刚差点就犯下大错。2战之后，漂亮国吸收了汉斯国的科技，很快就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款喷气式飞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佩刀 F86。宋司令，我想到办法了。好小子，我就知道你有办法，快跟我说说，你打算怎么对付漂亮国的那些飞机？如果漂亮国还是用之前的老飞机，要对付起来还真有点难度，毕竟螺旋桨发动机的发热量太小，武器不好锁定。不过现在他们换成了喷气式发动机，那就好办多了。我打算研究一款红外制导武器来对付他们。方宇，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什么红外制导啥的，我也听不懂。我只想问你一句，你要做的这款武器多久能搞出来？毕竟时间可不等人啊。半个月，我只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到时候我就能造出一批样品。至于实验嘛，一来咱们厂没有飞机让我打，二来就算有我也不舍得，我直接把东西给宋司令送到营地去，是骡子是马，您亲自试一试。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用你去送，我亲自来取那些样品，只要能揍下哪怕一架美国佬的飞机，我就向国防部请给你发一个1吨重的奖章。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宋振华兴高采烈地离开了东北军工厂，在临行之际，为了协助方宇，还特意留下了一个牌的视频，供方宇随时指挥。在宋振华离开之后，王长海一脸担忧地看向方宇。小方，半个月的时间造出能打下漂亮国飞机的样品，你没开玩笑吧？这事就算是咱们毛熊国的老大哥也不一定能做到，你能成？是啊，学长，你刚刚干完2个大工程，虽然你还年轻，但也要注意身体。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念念，麻烦你去宿舍叫其他人来我宿舍，咱们又要开工了。趁着其他人还没来到自己宿舍的空档，方宇立刻对系统下达了指令：解锁红外制导技术。收到，红外制导技术正在解锁中。红外点源非成像技术已解锁，小型固体发动机技术已解锁，红外传感器技术已解锁。可以说，只要是想发展高精尖的现代化武器，红外制导技术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很快，10几名军工厂的技术员在苏念念的带领下，来到方宇的宿舍。学长，你要的人我给你找来了，需要我们做什么你就说吧。这次找各位来，不是为了别的事，为了帮助咱们抗银元邦的战士揍下美国佬的飞机，所以我打算研制一种新的武器，一种能依靠红外制导、自动追踪并打击飞机的武器。什么？红外制导武器？闻言，刚刚还一脸兴奋的众人顿时傻眼了，自己没听错吧？要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红外制导这种技术妥妥的黑科技。学长，以咱们现在军工厂的水平，搞红外制导武器是不是有点早？这种尖端的武器研究起来可是相当困难的。我是光学专业毕业的，以咱们国内的水平，就算是红外制导所需要的高精度镜片都打磨不出来。以咱们现在的工业水平，造出高精度、长射程的红外制导武器自然困难，但只是做出初级的红外制导武器，是不是就比较简单了？众人一听都是大为不解。你们看，红外制导武器之所以能击中目标，是因为武器上配备有红外传感器。当制导武器发射后，传感器会探测目标发射的红外辐射，如敌方飞机的热量。制导武器通过与目标的红外辐射进行比对和跟踪，确定目标的位置和航向，然后自主地引导自己朝目标飞去，从而击中敌人。所以啊，同志们发现没有，想要制造红外制导武器的难点在2个，一个是造出能够探测外红辐射的红外传感器，另一个就是让传感器能顺利地跟踪热源。我记得我的化学老师教过我，硫化铅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一旦遭到红外线照射的时候，就会释放出电子。方宇的话如同醍醐灌顶一般，点醒了他们。我操，红外制导武器还能这么做，我今天可算是开眼了。方学长，你太牛了！要不是你，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硫化铅还可以用来制作红外传感器，你简直就是我的神！红外感应器制造完成，光学瞄准系统制造完成，单兵型火箭炮发射器制造完毕，小型火箭炮弹体制造完毕。很好，我这边的小型火箭固体发动机刚刚也已经实验成功，接下来咱们可以把这些零件组装起来，开始制造红外制导武器了。辛苦了10几天，终于到了要出成果的时候了。一群人便在方宇的指导之下，开始了忙碌的整合工程。3个小时之后，成功了，终于成功了！咱们终于制造出龙国第一款红外制导武器了。我有预感，这款红外制导武器绝对是可以写进世界武器史的传奇武器。方宇，快跟我走，宋司令到了。这才13天，宋司令到了。不过也没关系，这款红外制导武器已经制造完成了，正好让他拿去试验。要是光宋司令来就好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301所的李局，他心情看起来不是太好，指名道姓让你去见他。方宇眉头微皱，有些疑惑，难道是8·1杠出了什么问题？方宇，你别不当回事，我看这次李局来者不善，你得当心。片刻之后，来到厂长办公室门口，隔着玻璃，方宇果然看到了李定远正冷着一张脸坐在椅子上等着自己，而在他旁边，宋振华则有些郁闷地抽着烟。报告。而一旁的李定远看到方宇也不打招呼，而是冷哼了一声。哟，李局也在，看起来您心情似乎不是很好啊。这是谁惹到您了？告诉我，我去修理他。方宇，你不要在这里跟我嬉皮笑脸。我问你，你现在认识到你的错误没有？我犯错了。我犯什么错了？莫非是我设计的81式步枪出了问题？81式步枪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高层的老首长们都对这把枪的性能十分满意。我不满的不是这件事，我问你，是你跟宋司令保证你能在15天内造出红外制导武器的？是啊，这有什么错吗？15天制造出一款红外制导武器，你这是在这跟我扯犊子呢？要知道，就算是咱们的老大哥毛熊国也没研究出来。就算你天纵奇才，搞出了红外感应器，那你怎么解决瞄准问题？没有光学瞄准器，你让咱们的战士用肉眼去瞄准打飞机，就算你把这2样都搞定了，那我问你，红外制导武器的载体是什么？总不会是炮弹吧？
李局，你消消气，说不定方宇他有自己的苦衷呢。苦衷？他有个屁的苦衷！我本来以为他是一个德才兼备、可堪托付未来的人才，没想到啊，我竟然看错了人。我摊牌了，我本想低调的，你非得让我装出来。红外制导武器已经造出来了。你说什么？你真的造出红外制导武器了？李定远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到现在你还嘴硬个什么劲？李局，有些事情别人做不到，我方宇未必做不出来。就像一开始，没有人会认为龙国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能把樱花鬼子赶出去，也没有人认为凭我军的100万人能横扫光头的400万军队，建立新龙国。可这些不都发生了吗？既然这些不可能都已经变成了可能，为什么你不愿意相信我一次？听着方宇慷慨激昂的反问，李定远一时语塞。反正这把红外制导武器已经做出来了，李局何不给我一个机会？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要是真的不堪大用，我方宇自愿退出军工厂，回家种地去。好，方宇，我给你这个机会，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外形倒是有模有样，这武器有没有用先不说，至少在卖相上十分吸引人。这么小的玩意，真能打飞机？能打下飞机的东西，不应该的又黑又粗又硬吗？开始第一项测试，赵副厂长又要麻烦您了。先热加速，炮弹在地上体验，以极快的速度从眨眼便命中了靶子。那辆被龙国军队漂亮游抢过来坦克的车身上，立刻爆发出了耀眼的爆炸。好家伙，我真是看走眼了，没想到这玩意小归小，但威力却这么大，一发的威力已经赶上5、6枚榴弹炮的威力了。要是早让我有这样的武器装备，不用到4、5年，我早就把樱花小鬼子给赶回老家了。威力是不错，而且命中率也很高，特别是那枚炮弹发射之后的2次加速更是匪夷所思。只不过这件武器虽然也很好，但和你说的红外制导武器又有什么关系？方宇，你不会以为你拿出这个就能蒙混过关吧？你别着急啊，这只是第一项测试，我马上就会让你们知道这东西究竟能不能打飞机。方宇点燃热气球，潇洒离去。在热气球离地面一定距离后，割断了牵引绳。没有了牵引绳的束缚，热气球在小型锅炉产生的推动力下，开始了不规则的移动。地面上，赵泽成将火箭弹装填到了发射筒中，然后将发射筒扛在肩上，开启了红外锁定功能，瞄准了正在不规则移动的热气球。发射筒的红外锁定设备发出了连续不断的锁定。赵泽成当机立断，立刻按响发射，火箭弹瞬间弹射而出。李定远身体像是石化一般。如果这次方宇设计的这款红外制导武器真的成功的话，李定远简直不敢想象，这会对整个龙国产生多大的影响。方宇，你小子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眼看着那枚火箭弹距离热气球越来越近，可就在这时，一阵妖风忽然刮了起来。眼看着即将命中热气球的火箭弹，擦着热气球的边急速掠过，打了个空。几乎是在同时，地面上一群人同时发出一声叹息，但方宇的脸上非但没有露出失望之色，反而勾起了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快看啊，那枚火箭弹它掉头了。果然看到那枚已经和热气球擦肩而过的火箭弹，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圈之后，再度朝热气球急速飞去。成功了，红外制导武器真的研制成功了。神了，这方宇真是神了！老子打了一辈子的仗，还没见过能自己追踪甚至转弯的炮弹，牛啊，太牛了！李局，你看我没骗你吧？我的确造出红外制导武器了。不知为何，对方却像没听到他说话一样，双眼空洞的死死盯着天空。李局，天才！什么？李局，您说什么？我说方宇，你简直就是特么的天才！方宇，你竟然真的在15天内把红外制导武器给搞出来了，无论是完成度或是先进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至于这是不是被方宇打脸，李定远才不会在乎，他恨不得这样的打脸天天发生，发生的越多越好。方宇，之前的确是我错怪你了，我在这向你郑重道歉。只不过你千万不要因为我的原因就迁怒整个301所。无论你制造新火箭炮的无缝钢管技术，还是这种红外制导技术背后的各种先进技术，都是龙国工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所以，李局，您不必再说，所有的资料我都已经整理好了，本来准备过一阵子给您寄过去的，没想到您先一步到厂子里来了，等下您直接打包带走就行。好了，李局，我看小方这小伙子也不是个小气的人，人家都不计较，你也别纠结了。你们都是建设龙国军工不可或缺的人才，千万别因为一点小事就伤了和气。对了，方宇，红外制导什么的，这名字也太拗口了。你是这款武器的制作人，就由你给他取个名字吧。有宋司令和李局这样的前辈在，我取名字不太好吧？让你取你就取，你什么时候还变得这么谦让了？当时答应我15天做出红外制导武器的霸气去哪了？
好，那晚辈就献丑了。今日长鹰在手，何日复筑苍龙？我看这款红外制导武器就叫做长鹰1号防空导弹，如何？长鹰1号防空导弹，好名字啊，就叫长鹰1号。长鹰1号走，跟我一起收拾那些美国佬派来的那些死苍蝇去。走什么走？这款武器虽然已经制造完成，但需要大量的可靠性试验才能量产，而且这个样品里有大量的新科技需要我们所复制研究。想立刻拿着这玩意去前线，做梦去吧！老李头，我叫你一声李局，是尊敬你是长辈，你别不要脸啊！这长鹰1号本来就是方宇为了我们抗英援棒的战士设计的，现在制造出来了，就应该立刻上战场。至于那些技术，人家方宇不是给你们图纸了吗？咋的？年纪大眼花了，看不清楚了？你懂个屁！有实物和没实物那是一回事嘛。反正不论怎么说，这东西就应该让我带回帝都。不行，我要立刻带回北碚。看到两人忽然变得相持不下，方宇有些无语。那个宋司令，要不这只长鹰1号就让李局先带回去吧，反正我们厂里做了不少零件，经过组装之后也能凑出30-40件，您拿着那些回去用呗。而且在这段时间，我不光造了长鹰1号，同时还有份惊喜要送你呢。什么？你们还有30-40只？那不早说。行，那这只长鹰1号就让给老李头了。你现在总该高兴了吧？再叫我老李头，信不信我抽你？两人在20年前龙国军队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是朋友，这样的场景不知道发生多少次，也不以为意。方宇，你刚刚跟这个混蛋说你还有礼物要送给他，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其实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我只是在一件武器的原有基础上做了一点小改动。我给咱们的新型火箭炮也装上了红外感应器，也就是说，现在咱们的火箭炮也能自己追踪目标了。韩江南侧，驻守在此的漂亮国第8集团军第2步兵师师长汉弗莱正观察着韩江对面，望着如同洪水般席卷而来的龙虎炮。汉弗莱并没有慌张，而是不屑的一笑，然后开始指挥起手下的部队来。在他手下，上百门重炮已经整齐列阵。数十辆型号不一的坦克也在同时沿着江岸展开，这些钢铁巨兽在冬日微弱的阳光下反射着肃杀的光。天空之中 ，F4U、B51野马等上百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不断盘旋，如同猎鹰一样巡视着地面上的猎物，只等汉弗莱的攻击命令一下，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捕杀地上这些和老鼠一样的弱鸡。在汉弗莱下达了作战命令之后，这些飞机被急速地飞过海，朝着龙国的大部队急不可耐的就要开始收割生命。上百门155毫米开始对韩发动火力覆盖，韩江北岸漂亮的防空弹。看着江对岸那冲天的火光和不断袭来的冲击波，汉弗莱的嘴角挑起了一抹笑容。他和威廉姆斯都是火力至上学说的忠实用户，在他们看来，在手撕这些炮兵是绝对的热血。我看到炮火停止之后，我们就可以过江去打扫战场了。很快，漂亮国的炮兵阵地就将3个基数的弹药倾泻完毕。整个汉江北岸此刻已经从刚刚的喧嚣热闹变成了一片死寂。汉弗莱在观察过后点了点头，十分满意这次的战果，便准备让手下的几十辆坦克过河打扫战场。而就在此时，他忽然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就在这个声音响起的下一秒，汉弗莱就看到对面的战场上，10几道屁股后面带着尾焰的不明物体忽然从地上弹出，一个加速便朝着空中那些漂亮国的飞机7、8架战斗机直接被那些不明物体化作了一团屁股消失了。该死的，刚刚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什么时候龙国竟然有防空武器了？快通知那些飞行员放弃低空扫射，快速爬升 ！fuck， 真是见鬼了！空中一架漂亮国最新研究的 F8躲过了那些奇怪的不明物体，并且立刻将油门开，想要依靠速度优势快速脱离战场。但就在此时，刚刚那竟然受到了血再次死死地咬住了 F86的机尾。进攻！进攻！给我干掉那些龙国人，把刚刚的那种武器给我缴获过来！空气里忽然传来了一阵让他汗毛倒竖的尖笑声，一道道不知道从何而来的火雨瞬间覆盖地上那100多门150直接飞起，然后化作了一个个燃烧着的火。紧接着，在一声嘹亮的军号声响彻云霄之后，无数龙国战士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一个个站起来，向汉江南岸的阵地发起了。不要慌，这些龙国人的重武器虽然强悍，但轻武器的火力却远不如我们。龙国的战士们在渡过汉江之后，没有像以前一样等待枪械排干江水，而是直接朝这些漂亮的大兵开，密集的子弹瞬间形成了一道炽热的水蜜，飞向这些漂亮国大兵。一个个漂亮国大兵纷纷惨叫。
将军，国防部发来急报，龙国军队3个军足是5万人，正在向我方逼近，事态危急，请您快点请求支援吧。淡定，亲爱的詹姆斯少校，表现得像个职业军人一样好吗？我们在汉城的守军仅只有不到2万人，而龙国军队则是15万，兵力对比是7.5比1，这实在是太危险了。龙国的军人不是那些北方人，战斗能力十分强悍，我害怕万一他们强攻，汉城会守不住。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亲爱的朋友。汉城不同于邦国其他地方，是一片有着河流的平原，在这种地方突击，这些龙国人避无可避，只能直面我军的炮火。我们的优势火力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所以看似我们的兵力对比是7.5比1，实际上拥有火力支援的我们才是真正优势的一方。小芳啊，刚刚我接到电话，陈大将和黄部长点名让你来帝都一趟，你收拾收拾，就快点出发吧。黄部长？哪个黄部长？难道是龙国建国之后第一任工业部部长的那个黄部长？而陈大将该不会就是李云龙嘴里那个比天王老子还大的旅长吧？除了他们还能是谁？这2位大佬突然让我去帝都，是为了什么呀？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应该是你设计的武器在战场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要亲自给你奖励吧。不管是什么事，反正你小子快点给我来就是了。就这样，干了。这老李头性子还挺急。在跟王长海他们说了一下通话内容之后，方宇便立刻回宿舍收拾起自己的行李。第2天下午，便直接坐上了通往帝都的火车。一下火车，便看到李定远和刘振业迎接自己，便坐上了李定远早就准备好的，几个人便朝着帝都的方向。到地方之后，急匆匆地朝着一处会堂走去。偌大的会堂之中，早有2人提前到达，此时正笑眯眯地打量着刚刚进来的方宇。方宇也是第一次见到这2位龙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很快就确定了2人的身份。笑容可掬的那位，就是李云龙口中的旅长龙国的开国大将陈大将，而身边那位身材瘦削、不苟言笑的，自然就是龙国的第1任工业部部长黄部长。陈将军、黄部长您好，十分荣幸见到2位，我就是您2位点名要找的方宇。你就是方宇，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老黄，你说是不是？是很不错，第一次来这种场合，也能保持不卑不亢，是个干大事的人。多谢2位首长的夸奖，2位实在是过誉了。对于这些新龙国的缔造者，方宇从心里感到佩服。如果不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不畏牺牲，就没有现在的新龙国。哈哈哈，我一点都没过誉。你加入东北军工厂也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先后研究出了51式火箭炮、81式突击步枪和长鹰1号防空导弹，这里面随便完成哪一项都是天大的功劳啊！而且就是在你研究的这些武器协助之下，我们的龙国战士刚刚赢得了和漂亮国军队的第3次战役，解放了南邦首都韩城。不止如此，我们还第一次和漂亮国的军队打出了近乎1比3的战损比，仅以伤亡6000人的代价就击溃了对方的1.9万部队，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大捷。在开战之前，龙国军队已经对这次战役进行评估，得出的结论是这将会是一次惨胜，战损比恐怕会达到5比1。但没想到，在方宇研制的武器加持之下，龙国的战士们竟然打出了史诗般的大捷。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大捷，跟你研究的武器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些武器的协助，我们的战士伤亡的人数恐怕会是现在的5倍，甚至是10倍。所以，我代表这些战士，不是代表所有龙国的战士，对你表达谢意。陈将军，您谬赞了，我可当不起。能研究出这些武器，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整个团队的功劳，还有军工厂的一众同仁的鼎力支持，我才做出这小小的成就。香芳，我看你就不要谦虚了。咱们龙国想要尽早实现复兴之路，需要的就是你这种人才。我们这次之所以让你来帝都，也不是为了别的事，其实就是想要亲眼看看你这个大功臣，同时给你颁发嘉奖。对，光忙着激动去了，差点把正事给忘了。经上级研究决定，方宇同志在设计新型武器任务中表现卓越，特此授予方宇同志军功荣誉勋章、记一等功，并决定授予方宇同志忠孝军衔，享受副团级待遇。啊，自己这就是忠孝了，我也是体制内的人了。黄部长、陈将军，这份奖励是不是太重了？把我一个普通人直接提拔到忠孝的位置上，似乎是太过了。呵呵，不重，就你研发的那3样武器，随便拿出1件，都可以让你成为忠孝。要不是上头考虑的比较多，我甚至觉得应该直接给你一个上校的军衔。像你这样的人才，留在东北军工厂这么个地方，实在是屈才了。我之所以今天和黄部长在这里见你，除了给你表功之外，就是想告诉你，我们准备将你调回来。至于你是愿意去301所协助李局他们研究新式武器，还是愿意去我办的哈工大当武器设计学的副教授，都随你。而听到陈大将的话，一旁的李定远和刘振业也顿时兴奋起来，不断给方宇打着眼色，让方宇一定要选择来301所就职。他们对方宇的武器制作的天赋早就是垂涎3尺了。
多谢各位首长好意，不过如果可以的话，我能不能选择不升职，而是继续留在东北军工厂？李定远和刘振业同时一愣，惊讶的连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方宇这小伙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别人梦寐以求的升职机会就在眼前，他竟然就给推了。东北军工厂那个小破地方有什么好，竟然值得方宇如此留恋？而听到了方宇的答复，陈大将和黄部长也是眉头紧蹙，他们也没想到方宇竟然直接拒绝了自己的提议。方宇，我知道对于你的功劳来说，这些嘉奖是低了一点，但年轻人不要闹情绪，要以国家为重。陈将军，您误会了，我之所以选择不升职，继续留在军工厂，不是我嫌弃你们给的职位低，我只是希望留在第一线，继续为龙国的战士们多出一份力而已。而且，虽然我不打算升职，但我有一个想法想要说出来，让您给参谋参谋。哦，你说说我听听。对，你有什么想法，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嘛。我到东北军工厂也有半年的时间，我发现咱们的军工厂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设备老化严重，有些型号甚至还是30几年前的老旧型，而且在经过各种战争摧残之下，仅有1/3还能正常运作，这极大的阻碍了生产进度。同时，这些老旧的机器也无法用来进行越来越精密的加工，所以我提议建成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军工厂。香芳，你的想法是很好，但以我们现在的条件，实在是有心无力。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毛熊国的确是援助给我国10几台机床，但这些机床的任务计划都已经排到下年去了，我这里根本挤不出一台给你。不过，只要等毛熊国的第2批援助物资一到，我就能批准你的计划，你看如何？黄部长，如果我说我不需要毛熊国的机床，只需要您批给我土地和足够的人手，您能不能够批准我建造现代化军工厂的计划？1个月的时间，给我1个月的时间，我就能造出一台领先世界什么？1个月的时间，你要造出一台工业母机？你是认真的吗？1个月之内，我要是造不出工业母机，任凭你们处置，而且这个计划我也永不再提。哈哈哈，好，小方，这个赌我跟你打了。要是你能在1个月之内造出一台工业母机，我老陈一定批准你的计划。就算所有人都不帮你，我老陈也帮你到底，大不了我哈工大不见了，全部的资源都给你盖军工厂。此言一出，石破天惊，在场的众人都被震惊得目瞪口呆。黄部长第一个反应过来的，胡闹！建立哈工大是国之大事，不是你老陈一个人能决定的，你怎么能如此草率就下这个决定？哈哈，老黄，你别急啊！如果方宇真的造出了领先世界的工业母机，那不就代表着我们真的能够建立起一个世界上数1数2的现代化军工？老黄，你想想，咱们建立哈工大，不就是培养起一批咱们龙国的军工人才，将龙国的军工业发展到世界先进水平吗？而现在有一条能快速达到这个目标的路放在这里，那么把哈工大往后放，全力支持方宇，又有什么错啊？听到陈大将的解释，黄部长一时语塞，毕竟就连他也觉得陈大将说的有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如果出了问题，一切责任都由我来扛。陈大将一锤定音，紧接着他便走到方宇面前。小伙子，这次老陈我可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赌上了，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1个月后，我听你的好消息。放心吧，陈将军，保证完成任务。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时间也不早了，部队上还有不少事等着我去忙活，先走一步。方宇同志，祝你成功。很快，偌大的会堂之中就只剩下方宇和李定远3人。方宇，你确定真的能造出工业母机来？你今天可是当着2位龙国最高层夸下的海口，不是儿戏啊！我方宇说话一个唾沫一个钉，什么时候说过大话？所以李局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不远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卢比扬卡的一间办公室内，瓦西里，我记得咱们在北棒军州应该有不少去训练他们的指挥官吧？立刻联系他们，我要知道究竟发生什么。3天之后，瓦西里提着一把突击步枪走来了。瓦西里同志，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拿着一把 AK-47步枪进入我的办公室吗？抱歉，长官，我要纠正你一下，这把枪并不是咱们红星军工厂生产的 AK-47，而是从不远万里的远东战场上加急送回来的龙国士兵使用的步枪，它的名字叫做81式突击步枪。81式突击步枪。他从瓦西里的手里接过那把枪，仔细观察起来。什么81式突击步枪？这就是一把对 AK-47的拙劣的仿制品。这些可恶的龙国人，亏我们还顾念阶级友情，给他们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没想到他们竟然恩将仇报，竟然暗中偷了 AK-47的设计图，加以仿造。立刻给我调查，究竟是谁把这么重要的资料泄露出去的？这群毛熊国的罪人，要是让我捉到，我一定要亲手把他们给吊死。等等，能让我看看这把枪吗？
瓦西里转头，这才看到对方的样貌，顿时吓了一跳。坐在这里的不是别人，正是 AK-47的设计者卡拉什尼科夫。出于一个武器设计师的直觉，他并没有感觉这把枪是拙劣的仿制品，相反，他从这把枪身上甚至看到了自己设计的那把 AK 的不足。但紧接着，卡拉什尼科夫整个人就直接愣在了那里。不需要再调查了，因为这把枪根本就不是对我 AK-47的仿造品，而是龙国自己设计的新枪。我应该没有用伏特加来招待你吧？您怎么就获罪了呢？我只能很遗憾地说，这把枪除了样子跟 AK-47很像以外，毫无相似之处。至于为什么模样这么像，我只能用龙国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也许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吧。如果真的按照你的说法，那岂不是说这些龙国人既然凭自己的力量就制造了一把超越 AK-47的步枪？这怎么可能呢？没什么不可能的，龙国有4亿人口，出几个天才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他们也向国外派出不少留学生，其中不少人甚至在漂亮国的顶尖科研机构任职，接触到了西方的枪械，再加以优化，制造出这把81式步枪，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仅凭一把火力优异的突击步枪，还无法让龙国的军队如此轻松地战胜漂亮国吧？是的，长官，除了这把步枪之外，我还从远东战场的同志那里得到消息，龙国人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一些类似我国卡秋莎火箭炮的远程重火力，据说射程达到了惊人的50公里。50公里，除了汉斯国制造的重量超过500吨的列车炮外，世界上还没有一款武器能达到这个射程。卡秋莎火箭炮射程也不过是13公里。该死，这些龙国人是突然捡到了什么外星科技吗？否则他们的军工业怎么会发展得如此迅速？除此之外，听说这次漂亮国第一次在北方战场使用了刚刚研究出来的 F-86。按理说，龙国人并没有防空武器，对这款能飞到音速的战斗机毫无办法才对。但我听说，龙国人在这里战役里，竟然用一种新式单兵武器将 F-86击落，而且不止一架。你说什么？龙国人竟然连单兵防空武器都研制出来了，而且还是能击落喷气式战斗机的那一种？这绝不可能！既然龙国这款武器能打下 F-86，那岂不说也能打下各项数据跟 F-86差不多？毛熊国刚刚研究成功的米格15，这对于毛熊国的空军威胁太大了。不论这件事是不是谣言，都需要快速的调查清楚。1个月的时间，给我1个月的时间，我就能造出一台领先世界的工业母机。约斯夫同志，我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龙国已经研究出一款红外制导武器。眼前这位就是被人民称为钢铁的苏茨宗约瑟夫。红外制导武器就是红星军工厂研究了5年都没能成功的那个项目吗？是的，不仅如此，我们在派去前线支援的指挥员还看到龙国人已经将他们部署到了战场上，甚至已经用它打下了3、4架漂亮国的 F-86战斗机。没想到我们龙国的同志竟然这么能干。那些美国佬应该做梦也没想到，竟然会在北方战场上是这么大一个魁拔。约斯夫同志，我觉得现在不是咱们该高兴的时候。既然龙国的红外制导武器能打下 F-86，同样也能打下我们的米格15。虽然现在我们两国的关系还算不错，但龙国毕竟不是咱们的加盟国，万一以后……亲爱的谢洛夫同志，你怎么能怀疑龙国同志和我们毛熊国的阶级有异呢？谢洛夫闻言吓了一跳，连忙道歉：“是，我的确是多虑了，我不该怀疑龙国同志。”我看到你的报告了，里面说龙国的同志不仅研究出了红外制导武器，而且还研究出了射程高达50公里的火箭炮和超越我国 AK-47的81式步枪。那么既然都是阶级同志，龙国有了这么好的技术，也应该无私的分享给我们毛熊国才对，这样我们才能一起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对吧？您的意思是？让外交部的同志们辛苦一下，在祝贺龙国同志取得胜利的时候，随口提一句，我相信我们的龙国朋友还是很愿意把技术分享给我们的，毕竟龙国刚刚建国，还需要我们的工业援助。我懂了，约瑟夫同志，我现在立马就去办。约瑟夫虽然说得很隐晦，但谢洛夫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如果龙国能乖乖的交出这些新技术也就罢了，不给的话，毛熊国就要停止物资和技术的援助。3天之后，帝都中枢大会堂内，包括大首领在内的龙国最高层一个个皱眉，沉默不语。毛熊刚刚发来了外交函，名义上是为祝贺我们成功解放汉城，实际上是在逼我们交出红外制导等新技术，否则不但对于国内的技术与物资援助要停，就连北棒那边原先答应要给的军用物资也不发了。你们怎么看？要我说，毛熊这就是欺人太甚。就因为毛熊和咱们龙国是阶级同志，所以我们就要把新技术无条件的分享给他们。那怎么不见他们把核弹技术、米格15的生产线、T-34坦克的生产技术提供给我们呢？我就一句话，不给。
我的观点跟冯帅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些新技术可以给，不过毛熊国必须加大对我国的援助力度，否则免谈。毕竟咱们龙国刚刚建立，要把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工业国，需要很多技术支持，而毛熊国提供的140多项工业基础援助，则能让我们在10年之内建成属于我们自己的工业体系。如果就这么放弃了，未免有些太可惜了。听到武总老臣谋国的话，一群大佬也纷纷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发表起意见来。看到龙国的各个高层意见不一，大首领这才缓缓说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看这件事靠咱们这群人是商量不出来个结果了。要我说，咱们这些人其实都没有权利决定这些技术该不该给毛熊。哦，我们都不行。那以您的意思，我们该听谁的呢？”我听宋振华说，这红外制导技术和远程火箭炮都是一个叫方宇的小同志研制成功的。作为这些技术的研发人员，我们也该把人家方宇请来亲自听听他的意见嘛。大首领这个提议好，我看可以。我也没意见。不多时之后，方宇便被一脸懵逼的带到了龙国中枢大会堂里。你就是方宇同志吧？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见到方宇激动的神情，大首领呵呵一笑，对方宇宽慰道：“别激动，坐下说话吧。”是，谢谢大首领。在初来驾到的激动之后，方宇十分迅速的平静下来，面色也恢复到不卑不亢的状态，坐在沙发上。一旁的吴总观察到这一点，对于方宇的评价顿时提高了不少。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从这一点上看，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小方啊，我知道你应该很好奇，我们为什么忽然把你叫到这里来。其实事情也很简单，我们就是想问你，这个技术发明者究竟是个什么态度？你觉得我们是该不该把你发明的新武器交给毛熊国，换取毛熊的支持呢？不能交。为什么？你难道都不用考虑一下吗？这个……方宇话到嘴边，忽然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说。毕竟现在毛熊国和龙国正在蜜月期，毛熊国的名声无论是在高层还是在民间还十分好。如果自己把理由说了，怕是不少人不但会不相信自己，甚至还会以为自己是在挑拨两国之间的关系。没关系，有什么就说什么嘛，反正今天在这里的话，不会有外人知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然现在看起来我们两国的关系很好，但谁也无法保两国关系会不会突然变紧张。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我研发出来的新技术对于毛熊国就是一个威慑，而如果我们把它交出去，知晓了所有技术细节之后，我们面对毛熊的威胁就无牌可打。每一个龙国高层脸上都神色不定，似乎在消化着方宇刚刚的这番话。他们不得不承认，方宇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的。虽然你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不过如果我们不答应毛熊国的条件，那我们接下来的建设计划该怎么办？要建立起龙国自己的工业体系，毛熊国提供的那144项工业基础援助可是至关重要。首长，这点您不需要担心。俗话说得好，听辣辣咕叫还不种庄稼了。就算没有毛熊国的工业援助，我们一样能靠自己建设起新龙国。哦，方宇同志，你这么自信的来源是什么？各位首长，我想请诸位看一样东西，看过之后，或许不用我说，您诸位自己心里就会有答案了。不知道各位能否赏光？哦，没想到这个会开到最后还有意外收获。走就走嘛，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小同志能给我们什么惊喜。1个月的时间，给我1个月的时间，我就能造出一台领先世界的工业母机。方宇同志，你给我们准备的这东西看起来应该是个机床吧？吴总目光如炬，这东西的确就是机床。不就是个机床吗？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这虽然是机床，但却不是普通的机床，而是自动化机床。自动化机床，我设计的这款自动机床，原理是通过凸轮来控制加工程序的自动加工。与传统的机床相比，这款机床的生产效率提高了3到5倍，大量节约了时间和成本。方宇一边说着，一边操作着机器。就在他讲解的过程中，机器不断运行着。就在方宇介绍完毕，一个零件也被制造完毕，掉落到了方宇的手中。看到方宇手中的那个零件，工业部的黄部长全身猛地一震，紧接着双手竟然不由自主的剧烈颤抖起来。方宇，你能把手里的零件给我看一下吗？没问题。黄部长如获至宝的接了过来，越看脸上的狂喜之色就越浓重。空套螺母，竟然真的是空套螺母！没想到咱们龙国也有制造出这东西的一天。方宇，你真他娘的是个天才！看到黄部长高兴的快要抽过去的样子，绝大部分在场的龙国高层都是一脑门子问号。不就是一个螺母吗？至于高兴成这样吗？老黄，你没事吧？没有，我只是太高兴了。咱们造出空套螺母了！黄部长，我知道你很高兴，不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也跟我们这些文盲解释一下，让我们也高兴一下子嘛。
迄今为止，能制造红陶罗姆的也就只有汉斯国一家，甚至就连漂亮国和毛熊国都做不到。而且，就算汉斯国能够制造红陶罗姆，也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来手工制造，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制造完成。这也就说明，方宇制造的这台机床，无论是从使用难度上还是制造工艺上，都远远超过了汉斯国，达到了世界最先进水平。总之，有了方宇制造的这个机床之后，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咱们龙国从今以后已经不需要靠任何人的帮助，就能制造出世界上任何一台已经发明出来的机器了。哦吼，有了这台机器，岂不是说咱们龙国也是工业强国了？也不能这么说，毕竟西方上百年工业革命积累的技术与知识是无法靠一台机器抹平的。不过，这台机器就像一粒种子，种下之后生根发芽，早晚有成长起来的一天。拥有这台机器，就是完成这一切的起点。黄部长没有夸大，也没有贬低，而是实话实说道。闻言，在场的龙国高层都陷入到沉思之中。怪不得方宇在大会堂的时候敢放出豪言，让自己这群人看过这惊喜之后再下决断。方宇同志，我记得你应该是在东北军工厂工作吧？为什么这几天会在帝都，而且还制造出这么一台自动化机床？难道你早就预料到毛熊国的要求了？吴总，这是跟方宇没关系，都是我跟老黄自作主张把他叫来的。还没等方宇回答，陈大将便有些尴尬的把自己跟方宇的赌约说了出来。俗话说得好，愿赌服输。陈大将军，既然跟人家有赌约，那么现在人家方宇真的做出来了机床，你打算怎么办啊？建设哈工大是国家交给我的大事，我不能真的撂挑子。不过既然赌输了，我肯定是要认的。这扩建军工厂的事，我自己想想办法，一定搞成。行了，跟你开个玩笑，怎么还当真了？军工厂是一定要扩建的，这可不是你陈大将军一个人的事，而是事关咱们龙国的未来。方宇同志放心，我和吴总他们商量一下，就算是从牙缝里挤，我也把这些资源给你挤出来。大首领，您答应了？不光如此，关于毛熊逼迫咱们交出新技术，否则就撤员这件事，我也有了些想法。大首领说到这里，微微一顿，坚毅的目光扫过众人，紧接着缓缓絮道：“那就是不交。”对于大首领的战略眼光，在场之人没有一个不是心悦诚服。不过，刚刚方宇同志的话提醒了我，无论我们和毛熊国的关系再怎么好，但总归不是一个国家，夫妻俩都有吵架的时候，有些事很难预料，所以我们手里总归要有一点东西来当做战略威慑，让对方真到翻脸的那一天，也不敢轻举妄动。至于毛熊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撤员，我的意思是随他去，今日割5城，明日割10城，换一西安锦，其事4境，而秦兵又质疑咱们不当愚蠢的6国，咱们龙国也永远不会接受任何胁迫。大首领说的对，毛熊国的援助可以是源于阶级友谊，可以是因为两国的友好关系，但就是不能是他们逼着我们用东西交换。这是新龙国，我们绝不再签什么不平等条约了。工业化不靠毛熊，咱们也能凭自己的双手搞出来。方宇同志不就搞出连他们毛熊都搞不出来的机床了吗？一众龙国高层在听到大首领的发言之后，深受鼓舞，一个个斗志满满。黄部长说，你造的这台机床是共和国工业化的起点，对此我也深表赞同。作为他的研发人，就由你给他取个名字，如何？有您和吴总在，这我怎么当得起？大首领和吴总一再坚持，方宇便沉思了片刻道：“既然大首领和吴总都要我起名，那我就却之不恭了。方才大首领说，这台机器很可能是共和国工业化的起点，那么不如就叫它熙壤1号吧。”什么？龙国人竟然拒绝交出那些技术？作为毛熊国的大统领，世界2级的最高领导人，几乎很少有人敢对他说不。没有了我们的援助，就凭他们孱弱的工业能力，想要把龙国这么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工业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群龙国人究竟是怎么想的？亲爱的约瑟夫同志，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提议，不用胁迫的方式，而是以交换的方式来获得这些技术，比如用米格15的生产线换取红外制导技术。这样的话，龙国无论是从面子还是实际上都得到了好处，应该就会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了。用我们毛熊国最先进的米格15去换龙国的技术，你是怎么想的？为了把漂亮国拖在半岛上，持续削弱漂亮国，我们必须援助给龙国这项武器以及生产技术。这项技术原本就要交给龙国，现在用来换取这3项新技，其实是我们赚了。谢洛夫同志，你说的或许很对，但你的意见恕我不能接受。而且从今天起，所有对龙国的援助计划全部取消，之前援助的机器和援华专家也要全部撤回。谢洛夫直接愣住了，他也没想到约瑟夫竟然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直接下达撤援命令。今天我毛熊国被龙国忤逆而不做出回应，那么将来我毛熊国在西边的小弟，甚至诸多加盟国要是有样学样，那该怎么办？人心散了，队伍可就不好带了。
龙国宜州岛阳明山上，一个拄着拐杖的光头老者发出了大仇得报般的笑声。龙国和毛熊国竟然闹翻了，好啊，实在是太好了，简直就是天助我也。这一次，龙国竟然跟毛熊闹翻了，甚至毛熊直接撤援，这让光头已经死寂的念头又活泛起来。父亲，没想到毛熊国竟然跟龙国决裂了，这下咱们反攻有望了。父亲何不现在就下令集结部队，光复故土？不可，现在龙国虽然跟毛熊决裂，但在东边战场上却是3战3捷，士气正旺。那些泥腿子别的不行，打仗还算是有点子本事。光头盘算了一下，高深莫测地说道。咱们现在不宜直面起风，要等东边战场上局势出现逆转，龙国部队大败亏输，甚至全灭之时，再出其不意，一战定乾坤，方是上策。父亲高见，儿子不急。既然现在形势有利于我，我们也不能就坐着什么也不干。剑锋啊，我记得漂亮国是不是交付给我们6、7艘他们退役的战舰啊？虽然现在咱们的陆军不能登陆，但海军还是能先行一步。无论是全歼龙国海军，为我军将来登陆扫平障碍也好，还是骚扰对方，让他们的货船无法出海也罢，总之要大胆出击，务求让龙国的沿海不得安宁。懂了没有？是，父亲，坚决完成任务。3天之内，我们被击伤了2艘驱逐舰，10几艘渔船，伤亡20多人。然而，你们却连光头1艘战舰都没留下，让人家就这么溜了。你们究竟是干什么吃的？看看你们肩膀上的国徽，想想你们的身份，保家卫国，你们做到了哪一点？闻言，一众军官都低下头。东方战场上，陆军正在大杀特杀，自己这边却被手下败将的光头打成这样，甚至都不用姜朝阳骂，就连自己都觉得羞耻。而就在此时，陈大将踱步而入，看到这幅场景，微微一愣。哟，老姜，你这是发哪门子邪火呢？一边说着，陈大将一边看了看墙上的战报，仔细的读了一遍。哦，原来是打输了仗啊。不过老姜，这也不全怪战士们啊。你看，人家光头可是刚从漂亮国那里搞来了几艘驱逐舰，虽然是退役型号，但是无论航速还是火力，都比咱们的船强得多。海上不比陆地，装备不好还能用斗志补上。陈总，这道理我也不是不知道，只是我窝囊啊！人家陆军的同志们在蚌国跟漂亮国打仗都3战3捷，我这边却被光头追着打。说出去，我真是没脸见人了。呵呵，其实东边战场上咱们打得好，不光是靠咱们的战士训练有素，作战意志坚强，武器装备也占了一大部分原因。你不知道吧？咱们现在的地面火力早就不输给漂亮国了。啊！闻言，姜朝阳一愣，龙国陆军的火力已经不输漂亮国了，这和自己印象里的观念好像不太一样啊。不信那也没关系，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见到他，你不光会相信我的话，而且你的问题应该也就能解决了。小方，方宇同志在吗？方宇闻声推开了车间的大门，大踏步的走了出来。陈大将好，你可是咱们龙国的大功臣啊，跟我客气什么？陈大将您过奖了，这位是。看着陈大将身边的那位军人，他肩上的那枚将星，方宇也能猜出对方的地位不低。这一位就是咱们龙国海军的总指挥姜朝阳姜上将。老姜，这就是我要带你见的人，咱们龙国军工界不可多得的绝世天才方宇。姜将军好。方宇同志久闻大名啊。在81式步枪还是实验阶段，就迫不及待的搞来了一把，自然听过方宇的名字。最近的情况你也知道，毛熊国不声不响的撤援，这件事在国际上的反响很大，很多跟咱们龙国不对付的地方都在幸灾乐祸，觉得咱们龙国离了毛熊的援助就不行了。其中就属东南小岛上的光头反应最强烈，这家伙似乎是觉得没有了毛熊国的援助，咱们就要完了，又支棱起来了。这几天就派海军不断的袭扰咱们的沿海地区，所以我就是想问问你，能不能造出一种武器，把光头海军狠狠的揍一顿，让他再也不敢靠近咱们的沿海。这个不是太好办啊。不好办，这咋能呢？你造的武器连美国佬的飞机都给打下来了，几艘破船算个啥？军舰是军舰，飞机是飞机，这两种东西可不能同日而语。就拿最出名的樱花国的大和号来说，作为海上巨无霸光舰身就有27000吨，装甲厚度更是在650毫米以上。漂亮国为了击沉它，足足动用了400多架战斗机，10几艘战列舰，连续轰炸了1天。那照你这么说，咱们就只能吃这个哑巴亏了。那倒不至于，既然1、2件武器没法抹平和对方军舰的差距，那咱们直接造一艘比他们还要好的军舰，直接碾压他们不就得了？3个月造一艘军舰，方宇，你这是搁着跟我扯淡呢？3个月的功夫，就算是稍微大点的渔船部，就算是渔船的龙骨都做不好吧？我和老姜也没有给你规定最后期限，你慢慢做就是，又何必吹牛？
晚一天造出军舰，沿海地区的百姓就要多被光头祸害一天，我忍不了。3个月是我自己给自己定的最后期限。看到盛怒的姜朝阳和尴尬的陈大将，方宇并没有撤回自己的说法。行，你随便吧。见方宇如此，也懒得跟他继续废话，直接掉头走。老姜，方宇，你陈大将左右为难，先是看了看方宇，便朝着姜朝阳的方向追了上去。老姜，你走慢点，等等我。方宇这小同志好歹也是咱们龙国的大功臣，你生的哪门子气嘛？我知道他是研究出好几种新武器的功臣，这才给他面子，要不然老子非当面揍他。闻言，姜朝阳气不打一处来，不满地说道：你听听他说的那叫人话吗？3个月之内造出一艘各项数据都超越漂亮国的军舰来，超越漂亮国还 TM 只需要3个月，除非他方宇是神仙，否则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肯定做不到。他都拿老子当傻子要了，咋的？老子还不能生气了？那照你这么说，这件事就一定做不到。可是方宇这小伙子可是把红外制导武器这种连漂亮国和毛熊都造不出来的东西都研究出来了。这不一样，一件武器的困难程度能跟一整个系统相比吗？一艘军舰光设计船身就要至少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更不必说制造船身需要的特种钢这种材料，咱们龙国根本制造不出来。就算他方宇一切顺利，搞定这一切也需要不吃不睡几乎1整年的时间。说到这里，姜朝阳越发的气愤。3个月，他方宇要是能在3个月里把这艘军舰制造成功，我姜朝阳这个海军总指挥也不当了，老子就到东北军工厂给他方宇当学徒，打下手。1天后，帝都火车站站台，方宇，老姜这个人就是这驴脾气，昨天的事别放在心上啊。陈总放心，我明白。其实姜总这么生气，也是因为我说话欠考虑了。如果我和姜将军一敌而处，我也会是这个态度。你明白就好，所以造军舰这事你就慢慢来，咱们不急，你可别撒手不干了呀。放心吧，陈总，我方宇向来一口唾沫一个钉，期限不变，3个月后来我这提船。行，都听你的。对了，关于你扩建改造东北军工厂的事情，上边已经批下来了，不过调拨人手和资源还有一段时间，吴总让我通知你一声，让你别着急。不急，既然是吴总亲自批的，我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上面的确给你批了人手和资源不假，但你也知道，咱们龙国刚刚成立，什么都缺，再加上前线打仗，国库的确不太充裕，所以这建设新基地的资金，你还需要再等上一档。方宇也知道，龙国高层不是在故意推诿自己，而是真的没钱，但这一抹失落也仅仅只是在方宇脸上停留了1秒。紧接着，方宇眼珠一转，陈总，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的话？那就是资源和人才国家已经准备好了，就差资金到位了。那么这些资金由我自己解决，咱们就可以直接开工。你知道想要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军工厂需要多少钱吗？那可是一个天文数字。陈总，您听说过钻石吗？钻石当然知道，我好歹也是去法兰西留学过的人，怎么会不知道这东西？怎么，你打算卖这个？可我不记得东北那边有钻石矿啊。这您就不需要担心了，您要帮我做的，只是在我搞到这东西之后，用您在港岛的渠道把这些钻石卖给那些鬼佬就行。你是怎么知道咱们在港岛有渠道的？在他身后，巨大的火车头再一次发出嘟嘟的汽笛声。还没等陈大帅反应过来，方宇连忙跑进车厢，随着列车开始移动，很快就消失在了铁路的尽头。这小子真不知道是那个石头蹦出来的猴子，鬼精的。2天之后，方宇终于回到了熟悉的东北军工厂。在一阵热闹的迎接仪式中，方宇跟王长海他们说明了，上边已经同意了自己关于东北军工厂的扩建和改造计划。紧接着，他把制造人造钻石卖到港岛赚钱的计划告诉了这一群人，同时把人工钻石制造机的图纸也递给了一众技术员。方宇，你说的那个钻石真的能卖那么多钱？这玩意是能吃啊，还是能喝啊？老王，你懂个屁！金子是能吃还是能喝？还不是有那么多资本家阔太太喜欢。方宇，你要赚的就是这些人的钱，对不？对，赚的就是这群资本家阔太太的钱。不光如此，我还要赚那些西方国家国鬼佬的钱。风水轮流转，现在也该是他们出点血的时候了。嘿，要不说还是你们年轻人脑子灵呢。要是换了我八辈子也想不出这样的赚钱办法。只要能赚到给咱们盖新基地的钱，同时又不犯法，我王朝海第一个跟你干了。方哥，加我一个，我跟你干。嘿嘿，我倒是对赚钱没什么兴趣，但一想到能坑那些鬼佬，我就兴奋。一群人紧张地围在一个机器周围，将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场地中那台1人大小的6边形机器瞬间爆发出一阵低沉的声音，
紧接着，一种高温独特的热浪袭来，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瞬间汗如下背，他们的一双双眼睛都死死地盯着机器。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场地中央的机器终于缓慢地停止了工作，一阵气体泄漏的声音传过之后，合成室中央10几枚指甲盖大小的钻石正静静地躺在里面，散发着熠熠光辉。成了，哈哈哈，真的成了！恭喜你啊，方哥，咱们真的把钻石造出来了。这光泽，这折射，谁能分辨出这是人造的来啊？发了！咱们军工厂这次可是要发大财了，现代化军工厂有着落了。方宇，你怎么了？看起来不是很高兴啊？难道这次的实验还有问题？王哥，你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吗？钻石咱们这次的确是造出来了，不过这颜色……听到方宇的话，在场的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落到了那些钻石身上。是有几颗，好像是粉色的。不过方宇，你也别太沮丧，毕竟这只是第一次实验，出现瑕疵是很正常的事情。咱们调整一下，再做一次，肯定能成的。他同时有些郁闷，自己的技术是系统给的，应该不会出这么大的差错。你们不会真的认为这次实验是失败了吧？这是粉钻啊，学长，咱们这次可赚大了。这种粉乎乎娘娘们的钻石，谁会要啊？没人要，你在开什么玩笑？粉钻这种钻石，整个地球也就只有阿盖尔矿区才能采到，而且出产率不足0.1%。要是经由名家雕刻制成项链，放在港岛拍卖，至少能卖到50万美元以上，比其他普通钻石加起来还要高上100倍。俺的老天爷呀，这些资本家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吗？别管他是不是大风刮来的，既然他敢死，那咱们就敢卖。反正这些钻石卖的都是那些鬼佬，我还巴不得卖的越贵越好呢。说得对，咱们又不是地主老财，替他们操心算是个什么事？卖的越贵，咱们的基地就能越早盖成。从现在开始，这台聚宝盆要24小时连轴转，人歇机器不歇。方宇，你要是放心，就把它交给我，只要我不死，这机器我保证给你看得明明白白的。第一车间里的那台人工钻石则在再次发出了低。时间来到半夜，方宇在画完了最后一张图纸之后，这才终于放下了笔。在方宇手边那张素描稿开头赫然写着02型导弹艇30图几个大字。方宇思来想去，最终还是选择了022导弹艇。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以现在龙国孱弱的工业水平，就算有系统帮忙，也根本造不出55甚至051这样的驱逐舰。022也被龙国的军方戏称为航母杀手。即使面对21世纪拥有顶级通讯、雷达、防护能力的航母，022也有舍身一战之力。那对于2战时期的这些战舰，方宇简直不知道022该怎么说。攻守一行了，寇可网，我亦可网，是时候让这个时代的漂亮国感受一下被超越自己的科技力量所碾压的痛苦了。1周之后，港岛维多利亚湾伊丽莎白酒店，一名戴着礼帽的中年人鬼鬼祟祟地来到酒店的角落里，一名不列颠商人身前。请问您是文森特先生吗？东印度珠宝行的那位文森特先生。就是你在电话里联系我，告诉我有稀世的珠宝想要卖掉是吗？恕我直言，您看起来也不像是有什么贵重珍宝的样子，何必搞得这么神秘呢？文森特先生误会了，虽然我现在看起来落魄，但我的祖辈可是地道的龙国帝都人，跟老佛爷都沾亲带故。我们家的确是家道中落了不假，但烂船也有3斤钉，谁还没有几件家传的宝贝了？您说是不是？东西在哪？给我看看。文森特先生，您上眼。而在看到那东西的一瞬间，文森特立刻感觉到自己呼吸一滞，心脏都漏跳了一拍。竟然是10几颗璀璨夺目的钻石，其中7、8颗的分量在6到7分，剩下的几枚大些的都在1克拉以上。而且这一堆钻石之中，有一颗甚至泛着淡淡的粉色。我还以为你带来的是什么稀世珍宝，原来就是再普通不过的钻石。我的朋友，这东西以前虽然珍贵，但现在真的不值什么钱。不过，谁让你是我朋友介绍来的呢？我出一个友情价，5000美元，你看怎么样？才5000美元，文森特先生，你这就有点不地道了吧？你不会真以为我不知道手里这些钻石的价格吧？5000美金，连这块粉钻的边角料你也买不到啊！该死，你竟然知道这是粉钻！咱们都是1000年的老狐狸，也就别在这玩聊斋了。我知道这么大的粉钻能在拍卖会上卖100万美元左右，但是我等不了那么久，所以我才打算便宜你40万美元。这枚粉钻你拿走，剩下的这些我也送你，咱们就当结个善缘。你同意咱们就成交，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再去找你同行问问。反正这港岛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想要发财的人。文森特面色凝重，一脸肉疼。原本他满打满算能赚90多万的买卖。好，40万就40万，签合同，我立马把钱给你。方宇正在专心致志地给022导弹艇的船体进行最后的焊接。022导弹艇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隐身性能，要达成对雷达的隐身，除了隐身涂层之外，就是需要将舰体的各个部件都做成不同角度的多面体，达到分散雷达波的效果。
方学长，您快下来，厂长找您有急事。又来，没说什么事吗？没说就是不急，让他等着吧。好小子，你现在是翅膀硬了，连厂长的话你都不听了。下一步你是不是连我要找你都要置之不理啊？陈总，什么风？那您老给刮来了？见连陈大将都到了，方宇也不敢怠慢，连忙从桅杆上滑了下来。瞧你小子说的，怎么没事我就不能过来看看你们了？不过你这次倒是说对了，我这次来的确是有事要办。吴总委托我给你来当散财童子来喽。啊，听您的意思是扩建新基地的资金批下来了？不错，你交上来的钻石我都给你在港岛消化掉了。啧，没想到啊，就那么一小包东西，就给咱们国家带来了1000万美元的外汇。1000万，不错。不知道这1000万里面有多少是给我们基地准备的？经过高层的研究，一致决定第一步先给你拨500万美元，作为基地建设的启动资金，后续部分从之后的外汇里持续调拨。也就是说，想要快点拿到后续的资金，你们的那台制造钻石的机器可不能停啊！我看还是停了吧。怎么，机器出问题了？本来钻石就不是稀缺资源，而是被某些西方公司垄断才卖这么贵的。这一次咱们又一下子卖了这么多，西方的奢侈品市场一定会饱和一阵子，钻石的价格这一阵子也一定会疯狂下跌。要是咱们接着卖，很快这东西就不值钱了。你说的倒是在理。陈大将还是觉得有点可惜，毕竟如果不卖钻石的话，还从哪里这么容易赚到外汇呢？陈总放心，至于赚外汇，我早就想好了一条既能赚大钱又能一直做下去的买卖了。什么买卖既能赚大钱还能一直干下去？陈总，我想问您一下，在战场上除了武器和粮食之外，最重要的是什么？除了粮食和武器，你是说？陈大将略一沉思，下一秒眼前一亮道：药。不错，就是药。人吃五谷杂粮就不可能不生病，任何时候药都不缺销路。当然一开始咱们不可能什么药都研制，咱们要做的第一款药，我选择的是盘尼西林，也就是青霉素。方宇之所以将盘尼西林作为他制药开端的首选，也不光是为了赚钱，还因为此时龙国和漂亮国的战争，导致龙国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封锁，没有人敢向龙国出口盘尼西林这种药品，而且就算有人敢卖，价格也是极其昂贵，根本无法应付大部队的消耗。方宇，你的想法是很好，我也很认同。在你之前，咱们龙国也有科学家研究出制造青霉素的技术过，但最终也没有进入量产阶段。而更便捷、提取率更高的技术，一直都被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想要突破难于登天呐。陈总，这您就放心吧，别的不敢说，只要您能批准我的计划，1个周之内我就能量产80单位的青霉素，一天能够产出产量大概能达到1-2吨。一天制造1-2吨青霉素，别说是出口，就是拿来当饭吃都没问题啊！方宇，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能批量生产青霉素？军中无戏言，何况我方宇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吗？对于产量已经是往保守里报了。如果按照系统给的设计图制造出青霉素提取机器全力开动，那么每天提取10吨也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青霉素在国际上的价格是一支80单位的针剂6美元，80单位的青霉素只有0.48克，一天能够制造1吨青霉素的话，那也就代表着一天就能生产出200多万支针剂，全部出口的话，那就是1200万美元。陈大将算到这里的时候，整个人再一次愣住了。这小子不光是龙国的武器设计师，这 TMD 简直就是财神爷啊！别的不说了，我现在立马回帝都跟大首领他们汇报，3天之内这个计划我一定给你批下来，你就好好等着吧。1个月之后，龙国海军指挥所。什么？方宇这小子真的把船给做出来了，现在正在海市等着我们去接收。不得不说，此时的姜朝阳的心情十分复杂，毕竟3个月就能建造完成的战舰能是什么好东西？能漂在水上不沉，那就算不错了。但同时他心里又隐隐有点期待。首长，您看我是该怎么回复他们啊？去，告诉他们，咱们一定去。待会接上301所的李局，咱们立刻走。最多不就是空跑一趟吗？怕什么？王长海、赵泽成，你们不去监督新基地的工程进度，在这干什么呢？听到李定远的声音，人群里的那2个身影明显全身一震。哟，这不是李局吗？什么风把您老又给刮来了？那什么，我们这也不是偷懒，今天这不是方宇刚刚造好的船海市吗？我们都是来给他加油鼓劲的。这位是？这位就是咱们龙国海军总指挥姜朝阳姜上将。今天我们来的目的跟你们一样，都是来看方岳海市的。俺的娘啊！姜总指挥竟然来俺们这个小地方了，真是让俺们这蓬荜生辉，腾格生辉。行了，别搞这些虚的了。方宇他人呢？还有他造的军舰在哪？我怎么没瞅着呀？
他刚刚向海上看了很久，却没发现任何船只的踪影。难道方宇这小子真的是拿假消息在骗自己？回来了，方宇的船回来了。江朝阳也随着声音看向了海上，但不看还好，当他真看到了海上那艘船后，却气得差点连鼻子都气歪了。碧波之上，一艘银灰色的军舰破浪来，在阳光之下折射出肃杀的光芒。云身之上，导弹发射器、重机枪、防空武器一应俱全，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这一切都看起来十分完美，但唯一让江朝阳忍不住想爆粗口的是，这艘船是不是 TMD 太小了点吧？怪不得这小子敢向自己保证3个月内能造出一艘军舰来，原来是造出这么一个袖珍的玩意来。早就该知道，不应该相信这家伙。什么叫嘴上没毛，做事不牢？但江朝阳都不得不承认，方宇造的这艘船看起来十分先进。02导弹艇虽然艇长只有可怜的42米，排水量也只有220吨，却是采用了最先进的高速双体穿浪体的构造，让02导弹艇的航速达到了惊人的50节。你们给我把方宇这小子喊上来，我要亲自问问他究竟是在搞什么鬼。江总，您稍微息怒啊，我觉得方宇之所以这么做是有他的苦衷的。苦衷？他有个屁的苦衷！但凡他能把这船造的稍微大一点，也能把我糊弄过去。可现在呢，这是什么玩意？这么小的船能打仗吗？别说打仗，就算风浪大点，我都害怕他翻喽。一阵尖锐刺耳的警报声忽然响起，紧接着一个个的脸上都露出了如临大敌般的表情。有敌袭！听到这个声音，就连在盛怒之下的江朝阳也瞬间清醒过来。2长1短，不是空袭，也不是地面的偷袭，敌人来自海上，莫非是光头海军的舰队？老少爷们们，听我的命令，把厂里一切能用的家伙都抬来，朝着海上那些军舰打，转移这些王八蛋的注意力，给方宇争取逃回来的机会。别怕浪费，给我使劲轰他奶奶的！不过了，今天咱们就算把家底打光，也得把方宇给救回来。听到王长海的动员之后，不光是10几门刚刚从生产线上组装好的重炮，甚至就连50多个肩扛式防空导弹都扛来了。而不少没有找到重武器的员工，甚至直接抓起手边的突击步枪，数十枚炮弹飞快地掠过海面，轰然激起新鲜的白色。紧接着，海水不断从天而降，海面上宛如在瞬间起了一层薄雾，将那几艘军舰的身影遮得严严实实。江总，您说咱们这是打中他们了吗？不知道，看不清楚。海面没有参照物，射击方位不容易确定，本来就很难打中敌舰。就算侥幸打中，以我对这些战舰的护甲的了解，恐怕也不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太大的伤害。射击不要停，同时快点让通讯兵联系方宇，让这小子快点撤回来。几道火光飞速掠，几门重炮瞬间4分5裂，变成了一堆燃烧着的废铁。不用看江朝阳也知道，这是敌舰对刚刚的轰击做出的反击。看到这一幕，江朝阳血贯瞳仁，牙眦剧烈。如果不是为了救方宇，他江朝阳这辈子都不会下这种命令。怎么还没有联系上方宇吗？报告首长，联系上了。联系上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联系是联系上了，不过不过什么？方宇说他不回来，同时要我们尽快撤离到安全地区。他还说，敢犯我龙国者，必诛之。什么？这混小子，他究竟是要干什么？方宇这家伙不会是真的想用他那艘小船去跟人家一个舰队对轰吧？这群该死的王八蛋，不把他们都送到海底喂鱼，我今天就不信放。学长，总部又来消息催咱们撤回港口隐蔽了，现在敌众我寡，我看咱们就听从命令，先撤吧。如此枪林弹雨之下，方宇还站在船头，实在是太危险了。万一有流弹不小心打中他，后果不堪设想。这是龙国的领海，我为什么要撤？该滚的是他们。几名正在操纵战舰的技术员被方宇充满怒意的声音吓了一跳，都猛地抬头看向他。同志们，100年之前，我们的海军先辈即便军舰不如对方，依然能喊出壮臣基业，敢与之同归于尽。10年之前，就算龙国无战舰可用，大首领也庄严地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而现在，这艘船你们全程参加了建造，自然知道它有多强。有这么一艘战力远超对方的战舰，如果还要撤的话，那咱们还能算是龙国子孙吗？我当然知道这艘船有多强，可学长，咱们这艘船还是第一次海试，万一出现什么纰漏，没有万一。今天无论谁劝我，我都一定要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今日敢犯龙国海疆者，我方宇必击而破之。你们愿意跟我一起来吗？距离海岸线7、8海里的海，几艘光头的驱逐舰正如大地水灾，悠哉悠哉的沙滩阵地。他们也丝毫不用担心龙国的军舰会对他们来以突然袭击。作为这支舰队旗舰的舰长，
禽兽百无聊赖地看着海滩上那些负隅顽抗的龙国士兵。真不知道这群人脑子是不是坏掉了，竟然傻到用陆炮跟我们舰炮对轰，这就是龙国部队的军事素养。看来传言是对的，龙国那群人之所以能战胜咱们，都是靠着背后有毛熊国撑腰。现在他们跟毛熊国撕破脸了，就把他们真实的作战水平给暴露出来了。谁说不是呢？100万人打赢400万人，要是背后没有毛熊人，靠他们自己能做到？笑话，这几个月咱们也袭击了不少地方了，都没遇到什么有效的抵抗。看来龙国人真实的作战水平根本就不堪一击。我看咱们也别继续晃荡下去了，索性玩个大的，直接奇袭龙国帝都，把龙国的那群高层一股脑的都抓回岛上，到时候委奏高低不得封咱们几个大元帅玩玩吗？是啊，等咱们真的反攻龙国成功，你老秦怎么着也得是个东北王。至于我嘛，也不挑，给我个齐鲁也就够了。老秦，你们别 TM 聊了。舰队5点钟方向发现不明船只，注意警戒。不明船只在龙国沿海能遇到什么不明船只？不就是龙国的军舰吗？就当海面上的薄雾慢慢散去，露出那艘不明船只的真正样貌。禽兽却是直接愣住。这 TM 也叫船？报告长官，对方的船只停下了，并且正在向我们打旗语。他这是什么意思？莫非这艘船是龙国自己研发的战舰，而现在出现在这里，是想向我们投诚？快点翻译！亲我，海疆杀我，战友罪无可恕，耶稣也留不住你们。我说的方也。哈哈哈，这小子是的失心疯了吧？凭这么一艘小船也打算干咱们打？点，太点了！这就是典型的龙国人，真把之前的战绩当成自己的本事了。笑死我了！就他那艘小船，我转个弯扬起的浪花都能给他打翻了。哼，就算咱们停在这里不动让他打，就凭他那2把破机枪，怕是连咱们的装甲都打不破吧？行了，快点把他收拾了，咱们好继续北上。一根长达4、5米的圆柱体猛地从古怪小船的船侧长方形筒子里急速弹出，在依靠惯性飞出10几米远之后，尾部顿时喷出一道淡蓝色的火焰，如同一道蓝色闪电，直接朝着舰队最右侧的那艘驱逐舰溅身而去。兄弟们，快醒醒！不要被他吓住，快速散开！对面的火力虽然离谱，但他到底只是一艘小船，不仅弹药有限，而且护甲单薄。咱们只要拉开距离跟他对射，这艘破船就没戏唱了。兵力的对比是4比1，优势在我，优势在我。学长，对方把我们包围了，咱们现在怎么办？反正咱们已经击沉他1艘战舰了，也算给同志们报了仇了。要不就先撤退，暂避其锋。撤退是不可能撤退的，只要这群杂碎还在咱们的海疆，我就不能退却，给他们继续打旗语，投降不杀，否则别怪我送他们去喂鱼。接收到旗语之后，光头军的几名舰长感觉自己都快要被气疯了，这家伙也太不把自己当人看了。听我命令，启动船上所有武器，不计任何代价全力发射，给我干掉他！这小子怎么就不知道见好就收呢？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已经大局已定的时候，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情况忽然发生了。在一片炮弹激起的水，方宇驾驶的那艘022导弹竟然破浪而出，如同一只银灰色的蛟龙，一番闪钻腾挪之后，丝毫不费力，竟然将所有炮弹与机枪子弹全部躲开了。看到这一幕，禽兽直接僵在了原地，脸上得意的笑容也彻底凝固下来。这怎么可能呢？这船再怎么小也有40、50米，怎么可能做到比渔船还要灵活？这种机动性，这 TM 还是船吗？在如此短的距离，如此密集的火力覆盖之下，还能一发不落的全部闪开，别说是神仙，就是天王老子他也做不到啊！各位，龙国的这艘军舰实力远远超出了我方的预判，我有预感，如果咱们不拿出鱼死网破的劲头，搞不好会被他一艘艘的吃掉。秦总指挥，你就说吧，要我们怎么办？我们全听兄弟你的。对，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直接跟他拼了。那艘船无论是火力还是机动性，都远超咱们的船，唯一的弱点恐怕就只有它的护甲和速度了。禽兽在此时竟然表现出一点临危不乱的气势，镇定地分析道：看来我们只能凭借速度和船身大的优势来对付他。听我命令，4艘战舰列为一排，拼着被他击中几发，直接撞沉他。虽然这样做咱们的船也会受损，但总好过在这里被全歼。好，就听秦总指挥的，看我不撞他个粉身碎骨，给兄弟们报仇。几艘驱逐舰迅速河流一出，相互之间并列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长达100米的舰墙，如同一道巨浪般朝着方宇急速冲了过去。好家伙，想跟我玩我舰奉命撞你舰这套，你们也不撒泡尿看看，你们配吗？看到4条巨大的驱逐舰如同巨浪一般向自己袭来，方宇脸上没有丝毫的紧张之色，将控制台上的拉杆直接拉到了极限，2台高性能的柴油发动机爆发出巨大的咆哮声，刹那之间，022导弹艇便化作了一条银灰色的汤。
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直接一个加速，把4条驱逐舰狠狠地甩到了身后。加速，给我加速追上他！舰长，咱们的船已经马力全开，到达极限航速了。那艘战舰的航速达到了50海里每小时。从进入到这片海域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已经接近崩溃了。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一艘什么玩意？打又打不过，追也追不上，就连同归于尽对方都不给机会。舰长，那艘战舰撤退了，咱们得救了。就在他们还没高兴几分钟，方宇驾驶的那艘022导弹艇却如同海上幽灵一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跟方才那枚一模一样的人破空而出，如同一道天降雷霆般，直接从天而降，砸进了其中一艘驱逐舰。甘霖娘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不是告诉我他撤退了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后面？报告舰长，咱们的雷达上真的没有他的信号啊！就在此时，那个令禽兽毛骨悚然的声音再度响起。抬头间，那圆柱体的武器又干飞了自己的一条驱逐舰。禽兽醒悟过来，自己只要再多犹豫一回，恐怕自己的整支舰队就都会葬送在这里。撤退，立刻撤退！站在海岸上观看这场海战的姜朝阳等人，此时都被震惊的愣在原地，连下巴都快掉下来了。方宇研究的这艘不到50米的小船，竟然在以1敌5的情况下反杀了3艘，还逼得剩下的2艘驱逐舰落荒而逃。这要是谁出去，没有人敢信吧？解气，实在是太解气了！方宇牛逼呀！有了方宇研究的这款战舰，我看以后谁还敢随意入侵我龙国海疆？美国佬来了也不行！我说的，哈哈哈！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方宇会就此见好就收，返回港口的时候，等等，方宇的船怎么越来越远了？我操，他没有返航，而是直接朝着那2艘船追上去了。他这是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呀！快看，方宇的那艘船没事，他们还活着。我操，真是方宇他们竟然一点事都没有！这小子真他妈神了，神了！我明白了，这群龙国人的船根本不是人类造出来的，这是妈祖亲手打造的战舰，这我还打个鸡毛啊！你舰已入侵我龙国海疆，对我国人民和财产造成了无可估量的破坏。现在，我舰命令你舰放下所有武装，无条件投降，否则我舰将毫不留情将你舰就地消灭。10几分钟之后，众人在港口等待着方宇的胜利凯旋。在众人翘首以盼的目光里，一艘军舰的身影过入。这艘船怎么这么大呀？不像是方宇造的那艘船，反而好像是光头的军舰。一艘体型较小的军舰的身影打消了所有人的疑虑。原来前面的这艘光头的军舰是被方宇给逼回来的战俘。好，方宇，你做得好，是我看走眼了，我愿赌服输，明天我就回帝都给高层写辞呈。这个海军总指挥我不干了，从今往后，我姜朝阳就是你的小徒弟，给你打下手。啊，这都哪跟哪呀？小方别听他发疯，姜朝阳这家伙就是爱开玩笑。我可没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您的心意我收下了，可给我当学徒就大可不必。且不说龙国海军还需要您去指挥，就以您这资历给我当学徒，我还不得被您的部下和学生给活撕了呀？所以您就安安心心的做您的总指挥，我就谢天谢地了。就是别的不说，就你这笨手笨脚的去给方宇做学徒，不光帮不上什么忙，还只会给方宇他添乱。所以你就好好的当你的海军指挥，别去给人家帮倒忙了。行，既然你不用我，那我就不去了。不管怎么说，方宇你这次可是帮了我龙国海军大忙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们海军的恩人。要是你不嫌弃，从今往后也别叫我什么姜总了，就直接叫我姜哥就行。从今往后也别在这小地方待着了，跟哥到海军。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们海军的人。无论要研究什么，我们海军都全力支持你。怎么样？我呸！姜朝阳，你好大的脸啊！就这么几句话就想把小芳从我这挖走，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配吗？告诉你，小芳将来可是要代替我和老刘，成为下一任301所局长的人，想从我这把人抢走，你做梦去吧！老李头，我看你年纪大，才叫你一句李局。不过你要是这么不懂事，那我就不给你面子了。小芳既然认了我这个江哥，那么就是承认了是我们海军的人。你要不服，咱们去大首领面前分辨分辨。姜朝阳，我怎么没看出你竟然这么无耻啊？老李头，咱们彼此。那个，两位你们是不是忘了点事情？大首领和吴总已经批准了我建造现代化的军工厂，所以我哪都不会去，只会待在这里。两位前辈的好意，我心领了。原来自己2个人争了半天都是白费力气，人家方宇早就有地方去了。方宇，别的先不说了，江哥想问你，刚刚你撞向那艘驱逐舰之后，究竟是怎么做到毫发无损的从里面跑出来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因为我在制造这艘导弹艇的时候，使用了一种先进的特种钢。这种特种钢是我用最新的技术研发的，力学强度大幅增加，基本上达到了现役驱逐舰船体强度的 2.5到3倍。而且这是第一艘样品，我还在它的舰首特意增加了防护钢板，所以我才能轻松的将对面那艘驱逐舰撞成2半。方宇，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回答？李局有什么问题就问吧，跟我客气什么？刚刚你在海上跟那几艘驱逐舰交战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他们的军舰上都有雷达，可为什么他们却没发现你，让你轻轻松松的就绕到他们身后？莫非这也是你刚开发的新技术？对呀，这我也想问你来着，没想到被老李头给抢先小方啊！怎么说，我们都是好哥们，跟我们就别藏着掖着了。你这艘船还有什么秘密，一下子跟我们说完，也让我们这2个土包子开开眼。紧接着，他就把022导弹艇的全部参数，包括自己新研究的反舰导弹等等，一并告诉了李定远2人。反雷达隐身舰体、隐身涂层、传浪性双体船，仅仅是一艘不到50米的小型战舰，方宇究竟鼓捣了多少黑科技在上面？小雨呀，听你这么一说，这艘船用了这么多新材料和新技术，那一定很贵吧？你也知道，咱们龙国刚刚建国不久，哥虽然是海军总指挥，可手里没几个钱，你这船我能用得起吗？放心吧，江哥，我这艘导弹艇主打的就是一个量大管保造价，只有漂亮国这些驱逐舰的1/10左右，这还仅仅是制造这台样品的价格，如果是批量化制造价格就更低了。总之，我是不会让你破产的。那感情好哥，就算再穷，几百万的军费还是有的。小雨，你回去就给你江哥来上20艘导弹艇。有了这些船，别说是光头的海军，就算是漂亮国的第7舰队，老子也敢跟他拼上一拼了。呵呵，江哥你也别太冲动，现在还不到在海上跟美国佬决战的时候，这些022导弹艇当做近海的防卫舰是足够了，但要让他们在深海跟航母作战群打一场，还是太为难他们了。不过你放心，不出3年，我一定为咱们龙国海军打造出一支真正能纵横7海的无敌舰队。到时候别说是一支第7舰队，就算是美国佬把他的所有舰队都调来，咱们也能把他们统统送进海里喂鲨鱼。好，有小雨你这句话，我这个龙国海军总指挥就算是有盼头了。在继续寒暄了一阵之后，王长海邀请江朝阳和李定远一行人一起回军工厂，一起吃顿饭庆祝一下。饭就不吃了，海军总部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处理呢。何况光头那边忽然联系不上自己的舰队，一定很快就会知道全军覆没的消息，说不准恼羞成怒之前又会派人骚扰咱们的龙国的海疆。我必须立刻赶回去，预防这类事件的发生。军工厂这边我就不多待了，正好坐着这2艘船回去就行。小雨，这次咱哥俩见面的时间太短，等下次你到帝都，江哥请你吃烤鸭。在军工厂一群人的送别之中，江朝阳和李定远坐上了那艘俘获的驱逐舰，带着082导弹艇飘然远去。我对你成功的前景并不抱什么期望，这么多人都在盯着这棵摇钱树呢，要是就这么被你轻松的搞定，我们这些医科生还不如都去跳海算了。在将那个培养皿放到显微镜下观察之后，江河惊讶地发现，这些刚刚提取出来的青霉素，非但没有如自己之前做过的实验那般迅速死，反而开始不间断地迅速繁殖起来。成了，真成了。江河同志，听你的意思，咱们这是成功了吗？不错，咱们成功了。棉籽饼和玉米淀粉的确能当做玉米原浆和乳糖的替代品培养青霉素。1周后，帝都龙国商务部中，你是说你去了不到1周的时间，就跟方宇把量产青霉素给搞定了？确切的说，是在我去的第1天就搞定了。你确定吗？那可是青霉素，不是别的药。老师，你没听错。不光如此，在第1天方宇研究出青霉素的量产技术之后，我就开始对这些药的安全性与疗效进行了测试，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青霉素对病菌有非常好的抑制效果，甚至超过了国外头内产品的疗效，完全可以进入临床试验。这个方宇简直就是个医学奇才啊！史叔叔，之所以方宇让我来找您，就是想让我跟您聊一下关于青霉素出口的事情。小何啊，现在是特殊时期，咱们龙国有20多万战士正在与漂亮国打仗，对于青霉素的需求缺口也是相当大的。我觉得，就算是青霉素的生产线搭建起来，也应该先满足龙国国内的需求才是。我们自然不可能为了赚钱就不顾前线将士的死活，青霉素的出口一定是建立在满足龙国国内需求的情况之下。如果你们全力生产的话，1天的产量有多少？如果我们全力生产的，1天可以生产10吨青霉素针剂。多少？后生可畏，真是后生可畏啊！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现在国际市场上1支青霉素的价格可是达到了6美元，咱们的产量这么大，1天赚它个几千万美元，还不是轻轻松松？我下午就去联系其他国家的大使馆谈这件事。
等下，史叔叔，方宇来之前跟我说，咱们的青霉素不能跟国际市场一个价。那咱们该卖多少？方宇说了，这第一批青霉素白送。白送？萧何，你没听错吧？这么好的青霉素白送，这样咱们还怎么赚外汇啊？方宇说：“这是什么？要打造品牌效用。”他说：“现在市场上的所有青霉素药剂都被西方国家垄断了，如果咱们一上来就卖的跟国际价格一样贵，对方肯定不会买咱们的。毕竟对于免费的东西，很多人都不会选择拒绝，这是人性。到时候龙国产的青霉素的品牌就彻底打出去了，咱们就再也不用为销路发愁了。”方宇这小子脑子真够灵的，我怎么就没想到还有这一招呢？这家伙不光是在武器设计和医药上有天赋，对于商贸也了解得这么透彻。狂赚2个亿的2周后，史部长，我是法基国的外交官卢卡斯。我知道您不喜欢寒暄，所以我就直截了当的说了，我这次来的目的很简单，我们法基国想要代理龙国所生产的青霉素在欧洲的销售权，不知道贵国愿不愿意和我们合作？想要我们龙国青霉素的销售代理权？我记得贵国和我国尚在交战状态吧，咱们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你的这个合作要求是不是唐突了一些？现在在叛国跟贵国交战的那些，只是我国的外籍军团而已，本质上只是一群雇佣兵，他们参战与否，并不代表我国的对贵国的态度。至于建交问题嘛，在我们知道新龙国成立之初，就准备跟你们建交，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耽误了而已。什么某些原因？无非就是不想得罪漂亮国而已。如果你们肯将青霉素的销售代理权委任给我们法基国的话，我们不光会撤回在北棒战场上的外籍军团和跟龙国建交，同时我们也会将一整套军用卡车制造技术赠送给贵国作为谢礼。漂亮国不是你们的盟国吗？找他谈不就行了？自从2战以后，漂亮国抓住时机，在欧洲展开了马歇尔计划，名义上是为了支援我们战后重建，实际上则是为了趁机控制我们这些欧洲国家。所以，我们法基国必须率先站出来，抑制漂亮国对欧洲各国扩展自己的影响力。而第一步就是率先摆脱欧洲民众对漂亮国药品的依赖。原则上，我们基本同意你们的请求，无论是两国的建交，还是青霉素的欧洲代理权，我们都可以给你。上帝啊，我亲爱的龙国朋友，你们实在是太慷慨了。你先别急着高兴，虽然我们同意了贵国的请求，但是关于交换条件，咱们还需要再协商一下。对于这次合作，我们法基国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了。你知道一整套军用卡车制造技术的含金量吗？用你们龙国的古话来说，你们不要太得寸进尺。军用卡车制造技术很牛吗？把条件变更一下吧。你们在非洲的矿产资源，只要你们肯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卖给我们，我们的合作就达成了。你们赢了，亲爱的龙国朋友，从此以后，我们就要站在阳光底下，光明正大的和你们一道迎接漂亮国的怒火了。我操他奶奶的！这群闭洋的美国佬，仗着自己有几辆破坦克，就这么嚣张。1个月前，龙国成功解放南棒国首都韩城，一战击退了漂亮国2万人。威震世界，漂亮国便变成龙国强悍的战力。从一开始正面作战，改成了用小股精锐坦克部队对龙国驻扎在此的部队进行不断的袭扰。不行，不能再这么被动挨打下去了，给我准备飞机，我要回国。几个小时之后，东北军工厂看清了周围的一切，却有些怔住了。我要去的是东北军工厂，你这是给我干哪来了？这还是在国内吗？报告司令员，已经确认过了，咱们没飞错，这里就是东北军工厂。就在不远处，一排排巨大的钢结构厂房拔地而起，一眼望不到头。这真是东北军工厂？这不是宋司令吗？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小子行啊，这么短时间不见，鸟枪换炮了。这里能有今天，这中间也少不了宋司令您的提携。要是没您，也就没有东北军工厂的今天。行了，咱们就别在这互捧了，我找你可是有事相求。宋振华滔滔不绝地向方宇倒起苦水来，在把一切问题都说完后，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咱们只能被动挨打的局面扭转一下？宋总，别着急，咱好歹也是军团司令，至少要维持下大将风度。大将他奶奶个找！你小子也别给我打马虎眼了，有办法就有办法，没办法我就回帝都找其他人想辙。本来就是想跟你开个玩笑，没想到宋总你这么不识逗。很简单，能解决坦克的只有另一辆坦克。听你的意思，难道你要造坦克？龙国的第一台制式坦克我已经造出来了。在2战时期，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弱的最关键的数据，就是该国有多少先进的坦克。我知道这件事发生的太过突然，你一时之间接受不了也正常。这台坦克的零件今天基本就铸造完成了，
明天就可以组装起来。宋总，您要是不着急的话，不妨在厂里住一晚，明天亲眼看看不就得了？不着急，我一点也不急，不就是1天吗？我等得起。您这是昨晚1夜都没睡。宋总，我知道你激动，但也不用这么激动。昨晚我一闭眼就想起你说的话，就幻想咱们龙国自己制造的第1台坦克究竟是什么样子。方宇，我好歹也是你的长辈，按辈分你也该叫我生叔。你实话告诉叔，你昨天说你已经造出咱们龙国第1台坦克的事情是真的，不是在哄叔开心吧？反正天都要亮了，我也不睡了，现在就去安排组装。至于您直接到试验场等，只要坦克组装好了，我第一时间就开去给你看，可好？好，就这么说定了，你动作快点啊！方宇这小子到底行不行啊？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搞定，他不会是放我鸽子了吧？就在宋振华等的有些焦躁之时，他的脚底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一道独特嘶鸣声从远处传了过来。宋振华循声望去，果然见到不远处一辆被涂成迷彩色的主战坦克正朝自己驶来。当宋振华看清那坦克的具体模样之后，他整个人就好像突然被雷劈中一般，瞬间愣在了那里。他的双眼就像被什么东西勾住一般，死死地粘在那辆坦克身上，扒都扒不下来。这就是我们龙国自己制造的第1辆坦克，这他娘的也太漂亮了吧！眼前的坦克造型跟现役的任何坦克都有所不同，低矮的炮塔线条凌厉，结构简洁流畅，充满动感。炮塔周围围绕着一圈厚重的金属装甲，让人一看就充满安全感。至于那又粗又大的炮筒，更是充满了阳刚之气。别的不说，就凭这卖相，拉到战场上都不用开炮，就能唬住不少人。宋总，这大家伙我给您开来了，怎么样？现在该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吧？放心啦，放心啦，方宇啊，你这坦克的确是造出来了，不过你确定你造出来的坦克能投入到实战中去吗？不会开着开着就自己就突然趴窝了吧？放心吧，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我敢保证，我设计的这款坦克不光实战绝对没有问题，而且作战能力绝对超出你的预期。甚至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设计的这款坦克在这个年代绝对是世界上最强的坦克，就算你叫它一句陆战之王也绝不为过。陆战之王，不错啊，就是陆战之王。这台坦克就算是巡洋舰的护甲都能一炮轰穿，跟这门坦克炮比起来，虎式的88坦克炮简直就跟炮一样短小无力。看到方宇口吐莲花娓娓道来，宋振华却像是听到天书一般愣在了那里。虽然对于方宇话里的一些术语还无法理解，但宋振华也能从中明白了一件事：59式坦克强无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强，是那种可以站起来对着全世界的坦克说一声我不是针对某一个，而是觉得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渐渐的，宋振华眼中的迷茫被掩饰不住的狂喜给替代，还不等方宇说完，就迫不及待的想爬上了坦克，想要亲自感受一番这辆坦克的强悍。不好了，对面龙国的坦克没有被摧毁，他下山朝我们冲过来了。卧槽，咱们家坦克这么抗造的吗？硬抗3轮炮击竟然连点皮都没掉，刚刚他趴窝的时候，我还以为咱们死定了呢。你还好意思说？谁家好人连手刹都不松就直接轰油门了，还说是伏龙芝毕业的高材生呢？就这，要不是你这么大个集团军司令撇下自己的工作不干，非要来趟这趟浑水，我至于紧张之下连手刹都忘了松就轰油门，把坦克给憋死了吗？司令，接下来咱们的计划是什么？计划？咱都有这辆坦克了，还需要什么计划？当然是把这群狗日的美国佬全送上西天呗！快换穿甲弹，趁对方还没靠近，干掉他！一枚枚穿甲弹从希尔曼坦克的炮管中激射而出，直接朝着龙国的坦克几乎将龙国坦克的路线。这一刻，鹰将士兵都松了一口气。还没等鹰将这群人反应过来，龙国的那辆坦克虽而是直接不由分子炮，直直的朝漂亮国的坦克编队冲了过来。打中了，咱们的穿甲弹打中他了。可下一秒，刚刚燃起一丝喜悦的漂亮国士兵彻底懵了，自己引以为傲的穿甲弹飞到甚至连龙国坦克超前冲刺的速度都没有连回。别慌，就算对方的装甲和速度都比我们快，但至少我们还有数量优势。当年我在欧洲战场也见识过这种看似坚不可摧的坦克，虎式那么强，但最后还不是我们获得了胜利。不要怕他，上帝会保佑我们。突击！宋司令，敌人包围上来了，我看咱们是不是先脱离他们的包围圈，然后再凭借速度优势将他们逐一击破？谁知宋振华却根本不当一回事。
不怕，继续冲！方宇那小子跟我保证过了，这辆坦克全身上下他都安装了护甲，就算后护甲比不上前边，但也不是谢尔曼这种76毫米的小摔炮能击穿的，你们就放心吧。这个方宇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啊？竟然能让宋司令无条件的信任他，这可不是演习，如果稍微出一点差错，可就是车毁人亡的下场。就在韩卫国脑子转个不停的时候，一声巨响从坦克的左后方传来，紧接着整台坦克也跟着一阵剧烈的晃动。他娘的，这些美国老震的老子的耳朵都疼死了！小韩，你也别光开着坦克跑啊，老子让你来，又不是叫你来跟他们比速度的，开炮干他们啊！闻言，韩卫国如梦初醒一般，右脚下意识的就要踩下刹车，降低速度。小韩，你干啥呢？首长，我减速呢，只有先把速度减下来，才好瞄准啊。不用，方宇那小子跟我说了，这辆坦克不需要减速，也能直接开炮，在这个速度下直接开炮。首长，咱们先不说在高速移动状态下开炮能不能打得准，咱就是说，在这个速度之下开炮，那后坐力恐怕会让整辆坦克的零件都移位。不用担心，既然方宇那小子说了，就一定没问题，你就开炮吧，出了一切问题我都担着。听到宋振华明确的命令，将炮口准心对准了一辆谢尔曼身上，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按下了发射按钮，一枚从国坦克的炮筒中激射而出，巨大动能形成的冲击波让整座山坡都跟着剧烈抖动起来。最终，这枚穿甲弹的落到漂亮国最前方的一辆坦克身上。卧槽，牛逼啊！打对面的谢尔曼跟打孙子一样简单。看到这一幕，杰森最后的一点侥幸也彻底熄灭，整个人心态直接崩溃。指挥官，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不是说我们的坦克是世界上最好的坦克吗？为什么在龙国的这辆坦克面前，就跟纸糊的一样，一碰就碎，打又打不着，就算侥幸击中几发炮弹，也跟给人家挠痒痒一样？这仗到底该怎么打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被打掉一辆，咱们这边还有6辆坦克，6对1，我们还是优势的一方。还没等杰森把话说完，一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突然在杰森耳边响起，却发现另一台直面龙国坦克的谢尔曼也被龙国坦克轻松的轰成了废渣。撤退吧！报告司令，这群漂亮国坦克开始撤退了，咱们接下来要怎么做？那还用说，一个不留。咱们就别说让他们逃回去，咱们龙国能够自制坦克的讯息会不会泄露？就算是为了给那些被漂亮国铁王八杀死的同志们报仇，咱们也绝对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去一个。一个连队的漂亮国士兵和7辆谢尔曼坦克，就这么简单的干掉了。小韩啊，这次干掉漂亮国的这支机械化编队，你功劳不小。回去之后，我一定向高层给你申请一个1等功，你就等着提干吧。哈哈哈。我说实话，就算是换了其他同志来，只要开的是这台坦克，战果也是一样的。毕竟谁还不会捏菜啊？你小子怎么还谦虚上了？你那自诩龙国第一坦克手的傲气呢？怎么越打赢了，还越没底气了呢？就是因为赢了，我才没底气啊！只有亲自驾驶过这台坦克之后，才知道它有多恐怖。如果我和那些漂亮国士兵一敌而处，那就算我的驾驶技术再好，恐怕最后也逃脱不了被击毁的命运。宋司令，这台坦克真的是咱们龙国自己制造的吗？怎么，你还怕有假？那倒不是，只是这台坦克的性能实在太好了，可惜这台坦克没法量产。要是能量产，凑够3个装甲师的话，别说是打赢鹰将，就算是把他们从这泉推回海里，也不是不可能啊。是谁告诉你小子这台坦克不能量产的？我难道没有告诉你吗？这台坦克只是一台原型机而已，真正定型的型号综合实力比这台还要强，而且算时间，第一批量产的坦克应该已经下线了，说不定这时应该在运来的火车上呢。什么？这么猛的坦克能量产？3天之后，第一批次36台59式也被分为了3个装甲团，正式被排入了志愿军部队的序列之中。有了这些坦克之后，龙国和漂亮国之间的攻守之势立刻发生了逆转。谁他娘能告诉我，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1个周之内，你们损失了120台谢尔曼坦克，40枚155毫米重炮，还有几10万发子弹，还搭上了1000多士兵的性命。你们这些基层指挥官都是猪吗？将军，这其实也不能全怪我们，实在是龙国那台新坦克太强了。面对那台新坦克，咱们的谢尔曼根本对抗不了一点，甚至就连机动性都跟对方差了一大截。别说打，就连追都追不上。好了，我们已经开始筹措为龙国开辟出了第2条战线。一旦事情谈妥，第2战线开打，龙国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情况。相信我，我们彻底赢得这场该死战争的胜利的一天不会太遥远了。
大使先生，你的要求我来回答。就在刚刚，我收到了前方的战报，电报里说你们白象国的军队没有任何理由的入侵到了我们龙国的领土之内。不仅如此，还无视我方劝阻，在我领土之内修建起了一座哨所。对于你们这种行径，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这是我们龙国绝对不可接受的。我劝你们最好还是悬崖勒马，撤出我国的领土。说到这里，吴总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一双星瞳之中也爆发出一股冷冷的杀意。否则，我们将对入侵者发起最强硬的反击措施，勿谓言之不预也。你们好自为之吧。吴总的表态，自然也就代表了龙国政府的态度。看来龙国是要强硬到底了。很好，希望你们龙国在将来战败之后，也能保持这样的乐观。吴总连忙把消息报告给了大首领。白象国这次突然发难，一定不是忽然兴起，他的背后一定有人挑唆。我有8、9成的把握判断，挑唆他的人应该就是漂亮国。一南一北，看起来是2个战场，其实归根结底，咱们还是要跟漂亮国斗。看来这一阵子咱们在北边让漂亮国遭了不少罪啊，要不也不会把他逼得连合纵连横这种招数都学会了。依我看，这么大的事情，光凭咱们2个也拿不了主意，最好还是把同志们集合起来，开个会商议一下嘛。好的，大首领，我这就通知他们。我记得正好这几天东北军工厂的那个方宇同志也要回地兜，你同志开会的时候别忘了也跟他说一声，毕竟作为咱们龙国军工界的领军人物，他的意见也很重要嘛。现在谁还能说说，对于白象国对咱们在边境上的挑衅，咱们是打还是不打？闻言，方宇的身体猛地一震。果然白象国的事情被自己料中了，这群臭阿三到底还是没忍住自己的贪婪，朝龙国的土地伸出了爪子。自己早就准备好的那些东西没有浪费，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大首领，我觉得必须要对白象国的行为重拳出击。就像您说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咱们连漂亮国都打了，还差白象国这么个天头吗？而且，如果这次咱们认了，那周边的国家恐怕都会蠢蠢欲动，时时刻刻惦记着，想从咱们龙国身上撕一块肉。所以我认为此战必须打。不妥，现在的白象国就是一个饵，目的就是让咱们龙国陷入2线作战的窘境。虽然说咱们龙国经过这2年的快速发展，有了一点底子，但也绝对支撑不了同时进行2场国战。反正高原是片无人区，他们把10几万部队长时间放在那里，对于他们国力也是一种极大的消耗。白象国国内必然空虚，时间一长，西边的巴铁国一定会有所动作，说不定根本不需要咱们动手，就算他们没走，只需要北方的战事一结束，咱们就能缓出手来。听到这位大佬的话，在场的不少将帅都陷入了沉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事难办哟。我看咱们这些家伙都老喽，只会在这些旧有的观念里打转转。无论是战是和，说来说去都是一些老生常谈。既然都没有注意，咱们就听年轻人谈一谈，听听他的看法，好不呀？听到大首领的话，在场的所有人的目光再一次落到角落里的方宇身上。既然大首领要我谈谈想法，那晚辈就只能从命了。以晚辈浅薄的见识来看，白象国入侵我龙国高原这件事，我觉得还是要打，不仅要打，还要把白象国打疼，最好一战打出50年的和平来。他们知道大首领让方宇说话，绝不仅仅是听方宇喊几个热血的口号就罢了。你的意思是，大好啊，你倒说说你的理由是什么？众所周知，西部高原不仅是世界屋脊，又被称为牙洲水塔，几乎整个东亚乃至东南亚的河流源头都在此处。一旦西部高原被白象国占领，无论他们是在上游修建水电站还是大坝，龙国2条最重要的河流就会受到他们的钳制。万一到时候白象国的那群家伙在上游故意蓄水，然后不经意的破坏掉堤坝，那么我龙国身处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会发生什么？各位心里都应该很清楚。这第2点则在于西部高原的战略位置。俗话说高打低，打煞比，所以绝对不能让出来的。同志们，我知道你们担心战局易开，会因此破坏了咱们龙国好不容易才初步建立起来的根基。如果敌人已经对咱们亲门踏户了，我们还不做出反应，畏手畏脚，那我们跟前秦那群家伙有什么区别？龙国的百姓之所以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新龙国，就是为了挺直了腰杆子做人。如果我们这次畏缩了、退却了，那我们整个民族的脊梁就断了。我常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滞后，但一个民族的脊梁却是绝对不能被打断的。所以不要担心这些瓶瓶罐罐，打烂了我们还可以再造吗？好一个民族脊梁，绝对不能断。大首领说的太对了，白象国这群家伙想要趁着咱们龙国跟漂亮国交战夺我疆土，我绝不答应。是时候让白象国的那些三哥知道在东亚是谁爹了。在大首领的盖棺定论之后，对于白象国是打是和的问题，已经彻底得出了一个结论：打！不仅要打，还要把白象国打疼。就像方宇说的，这一仗要打出50年的和平来。
朝着射，射准点。我操，这么疼！早知道不装这逼了。我操，这小子挨了一枪，竟然什么事也没有。龙国将帅纷纷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双眼死死地盯在方宇身上，满眼都是不敢置信。诸位领导，这就是我方宇为此次对付白象国制造出来的第2件东西——凯夫拉防弹战术马甲。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叫它更通俗一点的名字——防弹衣。防弹衣，这轻飘飘的玩意也是防弹衣？这东西好啊！要是让咱们的兵都穿上这东西，岂不是天下无敌了？天下无敌倒不至于，理论上这件防弹衣挨上5、6发子弹也会被打穿。不过经过我们的研究，拥有这款防弹衣之后，降低70%的伤亡，应该问题不大。5、6发子弹才能被洞穿，我的老天爷呀！够了，足够了！这套防弹衣成本应该不低吧？这套防弹衣跟之前的棉服不同，用上了不少最新科技，一套的成本价大概跟一挺重机枪差不多，产量也比不上军用棉服日产那么多。以现在的产能计算，一天最多也只能制造300套而已。原本龙国的这群大佬以为这件综合素质如此优秀的防弹衣制造的费用恐怕得是一个天价，谁成想这么便宜，还一天量产300套，这岂不意味着龙国的军队真的能大规模的列装这套防弹衣了？方宇同志，你做得好，你做得好啊！你这件防弹衣一造出来，不知道多少龙国战士将会因此受益。我代替这些将士，真是要好好谢谢你啊！我方宇作为龙国人，为国创新本就是理所当然，当不得大首领亲自一谢。何况我的这些发明都是基于无数科研前辈的心血上改进而来，我不过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那个人而已。好了，小方啊，你还有什么东西就一起拿出来给我们看吧，别一个个的折磨我们了。一会金一会喜的，我们这群老头子的心脏可受不了。好，我就不藏着掖着了。诸位领导请看，这看起来只是一包十分普通的饼干，其实这是我特别研制的压缩饼干。压缩饼干这个词倒新鲜啊，方宇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跟我们说说你这压缩饼干到底有什么特殊吧。这100克压缩饼干能够提供给人的热量就高达500大卡以上，还可以有效的为人体补充丰富的糖分、油脂和碳水化合物，能够迅速增加饱腹感。哪怕是在急行军的状态下，一天只需要吃3块这种饼干就足够了。这样一来，将会大大缓解咱们在高原上粮食的运输压力。方宇，这些东西你都讲了，为什么唯独这最后一个箱子你连打开都不打开？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好东西，连我们也要瞒着？这其实也没什么，之所以不愿意拿出来，只是因为这里面东西还处于实验阶段，没有彻底定型而已。就因为这个，不是我说你啊，小方，你这是拿我们这群人当外人呢？就是因为在实验阶段，你更要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吗？说不定我们还能给你提意见什么的，总不至于你真把我们这群老家伙当土老帽，觉得我们不配看你的发明了吧？当然不会，既然如此，那晚辈也只能献丑了。一挺造型霸气到了极点的重机枪，就这么出现在了众位龙国大佬的眼前。这挺重机枪被3条结实的金属支架支撑着，通体线条流畅无比，枪身则如同一只咆哮嘶吼的苍龙，满满的都是科技感。这看上去也未免太先进了吧？方宇，这把枪也是你刚刚研制的新武器吗？研发进度到什么地步了？这把枪到底是模型还是能射击的样枪？各类参数都是什么？你快说啊！各位前辈，请稍微冷静一下。我说还不成吗？这把枪我也是刚刚制造出来，具体的各项数值都还没经过测试，其实就连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你这小子不会以为随便一句话就能敷衍了我们吧？哪能呢？我其实是想说，看各位领导这么有兴趣，那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咱们就一起把这把枪的测试做了，一定让各位把这把枪的性能了解得清清楚楚。这还差不多，快开始吧。这挺重机枪采用的是 12.7 毫米口径子弹，总长度为160厘米，枪管长80厘米，总体由三脚架和枪身本体组成，有效射程1500米以上，理论最大杀伤距离达到了2500米的同时，还有着每分钟400减600发的高射速。因为采用了 12.7 毫米口径子弹的缘故，在400米之内，这挺机枪可以轻松击穿20毫米以上的钢板，不光能对付敌方步兵，就连打对方的轻型步战车也是打一个不吱声。用来测试的靶子已经搭建好了，不同于测试突击步枪用的木头靶子，测试这款重机枪的靶子是用实心砖搭配水泥浇筑的。
重机枪调试好了，测试用的一切道具也已经准备好了。有没有哪位领导愿意自告奋勇来当这个试枪员，提前感受一下这把枪的威力的？我操，这火力真天猛啊！不是，靶子呢？刚刚那个用混凝土和实心砖搭建起来，那么老大一个的靶子呢？靶子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在张子上火发12.7毫米，被彻底。张总，作为这挺重机枪的首位试枪员，您对这把枪的感官如何呀？这把枪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稳。这把枪前5发子弹的散布半径应该在2米以内，在重机枪里已经算是很好的成绩了。它在1000米的距离还能有这么大的威力，我还没见过比它要好的重机枪。闻言，在场的龙国将帅们心中最后一块石头也彻底落地。方宇，这枪有多重？咱们可不是漂亮国，没有那么多机械化的后勤车辆可以用来运送武器呀。这挺重机枪的主要优势，并不在于它的火力强悍，而在于它的枪身质量非常轻。杀，这挺重机枪很轻，这不可能吧？各位前辈，这把枪的全重50斤，这把枪是由枪身和三脚架2部分组成的，所以理论上讲，它在运输过程中还可以把三脚架拆下来。也就是说，这把枪的实际重量其实只有18千克。18千克，36斤，以龙国战士的身体素质，完全可以扛着这玩意满山跑。既然方宇同志已经把自己带来的东西都展示给咱们看了，那么大伙是不是也该对刚刚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有个答案了？这白象国该怎么打，大伙心里都该有个谱了吧？大首领，不是我跟你吹，有了方宇这些东西加成，别说是用4、5万战士对付白象国那10几万人，就算你只给我3万人，我也保证能给你把他们全歼在西部高原上。你有这么大的优势，竟然还需要3万人才能搞定白象，你这越活越回去了。大首领，我请战，不需要3万人，您只要给我2万咱们的战士，我一定把白象指挥官的脑袋给您拧下来当夜壶。既然如此，吴总，你就替我写一封通告白象国，让他们尽快退兵，所有人员必须在半个月之内全部撤出龙国。半个月之后，如果他们还没有撤离，那就等同向我国宣战。到那时，我龙国全体官兵必将对入侵之敌展开一切必要的反击，势必将一切敢于入侵我国土之敌进行无情的全面消灭。什么？龙国竟然对我们下达了最后通告，我们半个月之内不撤出龙国的话，他就要跟我们打。是的，我亲爱的总理阁下，那群可恶的龙国人是这么跟我们说的。竟敢跟我们这个未来的超级大国交战，传达我的命令，所有白象国已经进入龙国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不准退却一步。再调派5个山地师过去增援，遇到龙国部队阻拦，直接开枪，直接将其歼灭，不需要任何警示，直接东进，占领龙国的川蜀盆地。10天之后，如果白象国的部队还不撤出龙国，就让自己带着手下的部队将对方全歼。如果命令是让自己带领手下这不到5万部队将白象国的部队驱逐出龙国，倒可以勉强一试，可让自己拿这些人将对方全歼。报告，方宇，怎么是你小子？你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有何贵干啊？你这边不是马上就要打仗吗？大首领让我给你送装备来了。你给我送装备，有意思。你一个武器设计师还管上后勤了？要是普通的辎重，帝都的那群老爷子肯定就不会放我来了。我这次给你送的装备可是有点特殊。走，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装备，还需要你这个龙国国士亲自来送。在看到堆积如山的物资之后，陈大将却瞬间傻眼了。能打游击的重机枪，能抵挡步枪子弹的防弹衣，带上2斤就能7天不饿的压缩饼干。有了这些东西，要是自己还不能靠着自己手里的队伍把白象国的那10几万部队给吞下，那自己这大将也别当了，直接回家卖红薯算了。次日清晨5点30分，几千名早已全副武装的龙国战士早已集结完毕，宛如一棵棵苍劲有力的松树般，在寒风中迎风而立。报告总指挥，龙国步兵第14师应到8853人，师到8853人，确认无误，请指示。这支龙国14师里面大部分的战士都不是新兵，而是经过3年解放战争的百战老兵。很好，军人嘛，就该有这个劲头。同志们，我这个人向来是不爱做什么演讲的，不过这一次我得唠叨了。我从22年投身革命以来，跟樱花鬼子干过，跟光头军干过，也跟美国佬干过。不是我这个人爱打仗，是这群瘪犊子就是见不得咱们龙国好，想方设法的也要把咱们这个好不容易新建立的龙国给抹去。为了祖国，我不得不拼命。而现在美国佬又在北棒围堵我们，白象国也要来凑这个热闹，侵占我龙国的土地。
这群狗娘养的，是想方设法不让咱们龙国人过上好日子，非让咱们过回之前那个又穷又被人看不起的日子。咱们为了身后的妻儿老小，为了咱们龙国的后世子孙，为了龙国4万万老百姓，再也不会过上之前那种日子。那就请你们和我一起，把这些该死的侵略者彻底消灭在我们的国土上，告诉所有敢对龙国心怀不轨的宵小，胆敢犯我龙国会是什么下？班长，前线发来信号了，那群白象国王八蛋果然没撤。嘘，闭嘴，都给我趴下，有情况。他娘的，总指挥不愧是总指挥，果然是料事如神。他让咱守在这，白象的人果然就从这摸上来了。一群乌泱的白象国部队正步履蹒跚的朝龙国基地的方向进军，全体都有，把武器都掏出来，准备好，听我的命令，准备开火。班长，难道咱们不用先去通知指挥部吗？来不及了，好在咱们这里距离指挥部不远，只要这边的枪声一响，指挥部自然会做出反应的。不过要以一个班的兵力拖住下面这几千人的部队，咱们这个班恐要付出不小的牺牲，甚至全军覆没都有可能。同志们，怕不怕？怕。班长，不是我吹，我都忘了怕字怎么写了。老子连美国佬的飞机大炮都不怕，害怕他一个小小的阿三？笑话。我听说那些龙国人在北棒连漂两国的军队都能打赢，实力相当强。龙国就算他侥幸在北棒赢了漂亮国几次，那也肯定是在毛熊国的帮助之下才做到的。现在他们又跟毛熊国闹翻了，凭他们自己根本不足畏惧。别忘了，咱们可是同时拥有英式训练和美式装备加成的，你说咱们白象国还怎么输？滴血。到有12冒如此努力如同台风一般袭来，轻而易举的收割着白象国的士兵，仅是片刻时间就打下了几百人。贾瓦拉更是吓得瑟瑟发抖，头都不敢抬一下。片刻之后，枪声戛然而止。那些龙国人没子弹了，你们这些下等人，快从地上给我滚起来，马上开始反击！谁敢后退一步，立个暗叛国罪枪毙！为了白象国的荣耀，都给我冲啊！同志们，快把手里的家伙收拾一下，咱们该转移了。贾瓦拉，你刚刚的命令是不是过于草率了？万一那些龙国人已经转移了，你派这么多士兵养功，岂不是白费力气？只要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一挺重机枪有多重，这10几个人根本无法背着这么重的重机枪转移。可是就在贾瓦拉信心满满的时候，一阵无比熟悉却又让人无比心悸的枪声突然从他们身后传了过来。反击！反击！绝对不能让那些龙国人占领迫击炮阵地，否则咱们就全完了。上百把汤普森冲锋枪同时射击，密集的子弹瞬间将那几名龙国士兵完全笼罩在其中。国栋，卧槽他妈的白象人！虽然知道一个班要拖延一个山地营7000多人难免会遭受伤亡，甚至全军覆没，自己也早已经做好牺牲准备。但当真的看到自己亲如兄弟一般的战友牺牲，王俊生依然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激进疯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李国栋已经死定了，此时本来已经摔倒在地的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慢慢悠悠地站了起来。我竟然没事，这不可能，明明打中了。贾瓦拉，不要再继续挣扎了，我们已经输了，快撤吧。输了？你说我输了？我一个山地师，7000多人的山地师，竟然被龙国的一支小分队就这么击溃了，这怎么可能？班长，你说这个三哥，看他穿的这身衣服，恐怕来头不小，这下咱们可是抓着大鱼了。啥？你再说一遍！你们10个人击溃了一整个白象国的山地师，而且还抓了对面的一个大官。陈总，这件事恐怕是真的。3个小时之前，我们听到基地周围响起枪炮声，就立刻组织队伍前去事发地支援。从我们出发到战场还不到半个小时，可当我们过去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现场只有他们几个咱们龙国的战士，剩下的就只有一些俘虏和2000多具尸体了。这10个人歼灭了2000多人，俘虏了1000多，甚至别说减员，就连一个受伤的都没有。这几个不会特么的是外星人伪装的吧？正在陈大将考虑着要不要把这几个人送到帝都，让方宇他们切片研究之时，首长，其实这功劳也不都归俺们。之所以能打这么大的胜仗，还得多亏了方宇首长给俺们造的那挺重机枪和身上的防弹衣。要是没有这些，别说让俺打赢这场仗了，恐怕俺们都没机会回来见您了。不管有没有方宇的装备，你们这次都立大功了。等这场仗结束之后，老子给你亲自颁一个大勋章。不过用10个人去冲7000人的阵，也就是你们运气好才没死，下一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以后再遇到这种事，你们可千万不要这么冲动了，知道了吗？
其实一开始也不想冲锋的，只想用重机枪把这群人吓走就成。可没想到，就3个军队这点实力，还敢不投降，甚至还向我们还击。俺们一时没压住火气，脑子一热，这不就冲上去了吗？姓名？姓名？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要问话的话，让你们的最高军事长官来见我。既然如此，那我就只能认为你是一个对我们毫无用处的普通白象国军人。正好我国东北地区正在进行开发建设，我会建议我的军事主官把你送到那里种土豆的。东北种土豆，战俘？为什么这几个再普通不过的词连起来，就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地狱感？贾瓦拉想到了西伯利亚，那群人现在还活着吗？求您千万不要把我送去种土豆，我配合，无论您提什么问题，我一律配合。哼，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阿三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这种狗屎性格。姓名？贾瓦拉。职务？白象国第74山地师师长。陈总，都搞定了。那个白象国的军官还没等我用刑呢，就全撂了。怎么听你小子话里的意思，对没用上大刑好像还很遗憾？那怎么会呢？我可是咱们龙国的5好青年，我才干不出用辣椒水灌他的鼻子，用烙铁烫他胸口，用牙签插他指头缝这种恐怖的事情呢。行了，别在这跟我扯犊子了，说正事。前线也已经传来了消息，在咱们强大的火力压制下，我军一战就击溃了对方的5个师，俘虏了8000多人，而我方仅仅是伤亡了不到300人，可谓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大胜。我代替咱们西部高原的全体战士，对你表示由衷的感谢。陈总，使不得。身为龙国人，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等回去之后，我一定给你请功。方宇，我这次之所以找你来，是想找你参谋一下。原本这群白象国人骄傲自大，敢主动出击，现在被咱们这么一造，终于知道了自己几斤几两，一下子变得畏畏缩缩，只肯缩在防御工事里坚守不出了。你也知道，咱们现在手里没有重武器，还不知道要磨多久才能把他们的乌龟壳全部撬开。都说你机灵，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们给引出来干掉？攻坚向来都是一个难题，特别是在没有重炮这种重火力的情况下，要用只有对方1/5的兵力，拔掉对方10几万人，也会付出了极大的伤亡。要不自己再制造一款如云爆弹这种即便携威力又大的单兵武器，可就算自己研究出来了，要量产也需要时间啊。瞬间，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中。陈总，你记不记得大首领曾经说过一句话？哪句？那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待会过去之后，不准说汉语，不准拿老乡相交，不准叫老乡三哥，不准喝老乡的水，特别是他们盛喝的恒河水，谁要是喝了，后果自负，都明白了吗？明白了，方首长。一支上万人的白象国部队从西部高原顺流而下，来到龙国与白象国的国境线上，又经过2天1夜的长途奔袭之后，这支部队就赶到了距离西部高原不过400公里的白象国首都德里。班长，这就是白象国的首都，咋这么畏呢？别问老子，老子也不知道。方首长千叮咛万嘱咐，不到最后一刻不让咱们暴露。你特娘的还跟老子说话，要是让这群白象人听到怎么办？听到就听到呗，反正就凭三哥这点战斗力，咱们这1万人的队伍足够横扫他8回了。你这么说倒也有点道理啊。贾瓦拉，你不是被龙国人俘虏了吗？为什么你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该死，这些根本不是我们白象国的部队，他们是龙国人。此人正是侥幸从那场伏击战刚刚逃回孟买贾瓦拉的参谋沙尔曼。下一秒，一阵巨大的爆炸声突然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在孟买的西南一道巨大的火球冲天起。那个方向，梵天啊，是弹药库！贾瓦拉，你这该死的家伙，你究竟跟那些龙国人说了什么？紧接着，他就感觉眼前飞过一道黑影。他奶奶的，这几天差点把老子熏死！同志们，看来西边潜入的同志已经得手了，第一任务已经达成，剩下的就看咱们的了。我宣布，去城市化行动正式开始，你们现在可以卸掉伪装，自由行动。记住，咱们这次行动的宗旨只有一条，那就是通过这次行动彻底打断白象国工业化的进程，至少在30年。同志们，有没有信心？保证完成任务。为了早日让白象国人重新过上健康、无污染、纯净、天然的生活，龙国将士迅速化整为零，消失在大街小巷之中。阻止他们，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他们！打电话给数位部队，让他们进城来剿灭这些龙国人。顿时一阵如同山崩一般的巨大爆炸，如同海啸一般席卷了整个总理府。完了，都完了！看到这一幕，赫鲁感觉自己的心在滴血。整个孟买时不时的就会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便会有火光冲天起，而那些火光升起的地方，无一不是白象国某类工业产品的生产园区。
报告首长，龙国西部军区第14师共计8633人，10到8633人全部集合完毕，请指示。同志们，你们做得很好，在你们的努力之下，我们已经遏制住了龙国西南边疆上这个未来敌人的发展道路。这一战至少将会为我国带来30年的和平。现在我宣布任务顺利完成，咱们可以昂头挺胸的回去见家乡父老了。传我的命令，全军立刻集合，放弃所有辎重与重武器，携带3天口粮与水，向边境进发。要赶在龙国部队跟大部队会合之前干掉他们。目标上钩了。混蛋，怎么开车的？有石头看不见吗？将军，路好像是被堵住了。忽然，一阵隆隆震战便从不远处传到了西蒙斯的脚底，而伴随着这道震战之声，还有一阵吱嘎吱嘎怪声。这是在2次战争，他曾经无数次的听到这如同死亡号角一般的声音。快趴下！坦克是坦克，快组织进攻！仓促之中，10几发迫击炮炮弹漫无目的落到了战场上，直接爆炸。有2枚迫击炮的炮弹竟然歪打正着，直接落到了龙国坦克上。而那辆被袭击的坦克，只是在短暂的愣了一下之后，直接把炮塔对准了迫击炮阵地的方向，一炮轰出。山谷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我军包围了，立刻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我们龙国优待俘虏。3个小时之后，10几万人的白象国部队化成了一条长龙，举着双手，垂头丧气地朝龙国基地走去。报告总指挥，这次战役的统计已经初步完成，我军总计抓获了俘虏114514人，同时抓获白象国兵团司令西蒙斯中将与其手下师长、营长合计233人。我军伤亡人数呢？报告总指挥，此战我军并无战士牺牲，只有3名战士受了轻伤，而且并不是枪伤，而是因为赶路扭伤了脚。俘虏11万敌军，抓住了敌军全部高级指挥官，同时还能保证我军毫发无伤。就算是大首领来指挥这场战役，也不过如此了吧？他娘的，老子好歹也是黄埔1期的，没想到今天让方宇这小子给我开了眼了。怪不得就连大首领都说江山代有才人出，难不成我是真的老了？你说西部高原那边从开始行动到现在也有7、8天的时间了，这几天一点消息也没传回来，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啊？应当不会，陈总是身经百战的老指挥官了。咱们在高原上的那些战士，又有方宇给带去的后勤装备做援助，打赢白象国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西部高原地形气候复杂多变，万一遇上什么天灾，方宇那个小伙子可还在高原上面呢，要是他出点事，可怎么得了哟？大首领，刚刚收到前线陈总发来的捷报，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咱们的前线部队吃掉了整个白象国入侵的兵团。实在是太好了，竟然以这么微小的代价歼灭了整个白象国的10几万部队。不光如此，把孟买的所有工厂都炸掉，毁掉了白象国的工业基础。这仗打的，就算是让虎帅这样的战术天才来打，恐怕也就只能打成这样了。什么？你说整个白象兵团都被龙国人全歼，就连西蒙斯将军也被龙国人俘虏了？那可是10几万人啊！就算是10几万头猪，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被全抓起来啊！完了，一切都完了。3天之后，一架军用运输机停在了帝都机场。吴总，我方宇何德何能，竟让您亲自来接机？您这是折我的寿啊！方宇同志，你这番话就太谦虚了。你和陈总可是这次对白象自卫反击战的大功臣，别说是我了，就是大首领都想来机场亲自接你。不过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这才让我来的。来，上车。大首领几天之前就盼着见你了。方宇同志，你知不知道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什么？大首领，您这是？1天之前，白象国外交部已经向我国致函，承认了对我国领土的无端侵犯，并无条件向我国投降，并保证将来永远不会重复同样的错误。这场会议既是用来庆祝我国对白象自卫反击战全面成功的庆功会，也是对方宇同志你的个人表彰大会。我个人的表彰大会？大首领，我哪配啊？众所周知，东北军工厂在方宇同志的不懈努力之下，已经成为了咱们龙国第1座现代化军工厂。81式突击步枪和88式重机枪的出现，以其卓越的性能、轻便的携带性，极大的填补了我军在制式武器上的缺失，还在咱们龙国工业基础如此薄弱的情况下，研制出了51式主战坦克和022式导弹艇，让我国第一次拥有了机动性与火力的双重优势。不止于此，方宇同志研究制造的青霉素针剂，更为我国创造了天量外汇。可以说，方宇同志可谓是居功至伟。接下来将由我亲自为方宇同志颁发81勋章。
大首领，我何德何能受此殊荣？我不过是做了每个龙国人都该做的事情，实在是受之有愧啊。小芳，以你的才华，如果是生在漂亮国或者毛熊，一定会有更大的舞台。而现在为了龙国，你抛弃了这一切，你委屈吗？不委屈，甚至不遗憾。为国铸剑本就是我辈的责任，我要凭自己的双手，在大家的协助下，创造出一个人人吃得饱、穿得暖、富足强大的祖国。我要让龙国重新回到整个世界之巅。说得好，少年当有凌云志，不负韶华行且知。好一个带领龙国重回世界之巅。经组织研究决定，应方与同志功绩卓著。方老弟，我让人欺负了。谁？光头。怎么打的你？飞机。上次给你的东西呢？2000米外打不着，我想干他。半个月，时间一到，你就来我的厂子，我一定给你拿出一套能把光头的飞机全揍下来的防空炮，这仇咱报定了。在我回来之前，海军总指挥江总跟我说，咱们龙国的沿海地区正在遭受光头空军的袭扰和破坏，上级需要我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研究出一款可以对付高空轰炸机的防空武器，这是我昨晚连夜赶出来的设计图纸，有什么问题和补充可以随时跟我提。没意见，方厂长您设计的这款高射炮已经十分成熟了。对，不仅完美满足了打下轰炸机的性能，而且制造工艺简单，能够大批量生产，现阶段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好，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老规矩，每个小组分别负责铸造不同的零件，10天之内我要见到样品。小芳啊，我还以为你说半个月给我做出样品是哄我开心，没想到这才13天，你就把东西造好了？难道就是这门防空炮啊？我说小芳啊，我没得罪过你吧？江总，何出此言啊？你为啥这么敷衍我呀？你看看啊，老李头他们要枪，你就设计出81和88式这种性能又好又帅气的枪来。前线的老宋问你要载具，你就给他造出一辆狂拽炫酷吊炸天的59来。怎么到我这了，你就设计出这么一门这么平平无奇的高射炮来糊弄我？你今天不给我个解释，可别怪我打电话到帝都向吴总他们投诉你。你误会了。我误会屁呀！你这不是区别对待吗？我不管，你今天不给我设计一款跟他们一样的新武器，我就赖在你这不走了。哼，不走了。老江头，你好歹也是个将军，就别在这丢人了行吗？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你要是再这样，你看我回去不跟我妈告你的状，让你是1个月阳台。嗨，那什么，我忽然觉得其实高射炮也不错，只要能打下光头的飞机，这就是一款好武器。方宇，你还愣着干啥？快给介绍介绍啊！我设计的这款高射炮，有效射高约3000米，有效斜距4000米，高射界可达92度，方向射界360度，双管理论射速1100发分，该配有榴弹一应俱全，可击穿90毫米厚的垂直装甲。你又糊弄我了不是？谁家高射炮的射速能达到1100发每分钟啊？你这都比机枪的速度都快了，你还说能在1000米的距离内击穿90毫米的装甲，这都快赶上反坦克炮了。这一梭子下去，别说是会飞的飞机，就算是坦克也会被它打碎吧。多说无益，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自然不就知道了。几名技术员立刻进入场地之内，对着这门99高射炮一阵鼓捣。原本呈45度角朝着天空的2根炮管缓缓挪动下来，渐渐的跟地面形成平行。就在江朝阳有些不明白方宇究竟是要做什么的时候，伴随着一阵大马力发动机的轰鸣声，一辆从战场上缴获来的谢尔曼坦克缓缓地开到了距离人群不到1000米的位置上。顿时，江朝阳有些明白了方宇的用意。就在此时，一阵宛如水如泻一般的炮猛地响彻在整个实验基地的上空，一枚枚高射炮弹仿佛不要钱一般，朝着1000米之外的谢尔曼坦克呼啸而去。每分钟1100发，只多不少。就在高射炮停止射击的同一时间，谢尔曼坦克砰的一声直接殉爆。好，方宇，你设计的这款高射炮可太厉害了，这威力简直超乎我的想象。有了这玩意，只要是吓死光头还敢派飞机来轰炸咱们，我一定叫他有来无回。江总，你刚刚不是还嫌弃这门高射炮不够狂拽炫酷吊炸天吗？嗨，也怪我当时只考虑参数和能不能打下光头的飞机来了，没有考虑到您的审美。我看我设计的这几门样品，就先供给不嫌弃他们的北棒前线吧。等我有功夫，再好好给您设计一款又帅气、性能又好的防空武器，您看怎么样？不用了，我看这门99式高射炮就很好，我不管。你答应了给我设计防空武器，所以这么炮就是我的了。别说是前线的老宋，就是天王老子来了，这炮我也不会让出去的。爸，你快下来，别在这丢人了行不？
不行，这次就算你把你妈叫来，我也绝对不会让我的宝贝高射炮离开我，除非，你让方宇立字据，保证这款99高射炮量产出来就先供给我们用，要不然，我就不走了。不走了。老头，你说你好歹也是个海军总指挥，你是真不嫌丢人啊？好了，既然江总你这么喜欢这门高射炮，那我就答应你，一旦量产之后优先供给给你们，这总行了吧？您年纪也老大不小了，就先从我这门炮上下来吧。切，早这么说不就行了，也省了我演这出。江总，你要的我给做出来了，那么作为回报，您看您下年的海军军费是不是多少拨我点？哟，方宇同志，你这才当上厂长几天呢，就学会吃拿卡要这一套了，竟然把算盘打到我海军军费身上，亏你想得出来。反正我就一句话，要钱没有，要是非得要，你看看我值多少钱，把我卖了补给你吧。行，没钱就没钱呗，你们的军费我不要了，答应给您的第一批高射炮，我也会如期交付。哦，你说的是真的？炮，我是肯定不会少了您的，这一点您放心。只是可惜啊，这跟99式高射炮配套的火控雷达，您是拿不走喽。啥雷达？雷达我是听说过的，但你说的那个火啥雷达，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具体有什么用啊？嗨，其实也没什么，这东西其实就是我在研制高射炮的时候顺手研究的高炮配件，也就是有了它之后，99式高射炮的首发命中率从一开始的不足10%提升到90%，同时还能自动瞄准了而已。我相信您手下的战士都是十分训练有素，有没有火控雷达的协助，区别其实不大的。你管命中率从10%提升到90%，这叫不大？方宇大者，你说的那个火控雷达造出来了吗？拉出来给你舒长长见识呗。东西我是造出来了，不过这玩意还是挺娇贵的，用一次就得保养一次，反正你也用不上，我也就不拿出来献丑了。到时候我问问宋总，他对这款火控雷达有没有兴趣？毕竟人家是陆军老大哥，预算充足，不像某些老头，不光白嫖了我的设计，还撒泼要赖的，非要第一批供给，你说是吧，江叔？对，大侄儿你说的对，那个老头真不是东西，连咱们家小芳的设计都要白嫖，实在是太可恶了。大侄儿，我刚刚考虑了一下，你这个长城军工厂刚刚建成，底子还薄，的确是需要我们这些兄弟单位的帮助，所以您是决定要把下年给海军的预算拨一部分给我们军工厂喽？钱一是没有的，不过作为兄弟单位，我们海军可以调拨一部分人手协助你建设新基地。大侄儿，你看这样你是不是能把你那台火控雷达拉出来给我瞅瞅了？既然江叔你都这么仗义了，那我再藏着掖着就不厚道了。同志们，快把咱们的火控雷达拉出来，让江总指挥给指正。不一会便开着拖拉机将火控雷达运了过来，而看到火控雷达之后，江朝阳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古怪的神色。方宇，这玩意就是你说的神乎其神的火控雷达，我还以为这么高科技的玩意怎么也得长得霸气一点呢。方宇没有反驳，只是撇了撇嘴，这才几天啊，这老头就走上颜值就是战斗力这条歪路了。怎么，江叔这是不相信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不太相信这个铁疙瘩会有你说的那么神。你说这玩意能提升高射炮的命中率，叔不懂技术也就不挑你理了。你说有这玩意以后，咱们的战士就不用机瞄，他就能自动瞄准了，这话是不是有点天方夜谭了？大侄子，你这东西不会是故意拿出来诓你叔援助的吧？方宇没有做出任何反驳，他向来的主张都是用事实说话，能动手就尽量不吵吵。再将火控雷达和高射炮连接，并同上电后，火控雷达开始不停地转动起来。看到这一幕，江朝阳此时心中也有了一丝嫉妒。这门99高射炮的炮管竟然开始自行地调整起角度来，不一会，冰冷的炮管就瞄准了空中那些崩得满天都是靶的。就在高射炮锁定了空中的目标之后，操作这门高射炮的技术立刻按响发射按钮。现在数不清的高射炮弹便像是不要钱力，狂暴地朝那些靶击起。大侄子，你简直太牛了，连这种黑科技的玩意都能造出来，你简直就是个天才。有了这门 PG99 高射炮和火控雷达，老子就再也不用怕他娘的光头偷袭了。我置身于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见证了从无到有一步步走向繁荣的历程，你却说我在这个世界只是死前幻想罢了，我看你是怕了。随着空中光头轰炸机编队的越来越近，魔都港口上的防空警报也越发刺耳起来。总指挥，您不能继续待在这，这太危险了。要是您出事，我可怎么向大首领他们交代啊？交代？老子自己的命丢了，你交代什么？这群光头手下的畜生终于来了，我不把戏演到底，他们怎么上钩？
我的老天爷呀！要演戏，咱们有的是战士陪他们演。您可是咱们龙国的海军总指挥，没了您，咱们海军的未来怎么办？去一边玩去吧，龙国人才多了去了，没了老子，海军照样玩得转，说不定没了我海军还能发展得更好。4000米、3000米、2900米，草他娘的！就是现在，给老子开炮！开炮！36门99高射炮的炮管无比迅捷地将角度调整到了同一个方向，一瞬间，无数的炮弹伴随着闪烁的几乎看不清的火光，从炮管中激射而出。天空之中，一道无比精密而恐怖的火力网瞬间交织而成。白痴，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的防空炮的极限射高就只有2000米吗？我们真的跟这些人是同胞？哎呦，这可真是太逊了！可还没等他们的话音落下，一架轰炸机瞬间爆炸。上一秒还疯狂叫嚣，现在一个个如同石化一般，彻底愣在了那里。唯一还发出声音的，就只剩下那沙沙的电流声。靠北，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开的可是鹰将的轰炸机，怎么会被龙国那些烂炮给打下来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不要慌，刚刚发生的事情大概率只是龙国瞎猫碰上死耗子而已，不要大惊小怪，继续执行任务。下一秒，2声巨响骤然响起，飞机编队右翼被地面炮火直接击中，在半空化作了2团白日焰火。全体注意，经我判断，本次任务是龙国设下的陷阱，继续执行任务风险极大，所以全体飞机立刻放弃任务，并立刻提升高度，分散返航。然而，这一切都太晚了。地面上的36门99高射炮，在2台火控雷达的精准定位之下，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倾泻着凶猛的火力。地面上这些高射炮不仅火力迅猛，难以想象，他们的炮弹更像是长了眼睛一样，每一发都准得出奇。赢了，咱们赢了！哈哈哈哈！提气，太提气了，干得漂亮！咱们终于给魔都无辜死去的百姓们报仇了！狗娘养的光头，仗着自己有几架飞机就在老子头上作威作福，现在在给我狗叫啊！我真是没看走眼，方宇这小家伙就是行，等他回帝都，我一定要亲自为他请功。那是，这次要不是多亏了方厂长，咱们也报不了这一箭之仇。一下子被咱们打掉了这么多飞机，这下也该轮到岛上的老东西难受了。什么？你再说一遍，什么叫飞行编队全部失去联系，疑似被龙国全歼？刚刚已经确认过了，情况基本属实。咱们派去轰炸龙国运输船的飞机已经全部壮烈牺牲了。这不可能！20几架战斗机、10几架轰炸机组成的编队就这么被全歼了？那里究竟是魔都还是斯大林格了？就是放在2战欧洲战场，最起码也能飞回来几架，就这么被全歼了？难道龙国人都变成了外星人，有了天顶星科技不成？父亲，我刚刚已经跟鹰将国驻樱花的大使通过电话了，他也证明咱们的飞机编队的确是被龙国人全歼，说那些龙国人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些从来没出现过的高射炮，性能十分优异，同时他们还采用了诱敌深入、麻痹我军的策略。我军则是因为之前的轰炸太过顺利，所以没有任何防备，就钻进了敌人的伏击圈，所以天亡我也，这是老天要亡我啊！厂长，海军指挥部的人都跟你说了什么呀？能让你这么高兴？也没什么，就是几个好消息而已。2天之前，咱们生产的99高射炮大展神威，彻底全歼了前来轰炸魔都的光头空军，击落敌机32架，歼灭敌军368人，打出了一场史诗级别的大捷。真的，好，能打出这种战绩，也对得起咱们厂的员工们没日没夜的给他们打螺丝了。别急着高兴啊，我还没说完呢。这一战，咱们不光是重创了光头的空军，威慑了对方，让光头再也不敢轻易袭扰咱们的海岸之外。还有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那就是听到自己的空军损失惨重，光头一气之下竟然中风了。听说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抢救过来。不过像他这种，以后就算治好了也流口水，应该没几天日子好蹦跶了。那老天爷还真是开眼了。至于这一次光头中风，不过就是意外而已。现在咱们龙国刚刚建成，内忧外患一大堆，但我相信只要咱们万众一心，砥砺向前，就一定能战胜任何困难，将新龙国建设起来。我向你保证，3年，只要3年，3年之后，我们一定能打过海峡去，解放全龙国。厂长，俺信你，俺一定好好努力工作，好好活着，争取亲眼看到这天。既然话都说到这了，那俺也不能再耽搁时间了，俺现在就去锻造零件去。是时候造一架战斗机了。系统提取战斗机设计图。造飞机，方宇这个小同志的胃口是越来越大喽。总理啊，为这件事你怎么看啊？原则上应该赞成方宇同志的提案，不过这制造飞机的成本也太过高昂了，光资金就需要2亿美元。虽然方宇立下了军令状，但如果失败，足以伤筋动骨。
吴总的话是为大局出发，不可谓不对，但我觉得这飞机嘛，还是得造，不造不行。我刚刚从前线回来，正要说这件事，只要一天拿不到制空权，咱们的后勤运输通道就打不通，十分物资经过长途跋涉和鹰降飞机的轰炸，能到战士手里的也就不到3-4份。再过几个月，北棒就进入寒冬，到时候咱们的后勤运输难度就会增大。如果他们再派飞机封锁住我们的运输通道，前线的20万将士就又得啃冰土豆、喝血水了。你们说的都对，要怪就怪咱们还是太穷了。人家方宇都立下军令状，保证能研究出一款世界领先的战斗机了。这样的人，无论是到了鹰将还是毛熊那里，可都是要被人家供起来当祖师爷的。也就只有咱们还在考虑要不要造。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带上了一抹纠结。我决定了，战斗机这个项目，咱们龙国必须支持，并且还得全力支持咱们龙国自己的战斗机，1万年也得造出来。是我短视了，这飞机必须造，一定要造，百年国耻，能不能一朝洗刷，就看这一次了。豁出去了，就算失败，咱们也就是苦几年；要是放弃这个机会，咱们得后悔一辈子。宋总，您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宋振华此时却正襟危坐，一脸严肃地坐在那里，看到方宇回来，连头都没抬一下。哟，这是谁惹宋总您不高兴了？您跟我说，我修理他。行啊，那你到操场上跑20圈去吧。瞧您这意思，惹到您的是我喽。可我怎么不记得我是在哪得罪您的呢？不记得没关系，我给你方大厂长提个醒，前几天你方大厂长应该狠狠地发了一笔战争财吧？嗨，宋总，你说的是我们跟巴铁国的那场军火贸易？您这话说的，我那是正常的军火买卖，战争财，这话也太难听了。而且我跟巴铁国的这次买卖，可是吴总介绍给我的合法合规，您总不至于因为我赚了点钱就嫉妒上我了吧？去一边子去吧！老子堂堂的兵团总司令，还能因为这点钱就嫉妒你？你多大脸啊！那宋总，您怎么一来就对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哼，还不是因为你小子见钱眼开。宋总，这话是怎么说的？您可真是冤枉我了。好啊，那我问你，你卖给巴铁国81式步枪的事情，老子就不跟你计较了。但那些配件是怎么回事？红点瞄准器、枪榴弹发射器、可折叠护目、战术手电，这些好东西，明明咱们前线的战士也十分需要，你却从来也没跟我提过。人家外宾一来，你就屁颠的都拿出来了。在你眼里，前线战士的命都不如你多挣那3瓜2枣。你给我说说，这不是见钱眼开，这是什么？宋总，你可真是冤枉我了，我这么做可都是有我的苦衷。苦衷？行啊，我让你给我解释解释。不过要是说法不满意，我可不答应。本来是想给你们个惊喜的，不过既然宋总您执意问个明白，行，宋总跟我来吧。好，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要整什么幺蛾子。宋振华就被方宇带着来到了长城军工厂的实验靶场。小子，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东西就在桌子上，宋总看一下吧。宋振华的目光顿时被不远处的一件新式武器死死的吸引，磨动磨不开了，是一把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枪。不同于其他突击步枪细长的枪身，这把枪从头到尾都显得特别粗大，只一眼他就从心底里喜欢上这把枪。方宇，这是……宋总，你不是问我为什么不把红点瞄准镜等配件送给前线的战士们使用，反而用来卖钱吗？你就是把所有配件都给81配上，把它装成一棵圣诞树，那也改变不了它只是一把突击步枪的事实。就算能打得准一点，威力大一点，它的射程也依然只有400米左右。这些东西对咱们的战斗力提升实在有限，所以我决定把这些配件外销换外汇，用这些钱开发出一些更适合咱们战士的武器，这有错吗？这枪是？这把枪使用的弹药乃是我研发的35毫米狙击破甲杀伤弹，狙击流又分为轻型和重型2个型号。轻型枪身重量为13千克，配弹4发，有效射程800米；重型枪身重量为25千克，配弹15发，有效射程2500米。每发狙击破甲杀伤弹药的杀伤半径达到了15米，也就是说，只要使用得当，一发枪榴弹就能报销对方1个班。我操，一门155毫米重炮的杀伤范围也就这么大了。除了能发射高爆榴弹以外，这款狙击流还能发射破甲榴弹。破甲榴弹具有80毫米的破甲深度，可以对敌方的低速飞机、坦克侧面车体进行精确打击，其他的油库、雷达站等高价值目标也在这款狙击流打击范围之内。总之，这款狙击流一旦装备我军，一定会大大提升我军的步兵火力。只是想象这个画面就很爽啊！方宇，这把枪我能试一下吗？好啊，
太好了，有了这东西之后，老子就再也不用怕鹰将的那些狗屁狙击手的骚扰了。宋总，怎么样？您对这把枪的威力还满意吗？其实今天我为你准备的惊喜还不止于此。这是圆形手雷。不错，就是圆形手雷。我设计的这款圆形手雷，爆炸之后可由手榴弹的外壳破碎产生的弹片，形成半径15米的有效杀伤范围，同时可以造成半径5米的致死范围。只论杀伤力，放在整个蓝星也能排上第1名。乖乖，杀伤半径15米，致死半径5米，比起自己现在用的威力，直接大了2到3倍。除了狙击流和圆形手雷之外，我还特意为每个班的战士制造了一个应急包。这款应急包里不仅装了止血绷带、滤毒口罩、防水火柴、逃生绳之外，还带上了10人份的青霉素针剂。有了这个应急包，许多战士就能在受伤的时候自行抢救伤员，不至于让伤口持续恶化，大大提高战士们的存活率。此时，宋振华的眼神有些呆滞。宋总，看到这些，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把那些枪械配件卖给巴铁国，而不给你们了吧？方宇，之前的确是我错怪你了，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为咱们龙国的战士的实际做考虑，而我还说你钻到钱眼里，为此我向你真诚的道歉，对不起。宋总，这可使不得，咱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咱们龙国战士，我怎么会怪你呢？行，别的我也不说了，以后只要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我老宋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很快，1个半月的时间过去了，以吴总为首的围观人群正静静地等着。一架崭新的战斗机也被一台牵引机拉了出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这架飞机上。方宇制造的这款骁龙战斗机，机身线条极为流畅，如同一只天鹅般优雅十足。更不用说它机身上涂的那审美超前的蓝白相间的天空迷彩，更是将这架飞机衬托的科技感十足。帅，太帅了！这真的是咱们龙国制造出来的飞机，而不是一架用来拍科幻电影的模型吗？太科幻了，简直太科幻了！吴总、陈总，骁龙战机已经到位，请2位检阅。方宇同志客气了，我和陈总来，可说不上什么检阅。我们对飞机的了解还没有你方厂长知道的零头多。这次大首领派我们来，我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我们还等着你这个专家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呢。好，那我就给吴总和陈总好好介绍一下咱们龙国的这款战斗机。这款战斗机叫做骁龙，单座版的长度为14.3米，双座版的机身长度则为14.5米，机身高度为4.9米，单向航程为2500千米，作战半径更是达到了1200千米。方宇，我记得无论是 F86还是米格15，他们的作战半径都只有几百公里吧？你这款飞机的作战半径竟然能达到他们的好几倍，这岂不是说，就算咱们的飞机不用攻击他们，只跟他们耗时间，也能把他们耗到没有掉下来了？你们设计的这款飞机竟然这么强吗？谁能想到，方宇不出手则已，一出手竟然制造出一款航程远超 F86 的怪物。鹰将的 F86可是有无数科学家在顶级实验室里花费了3年的时间才制造出来的，世界上第一款超音速战斗机。强的地方可不只是航程这一点，咱们这款骁龙战斗机的极限速度能够达到 1.6 马赫，也就是1900公里每小时，极限高度则能达到16500米。无论是速度还是高度，都碾压这2款战斗机。毫不夸张地说，咱们这款骁龙战斗机就是现在蓝星最强的战斗机，不用加之一的那种。听到方宇的介绍，在场所有人瞬间都愣住了。极限速度 1.6 马赫，飞行高度16500米，方宇造的真的是飞机，不是外星飞船吗？其实除了飞得快、飞得高之外，这款飞机还有一个隐藏的优点，那就是打得远、打得准。什么？还有隐藏技能？方宇，你快说说，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我给机头安装火控雷达了，可以在40公里的距离之内，同时锁定至少10个单位以上的敌机，并进行自动追踪。40公里，我的乖乖啊，你这还让不让别人玩了？在这一刻，陈大将终于明白，为什么方宇能够无比自信地认为自己设计的这款骁龙战斗机就是蓝星最强的战斗机了。其实除了飞得快、有雷达之外，还有最后一个特点，那就是我给这款飞机制造了一种在视距之外就能打击敌人飞机的武器，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空空导弹。方宇，你说的这个空空导弹到底是个什么玩意？所谓空空导弹，其实就是长鹰1号防空导弹得的一种变体，它拥有了接近30公里的有效射程。在火控雷达将敌机锁定之后，空空导弹会由雷达发出的雷达波引导向敌机迅速靠近，直接引爆导弹，借由导弹的碎片来摧毁敌机。只要弹药充足，骁龙足以可挂满飞机上的10个外挂点。这款飞机每次出击都可以在30公里的距离干掉至少10架敌机，并安全返航。
好，好，好，这架枭龙战斗机可真是咱们龙国的宝贝啊！有了这架飞机，咱们就再也不用担心他狗国的 F86来骚扰咱们了。方宇，你要干什么？枭龙战斗机随着速度继续攀升，飞机渐渐驶入地面，向天空连飞。龙国得第一，终于飞行，这代表着自己这群人耗费了2个多月，废寝忘食的工作终究没有白费。一念至此，不少人都是一阵鼻酸。忽然被一阵刺耳的防空警报惊醒。隐蔽是空袭，吴总、陈总，根据本方消息，鹰将的一个飞行编队正迅速向我方靠近。为了确保你2位的安全，快点跟我到防空洞里隐蔽吧。这些英国强盗实在是欺人太甚了，竟然公然的入侵龙国的领空，这不是亲门踏户是什么？我不走！王长海，你们厂里应该还有高射炮吧？都给我拉来！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把这群该死的飞机打下来。对，我的意见一样。他奶奶的，这群美国佬太他妈欺负人了！炸完我们的边境还不算，竟然还敢把飞机开到龙国的腹地来！今天要是能让他们大摇大摆的来，再大摇大摆的走，我这个龙国的大将就他妈别当了！去，把防空炮给我搬出来！我的2位祖宗啊，我保证，只要你们隐蔽起来，我一定照你们说的办，好不好？你2位的身份，要是在我这里出什么事，别说全国人民饶不了我，就算是我们厂长也得第一个扒了我的皮呀！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忽然涌上了心头，因为鹰将空袭来的太过突然，他们一时之间竟然忘了方宇在天上是非呢。王长海，我命令你立刻给我联系方宇，无论如何也要让他立刻降落，进行隐蔽动作，就算不能降落，也要给我远远的飞出去，以自身的安全为首要目标。报告总理，我联系不上厂长他们，因为是样机，所以厂长就没有安装跟地面通话的设备，所以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无论是吴总还是陈大将，都感觉自己的脑袋真的被炸弹轰了一半，瞬间只剩下一片空白。吴总身体一晃，差点直接摔倒。做事之前怎么就不能多考虑一下呢？总理，您消消气，事情已经发生了，您再生气也无济于事，咱们还是快点考虑一下补救措施吧。事到如今，我们也没有退路了。厂房被炸可以重建，武器被炸毁可以重造，甚至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人都能牺牲。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都要保住方宇。王长海，你去通知所有人准备战斗。今天无论付出多少代价，我们都要把这群鹰将强盗全部揍下来，让方宇可以平安落地。湛蓝的天空之中，一个不明物体以极快的速度拖着一道黑烟迅速掠过，在那道黑烟的尽头，一架已经能看得到轮廓的 B-29轰炸机则直接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团，伴随着滚滚的浓烟在空中不断解体，然后彻底消失在了清仓之中。什么情况？有人看到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报告长官，没有，我们的视线之内没有发现任何敌人的踪迹，地面也没有防空火力来袭，合理推测应该是那架 B-29撞上了飞鸟，导致发动机损坏，要么就是他们的驾驶员违规操作，引燃了炸弹，导致殉爆。综上所述，这应该只是一起意外。马上要到目标上空了，你们全都给我打起12万分的小心来，快速的完成任务，都听明白了吗？在稳定情绪之后，这些飞行员就开始毫不远的开始15公里、10公里、8公里。全体注意，编队即将抵达目标上空，准备投弹。重复，编队即将抵达目标上空，准备投弹。可就在此时，咻咻2声，就在众人的众目睽睽之下，2架 B-29便在听到2道诡异的声效，直接炸裂成了2团绚烂的白日焰。长官，幸运女神号和凯尔特人号都被不明战斗机击落，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请指示。全体注意，全体注意！刚刚发生的一切不是意外，是敌袭，是敌袭！所有轰炸机立刻爬升高度，躲避敌人的进一步袭击。负责护航的 F-86战斗机编队立刻分散搜寻，给我把这个只会躲在暗处、卑劣无耻的家伙给我找出来干掉！与此同时，在看到那些鹰将的轰炸机忽然爆炸之后，地面上这群人如同被天雷击中，直接愣在原地，仅仅只用了3发导弹，便干掉了3架 B-29轰炸机。目标已锁定，导弹2发，发。方宇轻松的一拉加速杆，枭龙战机的尾焰立刻变成了一抹深蓝，一个加速，在其余的鹰将国战斗机之前，消失在了洁白的云层之中。厂长，他们不是说英国的空军是世界最强的吗？这看起来也不强啊，只要飞到他们头顶，然后按下按钮就能把他们的飞机给打下来，这比我之前打靶还要简单。他们真的是鹰将派来的人吗？咱们不会打错人了吧？开玩笑，我设计的这款枭龙战斗机，要是连 F-86这种一代机都不能无伤速通，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厂长，坏了，咱们的弹药打光了。
方宇微微一愣，果然屏幕之上代表导弹的图标之后的数字已经变成了0，降落是不可能降落的。这个选项从来就不在方宇的考虑范围之内。为了地面上的人和基地，自己必须战斗到底。老赵，谁跟你说咱们没弹药了？你看咱们的机炮的弹药不是还满满的吗？厂长，你的意思是你要跟他们近距离格斗？怎么，老赵你怕了？我不怕死，我是怕你。在来之前，吴总千叮咛万嘱咐，说在危急关头，宁愿飞机不要了，也得保住你的命。现在导弹没有了，咱们就应该返航。咱们的飞机是好，但好虎也架不住群狼啊！要是你万一出点闪失，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赔不起啊！老赵，赵哥，你说现在你是厂长还是我是厂长啊？这不废话吗？那你不听我的，要是咱们驾驶这架枭龙还不能无伤速通鹰将的空军，那只能说明咱们实在太菜了，死了活该。就算阴沟里翻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已经为龙国的工业化打好了一定的基础，只要继续按照既定路线走下去，咱们就能成为工业强国。没有我方宇，龙国也会出现一个王宇、赵宇。好，就听厂长你的，跟这群美国佬干了。报告长官，有一道不明信号，请求接入我方的通讯频道，是否接入？请指示。同意接入。这里是龙国空军，你们已进入我方空域，请立即表明你的国籍、身份和飞行目的，并立刻退出我方领空，否则我将立即予以拦截。上帝啊，你们快看，编队6点钟方向那片积雨云下方，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一架造型优雅帅气、线条无比流畅的战机破云而出。那是战斗机，它的造型未免也太科幻了吧？莫非这就是那架击落我们7架飞机的那架战斗机？就算是咱们鹰将国正在研发的 F100战斗机，看起来也没有它先进。我的老天爷啊！方宇这小子究竟是要干什么？打得好好的，怎么突然飞到鹰将编队的前边了？你说你现身就现身吧，方宇这家伙竟然直接把自己的后背露给敌人，他这不是纯找死吗？这小子究竟在想些什么？陈总，你冷静一下。以我平日对方宇的观察来看，他不是这么没脑子的。他之所以这么做，一定是有的考量在。我懂了，方宇之所以要这么高调的出现在这些飞机眼前，就是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让他们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咱们身上。方宇这是在保护咱们。如果方宇飞离战场或者直接降落，那这些轰炸机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对军工厂进行轰炸。无论是军工厂还是自己这群人，都凶多吉少。不值啊！为了我们这群老家伙，根本就不值得他去干这种九死一生的事情。方宇这小家伙，怎么就不为自己多考虑一下子呢？难道他就不知道他才是龙国的未来吗？那架龙国的神秘战机很强，但归根到底也就只有1架而已，14比1，优势还是远远在我。只要这些 F86同时开火，就算用数量堆，也能把它堆死。所有 F86战斗机注意，发现敌人目标，不要节约弹药，火力全开，给我干掉这架破飞机，为我们的兄弟报仇。十几门藏在 F86指鹰头之下的机炮也疯狂地咆哮起来，向着方宇的飞机倾泻出一道道狂暴的火舌。方宇忽然猛地将操纵杆向后一拉，顿时枭龙战机原本湛蓝色的尾焰变成了橘红色，原本接近10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也在这短短的数秒迅速跌落到400公里每小时。因为瞬间的失速，枭龙战机的机头顿时向着天空的方向扬起，形成了一个近火。他奶奶的！方宇这小子究竟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们？要是他早跟老子说他还有这本事，老子还至于这么担心吗？孙子，别跑，下来单挑啊！我错了，我不打了，我要回家。我还会回来的。古有仗义的独当100万鞭，今有方宇一击退编队，猛啊！吴总，您看啊，我早就说了，方宇这小子就不是个平常人，他敢升天，一定有他的考虑。这不，果然被我说中了吧？厂长，无论是导弹还是机炮炮弹，咱们都用完了，咱们总不能用飞机去撞他吧？撞他？嘿嘿，谁说不能呢？赵哥，多谢提醒啊！不是吧，厂长，方宇，小方，你赵哥是跟你开玩笑的，你不会把这玩笑话给当真了？赵哥，坐稳了，待会会很晃。来，继续追我，拿我没有办法了吧？等我回到英国，把这里隐藏着新型飞机的消息通报上去，你们就死定了。今天这个仇，我们英国是一定会报的。无论使用凝固汽油弹还是蘑菇弹，你和你们的基地一定会被炸上天。太牛了，厂长，你简直太牛了！去撞敌人的发动机，让对方失去动力，主动迫降。你这次的操作肯定能会被记载在空战史上，永远流传下去的。
赵哥，猎鹰成功，咱们回家。我的老天爷啊！赢了，咱们真的赢了！厂长竟然真的凭一己之力干掉了一整个鹰将的飞行编队，快来个人扇我2巴掌！老子不会是在做梦吧？一直以来，龙国在空战之中都是任人欺凌的存在，而就在不到2年之后，这支孱弱无比的空军竟然一反常态，吊打了蓝星第1的鹰将空军。一向沉稳冷静的吴总，此时也已经激动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真是好样的！你这一仗打得实在是太提气了。有了你研究出来的这架战斗机，我看以后谁还敢侵犯咱们龙国的领空？还有你，小方，真不愧是大首领和我同事看好的人物。有你做我们的接班人，我们这群老家伙就算死了也能瞑目了。吴总，您这句夸奖的分量可实在太重了，我真是受不起啊！不，你受得起。有了你设计的这款飞机，咱们不仅能够撕开鹰将在半岛上布下的空中封锁线，打开一条运输通道，而且有了这款战机的威慑，也能让那些鹰将的空军再也不敢轻易对咱们发动空袭。这份功劳怎么夸奖都不为过。等回去之后，我们一定会原原本本的汇报给大首领。咱们龙国是绝对不会亏待你这个有功之臣的。不过在此之前，你小子先给我写一份5000字的书面检讨交上来。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哼，为的就是惩罚你小子擅作主张。你知不知道，你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就擅自跟鹰将的飞行编队交战，我和吴总有多担心，老子都恨不得用自己的命去换你了。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对咱们龙国究竟有多重要？这次要是不好好惩罚你，下一次你还不知道要干出什么事来呢。好，我写，放心吧，我以后不会这么莽撞了。好，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好同志。别人家造战斗机都是从0到1的突破，结果到了龙国这儿，直接实现了从0到100的飞跃式跨越。这飞机自然是哪里都好，不过1分钱1分货的道理，要制造这么一架飞机，无论是资金还是物资的消耗，恐怕都十分惊人。无法量产？谁说无法量产的？我从一开始就让这些零件的上游供给的厂子对模具进行了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处理，每个零件都是统一的尺寸，所以接下来的批量化生产只需要拉起生产线，直接组装焊接就行了。对现在的龙国来说，都没有什么难度可言。说到这里，方宇微微沉吟计算了一下，要是资金充裕，能够多开几条生产线，1个月制造6架也不是什么问题。最多半年的时间，咱们就能拥有36架枭龙，也就是3个战斗机中队了。听到方宇的一番话，在场的所有人都宛如一尊木雕般愣在那儿，而陈大将则更为夸张，直接惊讶的几乎连下巴都要掉下来了。这么强的飞机，竟然不是特殊武器，而是可以量产的装备。方宇，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咱们真的能够用这么快的速度制造飞机？按照你的说法，咱们的空军岂不是很快就会成为蓝星第1空军了？陈总，你放心吧，我可不敢在这件事上有所欺瞒，甚至我说的产量还是已经往低里报的了。现在的制造速度其实也远不是咱们的极限速度，等后期咱们的工业实力发展起来之后，这个制造速度还会更快。方宇，夸奖的话我就不再跟你多说了，你的功劳我都已经记在心里。等我回到帝都，也会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的告诉大首领。从今往后，我们对你就只有一句话：以后有关龙国武器的研究项目，不必再跟我和大首领商议，你写报告，我批条子，龙国军工的重担以后就由你方宇一肩挑了。哼！他奶奶的，这狗日的欺人太甚！看来老张在半岛还是没把这群孙子给打疼。大首领，我提议，我们应该立刻组织一波攻势，狠狠地挫一挫英国人的威风，让他们知道咱们龙国人也不是橡皮泥捏的，咱们也是有火气的。要是在以前也就算了，可现在有了方宇制造的坦克、火箭炮、重机枪等等新式武器，咱们的地面火力已经超出了鹰将的陆军。无论是立威还是出于战略考量，我们都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再打一次大仗，削弱对面的军事实力，确保我军防线的安全。不妥哟！可就在这时，警卫员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大首领，咱们的运输线出事了。不着急，慢慢说。是这样的，刚刚外交部的同志们收到法基国发来的消息，他们说因为某些不可抗力，原本答应跟我们的外贸合作要暂时终止一段时间。本来这个月要送来的一批物资也暂时存放在港口，至于什么时候恢复，还没有准确的时间，让咱们稍安勿躁。他们一定尽力斡旋，争取早日恢复运输。不可抗力，狗屁的不可抗力！我看就是他法基国怕了鹰将，这才中断了和咱们的商贸往来。奶奶的，他法基国说到底也是欧洲有数的大国，堂堂的蓝星5大流氓之一，竟然也要屈从鹰将的淫威，他还有没有一点独立自主的精神了？各位领导，除了法基国之外，还收到了其他几个国家的通知。总之，咱们龙国最重要的几条石油运输线路暂时都被封堵住了。一瞬间，会议室里的气氛就变得一片死寂，落针可闻。
我说今天鹰将怎么一反常态，对咱们如此挑衅？原来在这等着呢，消耗咱的石油，让咱们没有可用。这算盘打的可真响啊！大首领，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他们不是要逼咱们动手吗？那就打！这次咱们走最擅长的老路，完全以轻步兵出击，打他几个漂亮的歼灭战，以打促谈，用俘虏当作交换条件。不妥，就算能打赢，但咱们的战士也会付出极大的牺牲。龙国那么大，咱们难道就真的一滴石油都采不出来？别人不卖给咱们，咱们就自己搞吗？他们当然知道，大首领的意见既治标又治本，但实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几乎不可能完成。各位的顾虑我都知道，对于现在的龙国来说，想要自己开采石油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可大家是不是忘了，咱们龙国偏偏有一个能够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人？大首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咱们龙国不仅能够找到油田，开采自己的石油，而且甚至不需要太多的时间，3个月内，我保证咱们的设备就能用上咱们自己的产的油了。3个月，方宇同志，这件事事关国家未来，你可不能戏言啊！大首领，我方宇说过的话，向来一个唾沫一个钉，说话算数。要是各位领导不相信，不妨把这件事全权交给我处理。如果3个月内我拿不出成果，我宁愿引咎辞职，厂长的位置让出来，我去一线打螺丝。好，既然你都立下了军令状，那咱们这些老家伙还畏畏缩缩，那可就真让年轻人笑话了。这件事我们就交给你，咱们龙国的建筑队完全听从你的指挥，我们可就等着你胜利的消息了。保证完成任务。大首领，能让我向方宇同志提个问题吗？是李教授啊，您可是地质学的大专家，方宇接下来工作少不了您的协助，正好借着这个机会交流一下。对于油田的位置，你自然也早已勘探好了吧？不知道方厂长方不方便事先透露一下，咱们龙国的第一个油田的具体位置究竟是在哪里呢？按理说，这种事关国家未来的事情，必须要严格保密。但各位都是亲手创建了新龙国的前辈，肯定不会做出违背龙国利益的事情来。那我也不妨告诉大家，我选择的油田地址就在大庆。大庆，方宇，你没有搞错吧？说起大庆，他们可就太熟了。作为最早的龙国的重工业基地，早在新龙国建立之前，虎帅等人就在此活动。2战时的小樱花的地质学家也给东北下达了石油勘探的死亡通知书。胡闹！方宇，你这次实在太胡闹了！樱花鬼子在东北花了多少人力财力都没搞出了结果来，你还想去重蹈覆辙？这件事我第一个不同意。小方啊，虽然虎帅的言辞是有些过于激烈了，但他也是关心则乱，毕竟此事事关重大。你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其他地方？吴总，您不必劝我了，此事我意已决，我以脑袋担保，大庆必然出油。如果出现任何闪失，我方宇愿意抵命一偿。金方厂长，你确定这里的底下有一个大型油田？放心吧，李局，保有的。我可是签了军令状，我怎么会拿自己的命去开玩笑呢？您说是吧？一架高大的钻机在几百名龙国战士的不懈努力下搭建完毕，随着一声巨响，正式开始了向下挖掘作业。100米、200米、400米、600米。而随着钻机的钻头越来越深，在一旁一直紧张观察着的李光洁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严肃。已经600米了，难道你就不担心，万一真的失败了该怎么办吗？才600米，这什么急？且得等呢。随着时间的流逝，李光洁已经有些绝望了。钻机已经到达1000米的深度了，还是没有出油。我看咱们的确是找错地方了。趁着时间还充裕，咱们还是快点结束这边的无用功，再另外寻找勘测点吧。东经124.19度，北纬46.55度，没错呀。可为什么就是不出油呢？莫非自己这一次真的要栽在这上面不成？出油了，出油了！但李光洁还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他控制着激动到不断颤抖的双腿，走到那块由石油汇聚成的水湾前，伸出手指，轻轻地触碰了一下那些漆黑如墨的液体，然后送到自己的鼻子底下，微微一嗅。是这味，没错，是石油。不光是石油，而且还是品质最好的清油。结合种种迹象来看，咱们发现的油田可能还不是一般的油田，而是一座超级大油田。李局，您是有什么事要问我吗？这么盯着我，我都有点害羞了。我没想到咱们的计划竟然能进行的这么顺利，一时之间有些出神，抱歉。没事没事，我又不是大姑娘，没那么害羞。就算李局你不找我，我待会也要找你。既然这边的油井已经测试成功，那么我在这边的任务也差不多要完成了，我就该走了。至于采油井的建造图纸和技术难点，我都已经整理好了，刚刚已经全部交给了施工队的领队。至于剩下的工程，那就麻烦李局您亲自监督一下。
什么？方厂长这么快就要走？难道就不能多待几天？厂里还有一堆事都需要我处理，在临走之前，我还有一件礼物要送给李局呢。这是龙国油田分布图。整个人却如被雷霆劈中一般，全身发麻的愣在了那里。1个月后，随着一支支石油勘测队的陆续凯旋，一封封捷报飘入到帝都。李光洁同志，你这件事做得好啊！一下子为龙国发现了这么多的油田，你可是咱们龙国的大功臣啊！您几位实在是过奖了。不瞒大首领和吴总，其实这次探测出的那些龙国油田，其实都不是我发现，真正发现他们的人其实是另有其人。另有其人，李教授，莫非咱们龙国又出现了一位能和你媲美的地质学专家？这张图是方宇在刚刚修好大庆第1台油井之后给我的，我也是凭借这张地图上标记的位置才找到的这些油田。什么？你说画出这张图的人竟然是方宇？这怎么可能？可问题就来了，方宇是一个武器设计师，所有的履历都显示他没有到过这些地方。那么他是怎么发现这些地方的地下有油田的？难道他能未卜先知不成？我看大家也不要太纠结这件事了，就连圣人都说难得糊涂，有些事情知道的太多，反而徒增忧虑。只要知道方宇此举是的的确确为咱们龙国解了燃眉之急，不就好了？大首领说的不错，不管方宇是如何得到这张分布图的，但归根结底是为龙国做出了贡献。而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大家也都应该看在眼里。方宇这个小伙子是毫无保留、一心一意的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龙国。只要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又何必去刨根问底，非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毕竟谁都会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秘密，不是吗？我赞同。要说方宇这小子滑头倔强，我没意见，可他绝对不是那种会出卖祖国的人。说不定这次他能拿出地图来，是又搞出了什么稀奇古怪的设备来完成的呢？好了，这件事就此接过，不提了。总理啊，油田的事情大家都辛苦了，就麻烦你安排一下这次负责调查石油的勘探队和开发大庆的石油工人。放心吧，大首领，我一定安排妥当。这次发现的油田事关重大，那些油田的位置不仅涉及到了咱们龙国的切身利益，同时还关乎咱们龙国的国家安全，绝对不能泄露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这点大首领您放心，我会让这些参与工作的人员都签好保密协议的。对了，光探讨油矿的事情了，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这次咱们龙国能一下子发现这么多大型油田，可全都是托了方宇提供的地图的福，这样的功绩无论如何也得表彰一下。大首领说的是，只是不知道大首领打算具体怎么表彰呢？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这样的功劳怎么表彰都不为过。反正我是想不出来了，这件事就由你这位咱们龙国的总理大人伤一下脑筋吧。让你别去，你怎么就不听呢？这下坏了。撒手！厂长，那个……我让你撒手，你没听见吗？见方宇动了火气，那名技术员无可奈何之下，只能慢慢放开自己捂在餐盘上的手。见状，方宇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一双带着怒意的眼睛立刻向着周围环视一圈，却发现在场的几乎所有人的碗里装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王长海，把我的打开。厂长，我看这就不必了吧。我让你打开。看到方宇动了真怒，王长海也知道今天不给方宇个说法肯定是不行了，直接认命一般掀开了盖子。这是什么意思啊？王哥，告诉我，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堂堂的长城军工厂就给人吃这些，居然还给我搞特殊。行了，你就别为难王主任了，这一切都是我们几个一起商量好，不让大伙告诉你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你还没回来之前，我们的伙食从很久之前就是这样了，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有钱现在也买不到粮食。因为咱们和毛熊闹掰的缘故，所以毛熊本来答应给咱们的化肥也一直没有送到，没有化肥，今年的粮食收成只有前几年的1/3。鹰将又掐断了咱们的海上贸易线路，原本从其他国家买来的粮食也到不了了。现在不光是咱们，基本上所有单位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呢。那为什么不把情况告诉我，而且还给我搞特殊？我像是那种只能享福不能受罪的人吗？我知道你能受罪，我也知道你绝对不是那种只会享受的人，但吴总都说了，你这种等级的人才，无论在鹰将还是毛熊，受到的待遇都会比留在龙国好千倍万倍。龙国在其他方面已经亏欠你很多了，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饿肚子。经过咱们厂的所有人一致决定，我们可以吃得差点，但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你的营养。
厂长，平常俺叫你一声厂长，但你一直叫俺一声王哥，那俺就把你当亲兄弟了。所以今天俺也不管你生不生气，俺都要对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谁，俺们也不能饿着你呀。只要俺们还有一点好东西，那就都得给你留着。只要有你在，咱们厂才有未来。保尔柯察金同志不是说过吗？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要是你过意不去，等日子好了，你再请俺们好好吃一顿不就得了？是啊，厂长，你就吃吧。要不是你，咱们厂还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你为了咱们龙国这么操劳，多吃一点好的也是应该的。何况白菜汤配高粱米多健康啊！我们早就想减肥了，对不对？是呀是呀，学长你就安心的吃吧，我们不饿的。看到这一幕，方宇脸上带上了一抹复杂的神色。你们的好意，我方宇领了。你们送给我的饭菜，我也吃了。但我方宇在这里向你们发誓，这碗饭我不会白吃你们的。给我3个月，3个月之后，我会让你们我会让咱们龙国的所有人都吃上跟我一样的饭菜。我会让饥荒这个词从此消失在龙国的字典里。终于大功告成了。方宇看了一眼自己花了一晚上才完成的杰作，满意的点了点头。厂长，你找俺们是有啥事安排吗？江河的目光看到方宇那布满血丝的眼睛，不禁重皱眉。方厂长，你昨晚不会一夜没睡吧？虽然说身体是你自己的，但我还是要提醒你，长期熬夜会让你内分泌失调，同时引起高血压，甚至还会导致猝死。所以，作为咱们长城军工厂的厂长，龙国工业的领军人物，我希望你不要再糟蹋自己的身体，你明白吗？行了，我的江大医生，你说的都对，我保证我以后会注意的。诸位，其实这次我把你们叫来，主要是想问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当中有谁会种地吗？王长海和赵泽成的目光就如同看傻子一样看向方宇，还会种地吗？他们这些人哪个不是穷苦出身，从小除了给地主放牛，就是小年纪就帮着家里干农活。厂长，你究竟是要说什么？直接说就是了。问俺们这个究竟是啥意思啊？王哥，我昨天不是夸下海口说，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就会让龙国彻底摆脱饥荒吗？经过我一晚上的思索，我打算从2个方面入手，一个是兴建咱们龙国自己的化肥厂，造咱们自己的化肥，有了化肥之后，土地重新恢复肥沃，粮食产量自然就能提高。另一个方面就是对现有的粮食进行优化改良，根据我的推算，改良之后的农作物大概亩产能提高3到4倍，只不过我本人不懂种植，所以需要你们帮我。等等，厂长，你说啥？我不懂种植，所以需要你们帮我。不是这句，上一句是什么？根据我的推算，改良之后的农作物亩产都提高3到4倍。对，就是这句。俺的老天爷呀，俺没听错吧？你真的能把粮食的产量提高4倍？你知不知道，就算是在风调雨顺、最好的年景，1亩地最多也就能收150斤粮食，提升4倍，那可就是600斤。方宇，你要是真能做到的话，以后咱们龙国的粮食岂不是再也不怕不够吃了？这件事你要是真能干成了，别的俺不敢保证，往后咱们龙国所有土地公公都得被请出庙去，然后把你给供起来。怎么样，我亲爱的达瓦里西，我们龙国自己制造的坦克还算不错吧？以你们的工业水平来讲，算是很不错了。总的来说，跟我们上一代坦克水准差不多，比起我们最新的 IS-8坦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这老毛子真把老子当猴子骗呢！方宇来前都跟老子说了，这台59D 式坦克至少遥遥领先毛熊10年到20年。IS-8、T10，你就算把 T72提前拿出来，胜负最多也就是5-5开。至于毛熊现在的坦克，不是看不起他，哪怕是让对方顶到头上打，他们都未必能打穿。好啊，跟老子装逼是吧？老子让你们飞起来！本来我们还想用这台坦克的设计图和技术作为礼物，弥合咱们2国之间的误会和裂痕。看来是我们龙国夜郎自大了。说的也是，我们龙国工业才起步几天啊，怎么可能超过老大哥你们呢？既然贵国已经有了比这台坦克还要先进的技术，那我看我们就不把这台坦克继续留在这里献丑了。我这就联系国内，让他们把这台坦克拉回去。亲爱的达瓦里西，我看这就不必了吧。哦，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连一个让我们改正错误的机会都不打算给我们吗？不，我的同志，我的意思是，我们毛熊国接受龙国的赠礼，并愿意以此为契机跟龙国修复关系。大家都是同一个战线的同志，我们的最终目的都是将赤旗插满世界吗？一点点小小的误会是不会真的影响到我们的友情的。这台坦克其实你们造的也没有那么糟，有很多地方设计的很巧妙，并非一无是处。作为一个参考，也是一个取长补短的机会吗？哦，那不知道我们的59式坦克哪里设计的好呢？这个
对了，你看你们的坦克设计的这么轻，速度一定很快，这一点就足够我们学习了。毕竟我们毛熊的设计理念就是大骑士好，这个观念就一定需要改了吗？不错，我们这款坦克的速度的确是优点之一。不过每小时65公里的时速，600公里的航程，在贵国的坦克面前，应该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吧？6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确是慢了一些。不过，等等，多少？你说这款坦克的时速是多少？小韩，马力全开，让咱们达瓦里西看看咱们龙国坦克的速度，也好让咱们的老大哥指出不足。卧槽，你们龙国现在这么卷吗？开个坦克还得漂移？达瓦里西，我们这台59的速度，您看还可以吧？好，很好。既然对贵国有所帮助，那留下这台坦克也不是不行。你也知道，鹰将封锁了我们龙国所有的境外石油的运输线路，导致我们龙国已经快没有石油可用了。我们还是希望贵国作为老大哥，能伸出援助之手，拉我国一把，恢复咱们两国直接的石油贸易。否则的话，我就得带着这台坦克去英国一趟了。什么？你们想把这辆坦克给鹰将？不行，这绝对不行。毕竟让鹰将得到这台59式坦克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他可太清楚了。至于你提出的条件，虽然我无法做主，但请你在这里稍等一下，我立刻去给你申请。最终不仅答应了龙国提出的要求，而且还附赠了更多优惠条件。同一时间，由赵泽成作为领队，负责统筹工作，协助那些科学家和工人，靠着自己给的图纸和分子式，开始了化肥厂的建设工程。而王长海则是跟江河一起，在方宇的指导下，建起了大棚，开始了对粮食种子的改良计划。方宇也没有闲着。既然粮食计划已经交了出去，自己正好可以一心一意的着手直升机的研究工作。1个月后，他们的目光便随着方宇的声音落到那一架直升机身上。刚刚还热火朝天的车间，竟然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之中。帅操，这也太帅了！不同于战斗机的细长干链，直升机的机体如同一只海豚般，呈现出一种让人一看就十分舒服的流体状。咱们现在能去试飞了吗？现在试飞，你们不累吗？厂长，俺不累，俺就是想看看你说的直升飞机究竟是怎么飞的。俺也用过电风扇啊，同样的叶片也没见它飞起来。我其实也不累，厂长，咱们就先试飞吧。是啊，都忙活一宿了，也不差这一哆嗦了。能亲眼看着这玩意飞起来，俺也能睡个好觉。厂长，飞吧。好，既然大家的热情这么高涨，我要是非让大家去休息，反倒是不近人情了。走，兄弟们，咱们试飞去。我已经加入龙国国籍，以后请叫我同志。这个我会开。你会开这玩意？我记得你不是战斗机飞行员吗？怎么连直升机也会开了？宋将军，我实话告诉你吧，关于这款旋翼机，我们英国也在进行开发，而且也已经制造出一架原型机了。作为鹰将家的功勋飞行员，我已经做过大量的模拟训练。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毛遂自荐，申请当这架飞机的试飞员。不知道宋将军和方厂长能不能同意？小薇啊，没想到你才加入龙国没几天，竟然连成语都会用了。行啊，不过你的这个申请嘛，能不能通过，看的可不是我，在这长城军工厂，方厂长才是一言九鼎那个人。方厂长，你说呢？厂长不能答应，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王哥，为什么呀？这不明摆着吗？那个洋鬼子一看就是没憋好屁，我看他就是假装加入咱们龙国，其实就是想趁着试飞的机会，开着咱们的飞机跑回英国去。这飞机可是咱们费了好大力气才组装起来的，要是就这么被他骗走，那咱们可就真亏大了。王哥，你当咱们的飞机是火箭呢？说飞回英国就飞回去，咱就不说他能不能开着直升飞机逃出咱们坚备森严的军工厂，可英国跟咱们中间可是隔着一个足足上万里的太平洋呢。那也不行，说不准这鬼子是打算直接开着跑到南棒家或者小樱花家呢。厂长，你别忘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看到王长海那副痛心疾首的模样，方宇陷入到了沉默之中。方宇，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虽然我不能替你做决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威克斯可是由吴总亲自审查过的。好，那就麻烦威克斯同志替我进行首飞测试吧。只有方宇知道，以吴总的识人水平，被他审查过之后，威克斯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否则吴总也不可能放心大胆的将威克斯任命为龙国空军的教官。方厂长，您同意了，谢谢你，方宇同志。等等，俺也得上去。厂长，既然你不能试飞，那俺就替你去。虽然俺不会开飞机，但俺可以替你监视这洋鬼子，万一他有什么想法，俺就算是跟他同归于尽，也不会让他把飞机开出国界的。王哥，其实，行。反正副驾驶也空着，
多拉你一个也算不了什么，你想去就去吧。好嘞，厂长你就瞧好吧。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之中，龙国直升机上方那4扇巨大的叶片开始慢慢的转动起来，而随着它们越转越快，众人只觉一道道巨大的气流拔地而起。但随着那股强大的气流逐渐变小，他们才惊讶地发现，刚刚还在地上停着的直升飞机，竟然真的已经飞到了半空之中，如同一只巨大的蜻蜓般悬停在了那里。飞起来了，真的飞起来了！不光飞起来了，它甚至还能悬停在空中。我的妈！方厂长究竟是怎么设计出这种东西来的？这恐怕还是蓝星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可以悬停的飞机。方厂长实在是太牛逼了！4条跟手臂一样粗的绳就被人从舱门里甩了出来，在众人疑惑的眼神里，直接将绳索的另一端固定在了一门155毫米榴弹炮上。方宇，你这是要干什么？快让他们放开！要是飞机不小心被这门大炮拽下来，那可是要出人命的。可是还没等宋振华说完，他剩下的话就被堵在了嗓子眼里。而在他惊讶的目光中，那门重达3吨的155榴弹炮竟然缓缓地被那4道吊索吊到了半空中。你这直升机真的能吊重炮啊？这门重炮可是有3、4吨呢，平时都是用一辆重卡才能拖动。宋振华都不敢想象，如果龙国的那些战帅大将们知道了直升机的存在，凭借他们对战争的理解，会把这些飞机给玩出什么花样来。要是自己的部队能早点有这架飞机，那该有多好啊！要是早有这架飞机，自己就不需要不断的派人向战火纷飞的阵地上强行运送补给，导致一个连都为此壮烈牺牲。直升机在吊起那门重炮，在实验基地的上盘旋了几圈，之后重新回到了方宇他们面前的天空上。就在宋振华以为这次的试飞结束之时，来，把导弹和重机枪装上。什么？这架直升飞机不光能运送重炮、补给等物品，还能用来作战？我去，这飞机未免也太全能了一点吧！刚刚还看起来一副人畜无害的直升机，立刻被武装到了牙齿。这是我梦中情机呀！随着直升机的叶片再一次转动起来，这架直升机便朝着早已设好的目标靶冲了过去。目标是通体用钢筋混凝土构成的碉堡，光看墙壁的厚度大概都在50公分长，已经迅速达到靶上。直接对着地面的靶子射击，随着一道道火光乍现，一枚枚火箭如同离弦之箭般从火箭发射巢中激射而出。就算隔着上千米，宋振华却依然闻到了火药爆炸那充满硫磺的味道。就算是我命令手下的炮兵团用10几门重炮一轮齐射，也达不到这种效果呀！你这火箭弹的威力未免也太大了吧！方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宋总，什么怎么回事？别跟我装傻！我问你，这些火箭弹的威力为什么会这么大？你最近是不是又搞出什么新花样了？不错，这些火箭弹正是我最新研究出来的武器。虽然没有红外制导，但我却对弹药内部进行了改装。弹体里面的弹药嘛，我则是用了一种叫做黑索金的炸药，混合了铝热剂一起使用。因为黑索金的爆炸烈度是传统 TNT 的 1.5 倍，而铝热剂则能在击中目标之后，则能立刻产生3000度以上的高温，足以烧穿10几厘米厚的装甲。我将这3样东西混合在一起，就造出了这枚既能穿甲，又能产生剧烈爆炸，同时又能燃烧一切的铝热燃烧弹了。铝热燃烧弹，光听名字，这玩意的凶恶程度，比起鹰酱的凝固汽油弹，恐怕不遑多让。是否有伤天河了？天河报应，我才不信什么这些狗屁说法。真有天理循环，报应不爽这说法，那么在南京犯下累累罪行的那些樱花人，早就该全部病死。天理在哪？公道在哪？报应又在哪？真的有所谓的伤天河这件事，那我也不怕。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龙国。这些大杀伤性的武器，我们可以不用，但绝对不能没有。手中有剑不用和手里没有剑完全是两回事。我就是要让那些高高在上的西方人知道，我龙国绝不可辱。好，说得好，好一个争口气，好一个鸣不平。亏我也是当了几10年的兵的人，没想到看事情竟然还没有你一个年轻人通透，怪不得就连吴总都说你是国士无双，这个称号你方宇担得起。直升飞机也没有降落，而是绕了一圈，向着4、5辆全新出厂的59式坦克驶去。方宇，你这是要做什么？难道这些也是试飞的一部分？你要用它来打坦克？不是，就算你要用坦克来做打击试验，那老子给你缴获来的那10几台谢尔曼难道不够？非要用新出厂的59？看着那几辆59身上崭新的油漆，宋振华感觉自己心痛的要死。败家子，这么好的坦克你不要给我呀！何况要是这5辆坦克能抵挡住直升飞机的攻击也就罢了，要是抵挡不住，那里面的驾驶员咋办？宋总，您就放心吧，
这几辆坦克里我都做了特殊处理，采用简易的无线电操控，里面根本没有驾驶员。至于您说的浪费问题，秦叔我不敢苟同，您也应该得到消息了吧？咱们已经将59式的图纸和生产技术都转让给毛雄了，或许有一天咱们就会在战场的对面见到他。所以现在不拿它来做实弹实验，收集数据，难道真要等他成了对方的敌人坦克，付出血的代价之后，咱们再进行研究实验？宋总，您也不要觉得可惜。之所以您现在觉得心痛，无非是因为59坦克现在还是当之无愧的陆战之王。实话告诉您吧，其实59坦克只是我为咱们龙国度过特殊时期的过渡品而已。等将鹰将他们赶出半岛之后，这些59坦克也是要封存退役或者卖给其他国家的。至于咱们的新一代坦克，我已经在着手研究了。最多3年之后，你就会拥有一台性能远超这台59、重量达到60吨的真正的陆战之王。真正的陆战之王？难道以现在59的强悍程度，还拿不到这个称号吗？59都这样，那新坦克得强到什么程度啊？下一秒，直升机两边挂载的那些比一般火箭弹稍微大些的导弹发射击声，机炮也跟着射出的子弹特离笼中划过一道弧线，迅速下落，竟然就这么正正好好，精准无比的垂直的达到了那5台59坦克的炮塔顶端，直接爆炸开了。不可思议！我只想说，不可思议！方宇，这架直升机多久能够量产啊？根据现在的产能，大概1个月的时间就能生产出4架来。但如果我送上去的审批被吴总通过的话，咱们厂就能多开2条生产线，到时候1个月就能产生12架，凑齐一个陆航团了。12架够了，够了！方宇，你放心，我待会从你这走了之后，就立刻回帝都，就算是跪着求，我也要求吴总把这份申请给批下来。对了，方宇，你设计的这架飞机到底叫什么名字啊？跟我说说，也省得等我到了帝都，吴总问起来的时候，我连个名字都说不出来。呵呵，这个我还真没来得及起呢。不过既然宋总问到了，我倒突然想起一个挺符合他气质的名字。既然他有一项能力是专门猎杀地面装甲，那不如就叫他猎鹰好了。就地展开营地，等待大部队到来。戴维斯、拉塞尔，你们2个带上2个侦察小队，到附近进行警戒，注意，一定不要让那些龙国人发现你们，以免打草惊蛇。龙国人之所以能接2连3的打败我们，无非是仗着自己从毛雄那里获得的新式武器。这一次一切都不同了，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部队人数，我们都远超龙国人。我们要拿下这座3角山阵地，就跟碾死一只臭虫一样简单。狙击手趴下，都给我趴下！1、2、3、4，班长，你简直太牛了！400米之外无法失踪，你简直就是巨神啊！牛个屁！再牛，不还是没把对面那个当官的给打死？你小子，这到底是在夸我，还是在埋汰我呢？你要有夸我的劲头，还不如夸夸咱们方宇首长呢。要不是有方宇首长给咱们研究出来的这把狙击枪和消音器、瞄准镜，我老张也打不了这么准，不是？班长，那群英国鬼子被你这么几枪吓得不敢露头了，这个咋办啊？着什么急呀？盯着就是了，反正该急的又不是咱们的人已经去向总部传递消息去了。一旦接到消息，自然就会对这群美国佬的动作有所提防。对面那群英国人还不知道这一点，所以这群英国的侦察兵一定不会跟咱们靠在这里，拼命也得把咱们发现他们入侵的消息带回总部。也就是说，他们肯定不会就这么跟咱们耗下去。注意观察，对面一有动静就立刻告诉我。长官，现在该怎么办？我们不想在这里活活冻死。你们这群家伙是巨婴吗？做什么还要我告诉你们？你以为我想在这里坐以待毙？可我告诉你，现在咱们已经被龙国那个可怕的狙击手盯上了，只要一露头，他就会毫不留情地狙杀掉我们。要是谁愿意自我牺牲，吸引他的注意力，掩护我们撤退的话，那我也不会介意。如果我们一直待在这里不动的话，我们就无法将龙国军队发现我们行动的消息传递回总部了。要是龙国军队趁这个空档反攻我们的先头部队，那我们可是会因为延误战机被马克威将军送上军事法庭的。你们几个如果不想死的话，就给我听好，待会我和其他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拖住那个龙国狙击手。与此同时，你们一接到我的命令，就必须拼命的跑，不准回头。无论如何，也必须把龙国人已经知道我们到来的消息送到总部。你们跑回营地之后，也一定要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杜克上校，务必让他对这个坐标进行火力覆盖，彻底干掉对面那个龙国狙击手，解救我们。听懂了吗？ Yes, sir.
戴维斯并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将自己的头盔用一根木棍顶了起来。同时，最前面的几个士兵有样学样的，也将自己的头盔用树枝顶在了起来。一瞬间，戴维斯的阵地仿佛像是出现了5个人同时露头查看一般。那明龙国的狙击手并没有丝毫意思，连开5枪，每一发都清楚无比的击中了那些用树枝挑起的头盔。对方没子弹了，就是现在跑！砰！一声绝对不该在此时出现的枪声，击碎了他所有的幻想，干净利落的将那几名跑得正快的鹰将士兵送上西天。这群狡诈的龙国人，他是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让我误以为他的枪只能容纳5发子弹。不光如此，他的狙击枪竟然还是全自动，可以连发射击，不光打得准，还有这么一把自动狙击枪，这不是耍赖吗？没想到这家伙不按套路出牌，竟然想用照明弹把消息传出去，好险，差点就让这小子得逞了。哎，你小子干嘛用这么鄙视的眼光看我？什么？觉得我不用狙干掉他是胜之不武？张涛方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狙击流，不屑地反问道：单发远距带瞄准镜，1枪秒，这咋就不是狙了？要说起来，这比我手里的10尾地像多了，好不好？钟氏，你刚刚有听到什么特殊动静吗？张光，您说什么特殊的动静？没听到啊？难道是又有该死的兔崽子把坦克开到沟里了？算了，你去忙吧，可能是我太多心了。鹰将集合10万大军，1000架坦克，100架战斗机，进甚安，却被方宇研发的59式坦克拦下了脚步。只因方宇做的护甲太厚了，他们根本打不动。杜克上校，小心啊！据我观察，这台龙国坦克虽然熄火了，但外表并没有明显的外伤，也许里面的驾驶员还活着。要不还是我们来吧。轰，不需要。不过如此嘛。当他再度看向坦克驾驶舱内部的时候，直接愣在了原地。这什么情况？为什么这台龙国坦克里竟然连一个驾驶员都没有？上校，在你身边，信号弹。这一刻，杜克这才猛然反应过来，这台坦克是主动停在自己阵地的，只要打开顶盖，就会触发信号弹。散开，都给我散开！可是还没等他的声音落下，北方的天空中无数道赤红色的烈焰穿透滚滚乌云，刹那间照亮了半边天空，直接落到了杜克精心准备的阵地上。龙国人，你们究竟做了什么？做了什么？8000人，几十万发子弹，上百门重炮，50多辆坦克，就在刚刚这一瞬间没了。马克威就下定决心，自己要主导这场战争，可一点也没考虑这些火箭炮究竟是如何在距离前线100公里以上的情况下，精准地击中自己的阵地的。全体都有，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突袭，计划改变，突袭变强攻。所有部队无论在什么位置，一旦进入三角山范围，就立刻给我向龙国的阵地进攻，不要节省弹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干掉这些龙国人。打得好，打得好啊！要么说还是你们这群读书人厉害呢。这就算是再给我老李1万个脑子，我也想不出还有遥控坦克到对方阵地当坐标这一招啊！老赵，你小子是真行啊！我行什么？我这也是识人牙慧。前几天我和宋总回长城基地，看到方宇方厂长用遥控坦克来当实验靶，我当时就在想，这东西能不能应用到战场上？没想到今天竟然真的成功了。说起来，你老李真的要谢，还得谢谢人家方厂长。就不说今天这遥控坦克，这些帮你打英国阵地的火箭炮，都是人家方厂长造出来呢。不过要说起来，人家方宇造的这些火箭炮那是真的强，看来国家强大就是好啊！要是当年咱们在西北的时候能有这些玩意，别说是平安县了，老子都敢直接打东京，不把他狗国的樱花天皇的脑袋揪下来当球踢，我李云龙的李字直接倒过来写。看到李云龙这副得意忘形的模样，老李，你吹牛别 TM 带上脑子，咱们的派出去的侦察兵都说了，这一次鹰将是铁了心的要拿下三角山阵地，估摸着这次动用的兵力超过了5万，咱们这阵地上满打满算也就1000多人，所以这场仗一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而且几分钟前我也接到了后方基地的电报，刚刚那一轮支援的火箭炮已经把现有的库存都用上了，下一次火箭炮支援至少也得等8个小时以后，也就是说咱们要靠这手里的1000多人抵挡鹰将的轮番攻击至少48个小时，有在那边笑的功夫，还不如多想想该怎么防守对方的进攻呢。老赵啊，你我合作了这么久，难道还不知道我老李的作战方法吗？没别的，就一条，逢敌必亮剑，顶得住要顶，顶不住也要顶。当年咱们这群人爬雪山过草地，被光头上100万人追着跑了大半个龙国都没怂，现在不光有枪有炮，而且装备甚至比鹰将的还强，我怕个屁！想吃下老子，老子先崩掉他2颗牙再说。老李啊，你这为精神论的习惯什么时候能改改？就算精神意志再强，也没法改变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规律，不是？
老赵，你说这话，老子就不爱听了。咱们当年那么艰苦的日子都能熬下来，靠的是什么？还不是靠精神撑着。何况正所谓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相信大首领他们是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咱们团干挨打不还手的。你信不信？支援咱们的援军已经在路上了。这群犊子竟完全放弃了突袭计划，直接改为了强攻阵地。老赵，你没事吧？我没事，咱们去前面看看。团长，不，那个总指挥，英国鬼子已经进入咱们的射程了，咱们打不打呀？打彪啊！你现在好歹也是个团长了，怎么还不明白咱们独立团的规矩？咱们团是什么打法？那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这才500米，你这什么急？现在开枪的浪费多少子弹？你把他们放到200米再打呀！可是200米的距离是不是太近了？200米，团长，现在的视野太差了，万一漏掉几个，人家一个冲锋就过来了。一旦敌人跟我们进入贴身肉搏，那咱们就没法发挥出防守方的优势。咱们这么点人，人家就是用人堆也能把咱们堆死。你小子脑袋是榆木疙瘩雕的呀，来来回回就会老一套的东西。老子这次来不是给你们带来军工厂新研究的好东西了吗？这玩意不就是用来应付现在这个情况的？要我说，你笨死算了。对，我怎么把那玩意给忘了？我现在就让同志们装上。团长，还是你有办法？去，别给老子戴高帽子，快滚去办吧！长官，对不起，我们团除了我以外，1222人已经全部战死，无一生还。我们对龙国的第一次冲击失败了。报告总指挥，我军已经彻底击退了敌人的第一波攻击，歼敌1000人以上，摧毁敌军坦克8辆。我军除了有2名战士受轻伤外，无一阵亡。请指示。只是个屁！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那点心思，是等着老子夸你是吧？老子就一句话，你做梦去吧！有了老子给你带来的那些武器，你打得好是应该的，要是打不好，你他娘的才是草包呢！团长说的对，我们能这么干净利落的干掉这些敌军，这些新式武器出了大力，你就说这热成像瞄准镜吧。原本在这么黑的天，就算这些鬼子贴到咱们5米的范围，咱们都未必能看清楚。装上它之后，这群孙子一个个全都成白色的了，除了留一个回去报信，其余的那些英国鬼子，咱们的战士都跟打兔子一样。团长，你说人家方厂长的脑子到底是咋长的呢？咋就能研究出这么好的玩意来？咋长的？都是2个肩膀扛1个脑袋，也就是我老李没去念书，要不然老子早就研究出这玩意了。你听他吹牛吧，扁担到了不认的是个姨子，还造武器呢？我看造娃都费劲。虽然咱们打退了对面那老小子的第一波进攻，但我看那老小子也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今晚的仗有的打呢。哼，怕什么？咱们这阵地要防御工事有防御工事，要指挥有指挥，物资军需都是满满的。他们再来多少次，也就是个死。说实话，我还担心他们就这么被咱们吓到，不敢来了呢。紧接着，一声凄厉的警报声便随之响起。听到这个声音，赵刚的脸色猛地一变。糟了，英国那群家伙不是放弃进攻了，他们这是见久攻不下我们，要发动空袭。操他奶奶的！我就知道这群孙子贼心不死。大彪，把老子给你带来的那2门99防空炮抬出来，老子今天就是要用这2把铁竹竿把鹰将这些破飞机给他捅下来。龙国阵地上突然冒出2道狂暴的火蛇，一天上那如同宙斯手里的雷霆一般的力量，直接撞上了这群这些轰炸机的驾驶员，甚至连惊呼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跟着自己的轰炸机一样，被无数35毫米的高射炮弹给撕成了一堆燃烧着的烟花。1、2、3、4、5、6、7、8、9、10、11、12。团长，咱们刚刚那一轮射击，一共干下对方12架轰炸机来，剩下的英国鬼子吓得连弹也不敢投，转身就跑了。牛啊！这2门炮可是太牛了，连鹰将的轰炸机都能打下来。要是之前咱就有这玩意，还用害怕小樱花的轰炸？可惜呀，就是2门炮有点少了，要是再多这么1门炮，咱们就能全歼刚刚那个飞行编队了。他奶奶的，你小子还真是狗熊掰苞米，贪心不足啊！还再多1门，你知道我是怎么求爷爷告奶奶才从旅长不，现在改叫陈大将了，才让陈大将云出这2门防空炮给我的吗？能有这2门炮，你小子就烧高香吧。不嫌少，2门也够用了。嘿嘿嘿，我就知道团长你还是心系咱们独立团的。他娘的，你笑个屁！看对面那老小子的架势，今天晚上他是不打算让咱们睡个安生觉了。这一波空袭之后，他们肯定会再次发动进攻，你还不去准备下一波的防御，在这给我打什么屁呀？滚！
好嘞，团长您别生气啊，我这就去哈。可就在这时，刚刚已经停下的防空警报又再一次凄厉地响了起来。他娘的，这群美国佬真是记吃不记打！刚刚被咱们揍得那么惨，竟然还敢回来！大彪，刚刚你不是还说没权歼这支飞行编队有遗憾吗？现在你的机会来了，去给我把他们都干掉！跑了一架，别怪我拿大嘴巴子抽你！是团长，坚决完成任务。大包，别急，先回来。我就是感觉有些不对，这群英国人又不是傻子，他们知道咱们有放空火力，为什么还要过来送死？虽然我看不出他们具体是要干什么，但我觉他这里面一定有猫腻，你千万小心点，看情况不妙就立刻撤下来，别逞强。毕竟就连大首领都说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只有活下来，咱们才能守住阵地，知道了吗？你放心，我现在好歹也是个团长了，有些道理不用政委说，我自己懂。老赵，这警报都响了这么长时间，可鹰降的飞机连影子都没有一个，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咱们从帝都带来的那台雷打出问题了？这些警报都是误报，不太可能吧？再怎么说，这东西也是长城军工厂产的设备，不都说长城出品必属精品吗？老赵，你听到没有？这大冬天的打雷了！打雷？打个屁的雷啊！这才不是什么打雷声，雷达和警报也没有误报，这声音是鹰降 B-29 轰炸机的引擎声。老李，快下命令让大彪他们别再守着那些防空炮了，立刻躲进战壕，晚了可就来不及了。老赵，你还活着呢吧？老赵，李云龙，我招你了，你就周我，老子好着呢。好，老子就知道你小子命大。不过你没丢什么零件吧？万一丢点什么，回去之后弟妹不得埋怨死我？滚！什么时候了，还在这不着四六？大彪，张大彪，有没有事？我也没事。刚刚我统计了一下，全团在这次轰炸中一共伤亡204人，其中189人死亡，15人重伤。这多亏了政委您带来的那套防御工事的培训手册，让咱们早早的就挖好了防空洞，否则的话，恐怕刚刚的伤亡数字可就远不止这个数。大彪，你待会千万要记得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记好。这200多名战士都是好样的，他们为祖国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咱们无论如何也要让后世子孙都记住他们。是，政委，我记住了。待会战事结束，我就去办。团长，您给我带来的那2门99防空炮也被那群英国人给炸没了。我就是担心，要是英国人再来一次空袭，咱们可真没法对付了。还来？你当飞机和弹药都是不要钱的水呀？说破就破。他老美家里是有金山啊，这么造，你有这瞎想的功夫，还是去前边修被炸坏的防线。然而，乌云之中再一次传来了B-29那令人不舒服的呼啸声，而这一次飞行编队的声音甚至比上一次还要大。我日他娘的，这些美国佬还真是土财主啊！这一波波的空袭是没完了，3波空袭，一次比一次阵仗大，就是为了咱们这么一个1000多人驻守的小阵地。他娘的，怪不得小樱花都被他揍得跟儿子一样，这家伙真有钱啊！行了，老李你就别抱怨了，鹰将再怎么说立国也200多年，咱们新中国才建国不到4年就跟他打得有来有回了。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老美有的咱们也会有，而且还会比他多比他好。到那个时候我敢保证，躲在战壕里挨炸的可就是他老美了。老赵啊，老子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可是老子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他老美也太特娘的欺负人了，只能他打人，人家打不到他，这种打法这不是就是要赖吗？他娘的，早晚有一天我非把这些铁乌鸦一个个敲下来不可。没想到自己只不过是打了一通电话，鹰将的空军指挥总部竟然连续派了3波轰炸机来，这是跟这里的龙国守军有多大手啊！而在片刻之后，7、8道如同火流星般的不明物体自乌云之中激射出，直接迎面撞上了那些来不及反应的 B-29轰炸机。瞬间，随着道道巨大的爆炸声，空中出现了至少6团巨火。刚刚还觉得大局已定的马克威彻底傻眼了，他实在想不明白，经过了刚刚那次火力覆盖之后，明显是苟延残喘的龙国阵地究竟是怎么在一瞬间打下这些 B-29轰炸机的。看到这一幕的鹰将空军并没有选择坐以待毙，20多架护航的 F-86配刀战斗机立刻分散开来，在云层之中搜索这些隐藏在黑暗之中的杀手。一枚枚尾部喷着尾焰的长条状物体却从不知何处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在这些飞行员还没反应过来之时，直接炸开。老赵，你快出来看啊！老天爷开眼了，英国鬼子的飞机都他娘的都被打爆了！哈哈哈哈！老李啊，老李，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海老天爷，你好歹也是个唯物主义战士，怎么还搞迷信这一套？
这明明是咱们龙国的空军来支援咱们了，你小子之前不就盼着这一幕吗？你看，这不就来了？啥？你说把英国鬼子飞机打下来的是咱们的战斗机？他本以为这些能跟鹰将空军打得有来有回的战斗机是毛熊老大哥派来支援自己的。好，简直太好了！我早他娘的看这群英国空军不顺眼了，还自称什么狗屁蓝星第一空军，现在还不是被咱们龙国打成狗？提气呀！老赵，这真是他娘的比小鬼子投降还他娘的提气呀！天空之中，那些神秘的龙国战斗机也露出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随着天空中最后一架 B-2轰炸机在半空中化为了一团璀璨的烟火，地面上马克威整个人已经呆若木鸡，双眼失神。这群龙国人干掉我们飞机之后还不走，竟然敢这么大摇大摆的朝我们飞过来，这简直就是在贴脸嘲讽我们。中士，让防空营立刻开炮，不要顾及弹药损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这几架飞机给我打下来。将军，您的这个命令我恐怕无法执行。为什么？难道你要战场抗命，打不了龙国人，我还打不了你？信不信我现在立刻把你送上军事法庭？是将军您说，因为龙国没有空军，所以这次的行动没有遭受空袭的风险，所以让防空营的人全部换成了无后坐力炮，增强对阵地的杀伤力的。李总、赵总，两位好，我是龙国特种侦察连连长王昶，受上级指派，特地来协助你部坚守阵地，这是我们为您带来的补给，请查收。两位首长，坚守阵地辛苦了。这一次虽然只有我们这20几个人前来支援，人是少了点，是因为我们需要给诸位运送军需物资。大概3个小时之后，第2批援军1个连就会抵达。只要天气稍好，后续的增援部队也会从地面向这边快速接近。总之，请两位首长放心，我们是绝对不会让这片阵地失守的。咱们部队的援军到了，他们就这么水灵灵的从天上溜下来了。老赵，你打我一巴掌，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去，自己又不是没长手，要打自己打去。赵刚看着这满地的物资，他脸上也露出了复杂的神色。虽然我知道组织不会放任我们在这里被围攻，我也相信会有增援到来，但我没想到竟然来得这么快。如果不出所料，这次你们用来给我们补给的飞机也是长城军工厂的新产品吧？赵总猜得不错，这就是方厂长刚刚研究成功的猎鹰直升机。它不但能够打击坦克步兵，而且还能装载人或货物。听说最大的载重量能够达到4吨，一次就能补给10几万发子弹的。我的娘啊！一次补给10几万发子弹，那岂不是说一次补给就能给前线一个团补满弹？而且它的速度还这么快，那以后再打起仗来，咱们岂不是再也不用担心后勤问题了？竟然连这玩意都能造出来，你们那个方厂长还真他娘的是个天才呀！长官，您派出去的预备队已经全部打光了，还要再组织人手对目标发起冲击吗？撤退吧。长官，您说什么？我说撤退吧，6万多人跟一个只有区1000人的阵地作战，制空权丢了，还剩不到2万人。只要无法掌控制空权，干掉旋翼机，他们就能无限次的进行补给。这是在跟拥有无限资源、无限人口的深渊作战。团长，你快看，敌人撤退了！哈哈哈哈，咱们赢了！哟呵，这老小子还真撤了！这王八草的，有本事别走啊！再陪老子打上3天3夜，老子还没杀过瘾呢！行了，老李，你也别在这装了，别说3天3夜了，就算再打上1天1夜，你小子这剩下的半条命都得交代在这，见好就收吧。那不行，老赵，扶我起来！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现在这个节骨眼，你可千万别给我节外生枝啊！这哪能啊！老子又不是当年那个小团长了，老子现在是将军，早懂事了。我之所以让你把我扶起来，就是想亲手把英国鬼子打翻的国旗给重新竖起来。老子就是想让这群龟孙子记住，只要这面旗帜不倒，他们就永远也别想打败咱们。大首领，咱们赢了！大捷啊！你这个小同志啊，没头没脑，到底是什么大捷？你喘口气慢慢说嘛。大首领，各位首长，对不起，前线刚刚发来电报，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咱们的前线部队在坚守了1夜，歼灭敌方41000多人，摧毁敌军50余辆坦克之后，终于成功的震慑了敌人，让敌人铩羽而归，无功而返了。好，实在是太好了。
李云龙和赵刚做得好啊，竟然以这么微小的代价就挡住了鹰将2个集团军一天夜的攻击，而且还干掉了鹰将1/3的部队。大首领，我看这2个人的表现应该比得上古代张辽在合肥城800破10万了吧？不止啊！张辽800破10万，那是带领手下直接突袭了孙权中军，是吓跑了东吴。而李云龙和赵刚可是实打实硬碰硬的歼灭了对方4万多人，以1敌100还能有这种战绩，不说后无来者，也算是前无古人了。小陈啊，我记得这李云龙和赵刚在你还是旅长的时候就是你的部下对吧？那就由你待会你一封嘉奖令，替我好好表扬他们这一次的伟大胜利，该有的荣誉待遇不要吝啬，一定要给足，可千万不要亏待了这2位大功臣啊！鹰将发话，龙国敢跟鹰将继续在半岛战斗，鹰将政府不但会增加对半岛的军事援助力度，而且不介意对龙国本土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蘑菇弹外科手术。看美国老要打，那咱们就陪他打到底，一直打到咱们完全胜利为止。我赞成，绝不撤兵，不就是蘑菇弹吗？有本事就丢。既然同志们都是这个态度，那咱们的战略就这么定下了。无论鹰将是否真的对咱们进行轰炸，我们都绝不退却。我觉得，为了遏制鹰将对我国的核讹诈，我国是不是也可以开始研究自己的蘑菇弹了呢？你知道的，是否拥有蘑菇弹，可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世界大国的标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万一你们获得技术之后，用它来威胁我国领土安全的可能性，只用一项红外制导技术来交换，太少了。既然如此，那么贵国除了红外制导之外，还想要什么？不妨直接跟我说吧。技术，其实我们毛熊国并不欠缺，毕竟我们在占领汉四国之后，已经带回了不少全新的技术，很大一部分我们还没有吃透。所以，约瑟夫同志的意思是，蘑菇弹的技术我们可以交给你们，而且我们还可以派专家手把手的教。但是我们有几个条件，第一，我们希望龙国跟我们毛熊国建立同盟关系，同时为了一同抗击鹰将这个最大的资本主义，我们还想跟贵国组建一支联合舰队，舰队就驻扎在贵国的几个最主要的港口上。第二，为了监视鹰将的舰船在太平洋上的活动，我们希望贵国能够批准共同建立起一座长波电台。在此基础上，如果贵国还愿意拿出红外制导技术作为交换条件的话，那么蘑菇弹的制造技术，我们一定会毫无保留的全数交给你们。闻言，陈大将彻底愣住了。他在来之前，怎么也没想到毛熊国竟然能无耻到这个地步。联合舰队、长波电台，我看贵国真正的意思是想占据我国的不动港，作为你们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吧。至于在我国修建长波电台，这和之前的各种租界有什么不同？你们都提出这么过分的2个条件来了，竟然还惦记着我国的红外制导技术，我真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臣，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以你们现在的工业水平与经济，能保持一支国土防御型的陆军就很艰难了。想要建成一支优秀的空军和海军，根本不是你们现在能够做到的事情。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跟我们合作呢？我们本以为你们是赤色战线上的老大哥，虽然我们之前的确有误会，但已经解除了。现在鹰将一直在用蘑菇弹威胁我们，你们肯定会帮助我们一起抗击这个敌人。可没想到你们竟然落井下石，老爹已经到现在了，你就跟我交个实底吧。你们毛熊国除了这2个条件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没有的话，那咱们也没必要再聊下去了。有。而第2项则是我们收下你们带来的红外制导技术，但并不会提供给你们蘑菇弹的技术。不过，我们毛熊国可以在国际上发表承诺，任何对龙国的核打击都等同于直接打击毛熊，我们会立刻毫不犹豫地发动核反击。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不会给你们蘑菇弹的技术，但我们可以给你们核保护伞。这样一来，你们也同样不需要担心鹰将在对你们进行核讹诈了。臣，其实这个选项对你们来说也是很划算的。听到迪米特里的话，陈大将又是一阵沉默，过了片刻，才淡然地说道：“不，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代表龙国上下心领了，但还请恕我拒绝。”为什么？臣，我们已经把底线放得很低了，为什么你们还不肯同意？老爹，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大首领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核保护伞说起来好听，但一旦我们真的被这把伞保护住了，就必须依附于你们。万一哪天我们惹你们不开心了，这把伞还不是你们想丢就丢？所以，既然你们不打算跟我们交换蘑菇弹的技术，那我们就自己研究好了。无论是研究的快慢，研不研究的出来，至少我们不用再看别人的眼色。臣，
你们太自大了！你真的以为依靠你看龙国那半吊子的工业技术就能搞出蘑菇蛋来吗？鹰酱搞了8年，我们毛熊搞了6年，这里面耗费了多少资源，投入了多少资金，你都知道吗？你说你不想要这保护伞，想自力更生，可你知不知道，这世上只有真正的巨人才能掌握这把伞的伞柄。迪米特里同志，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什么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但我请你记住你今天的话。我相信历史会证明谁是真正的巨人，而谁是真正的矮子。同时，我也要送你一句话：这蘑菇蛋就算没有你们毛熊帮忙，我们也一定会造出来的。希望到时候你们不会后悔今天所做的决定。我没能完成祖国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请您处罚我吧。这件事不怪你，说到底，一是咱们把蘑菇蛋这种国之重器看得太轻了，以为用红外制导技术就能换回来；二来，咱们也是把毛熊国看得太好了，以为他们身为赤色阵营的老大哥，会看在阶级情分上帮助我们。谁能想到，他们竟然提出如此狮子大开口的条件。我们要是答应了毛熊国的条件，那么咱们和当年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大秦有什么区别？龙国的老百姓又会怎么看咱们？小陈，你做的对。说句不好听的，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没了他毛熊国，难道咱们龙国真就造不出蘑菇蛋了？邓教授，您说是不是啊？咱们龙国已经生产出自己的化肥了，我这次来受人所托，请你们农科院的人去一趟，指导一下工作的。不去，没兴趣。哎，你这个老杨头，怎么今天中邪了？你之前不是做梦都想整出来龙国自己的化肥吗？怎么今天放在你跟前了，你倒是不去看了？如果是真的，我自然会去。不过这种一言假，根本不值得我去跑一趟。假？哪里假了？哪里都假。以现在咱们龙国的工业水平，想要量产人工化肥，根本就不科学。说不定又是底下的哪些人为了邀功，谎报功劳。不是，老杨，你说这个我就不爱听了。你要是说别人会谎报功劳，那我信。可你要说方宇谎报，那可真就太荒谬了。他立下的功劳，哪个不比造一袋子化肥大？现在你说他会为了这一点点功绩谎报实情，这简直是笑话。等等，你说谁？方宇，就是造飞机的那个方宇，你咋不早说呢？既然方厂长人家都下了请帖了，要是我不去，倒显得我不懂事了。哎，这才对嘛。行嘞，老杨，你现在就收拾收拾行李，待会我就派车来接你。今天下午咱们在帝都机场见。杨院长，对于咱们这新化肥厂，您看着还满意吗？满意，满意。方厂长，我冒昧的问一句，方便透露一下咱们这座化肥厂的生产量吗？目前咱们的厂子刚刚开始试运行，每天的化肥生产量大概在80吨左右。为了磨合机器，现在的机器工作效率只有50%等正式运营之后，据我估计，机器效率全开的情况下，每天的化肥生产量应该能突破200吨。这个数据已经把上年全国3.9万吨的化肥产量远远的甩在身后，甚至连尾灯都看不到了。顿时，杨林感觉头皮都有些发麻了。两位，设备咱们都看完了，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看看咱们生产出来的肥料成品如何，正好也让杨院长知道一下我制造出来的化肥有什么不足，我也好查缺补漏。走走走，方厂长，快带我去看，我真是想见识见识咱们龙国第一代自主生产的化肥到底是什么模样。一走进门，杨林便被眼前的一切给吸引住了。宽敞的房间里，整整齐齐的摆放着上百袋化肥。你竟然把尿素都生产出来了！尿素这玩意虽然在后世一点都不起眼，但它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可是名副其实的高科技产品，世界上也就是有龙国鹰、将毛熊、白象等几个国家能够制造。是这位，这成色竟然一点杂质都没有，这也太漂亮了！真没想到咱们龙国自己也能制造这么好的尿素了。方厂长，咱们这尿素的成分检测报告能给我看一下吗？早就准备好了，请您过目。杨林直接一本正经地看了起来，而第一眼过后，杨林的瞳孔便猛地一震，脸上也露出了惊骇的表情。老杨，你这是怎么了？难道说这份检测报告有什么问题不成？还是说咱们龙国自己产的化肥根本没法用？不是没法用，恰恰相反，方厂长产的这些尿素品质实在是太高了。如果这份报告没有水分的话，我甚至敢断言，咱们龙国自己产的尿素比毛熊甚至是英国产的尿素还要好上至少1倍。这个化肥品质竟然直接超过了毛熊和鹰酱，那岂不是说咱龙国的化肥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蓝星第一？方宇，对你小子，我真是没话说了。好样的，你这次可真是为咱们龙国立了大功了。别的不说了，我代替咱们龙国的4万万百姓，谢谢你了。陈总，您过奖了，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就算您想夸我，现在也太早了点。别忘了，咱们这座化肥厂除了这尿素之外，可还有其他的东西呢。老天爷啊，方厂长这不会是把氮肥、磷肥、钾肥一下子全造出来了？
如此一来，氮、磷、钾3种肥料，咱们龙国全都能自产了。龙国自此之后就再也不怕外国用技术掐自己的脖子了，这又怎能不让杨林欣喜若狂？陈总、杨院长，咱们厂的化肥生产线你们已经看过了，不过这次我请你们来，可不只是看化肥而已。晚辈在此之前还改良过一些植物的种子，现在大多已经结果了。如果诸位不累的话，那不妨一起去看看，给晚辈指导一下，如何？啥？你还有这个手艺？怎么之前没听你说过？小方，你还真是真人不露相啊！陈总，您说笑了，什么真人啊，我可不敢当，我也就是个玩票性质的票友，杨院长才是真正的高人呢。高人，我要是真的是高人，咱们龙国的化肥问题我早就解决了，又岂会像之前那样束手无策？我是真的老了，这个所谓的农科院院长一职早就德不配位了。要是我有像方厂长这么优秀的接班人，我真是乐得赋闲回家，颐养天年。方厂长要不要来我农科院工作？你要是愿意，我可以立刻辞职，让贤给你。去，你个老杨头，好心好意的带你来一趟，没想到你竟然当着我的面挖起人来了。方宇要是从长城军工厂走了，咱们龙国未来的军事装备你来给我造啊！粮食虽然重要，那国防就不重要了。就算方宇真的不干军工了，国家的几个部门也都抢着点名要他去呢。别的不说，就光工业部的老黄跟我提这件事不下10次了，你慢慢排队去吧。这就是你说的试验田，零下20多度，植物竟然还能继续生长。要是我们能将这个技术推广下去，咱们龙国的粮食产量岂不是得翻番？杨院长，您别激动啊，该说是说不清楚的，咱们先进去，我再跟您慢慢解释。这些半透明膜叫做塑料，阳光带来的光和热却能穿过这层聚乙烯，被送到这大棚里来。热量在这个密闭的保温空间里只有进没有出，所以温度自然就能提起来。而要制造这么一个大棚也十分简单，只要用钢或者竹子搭建起来一个框架，再附上几层聚乙烯膜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听你这么说，不论是任何人，只要会搭架子，会铺这层所谓的塑料，岂不是都能掌握这项大棚种植技术了？真正的难点在于这层塑料膜上，各位可知这些制造塑料薄膜的材料是什么？是乙烯，而乙烯的来源则是石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石油体系，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他们就没法造出这么一层薄薄的塑料膜。现在的蓝星上也就仅仅鹰匠一家才掌握了这塑料膜的制造技术，还无法量产，所以这大棚种植技术也就只有咱们龙国一家才有，是真正的独此一家，别无分号。还觉得这技术简单吗？好了，没想到我杨某在有生之年竟然能看到咱们龙国的农业技术超越鹰匠的一天。这片试验田是有对照组的，在这片田里我们用的是鹰匠家的化肥，同时种植量也减少了一半，就是为了跟另一块用咱们龙国自己产的化肥，同时按照指导数量来种植的试验田做比较。不过很遗憾，最后得出的产量并没有我一开始预想的那么好，在一切都在最好条件之下，亩产只有 9.38 吨。9.38吨，还只有这个逼装的。如果是100%的话，以杨林为首的这群人会给方宇82分，剩下的18分以666的形式送给方宇。太好了，方宇同志，你改良的实在是太好了，直接解决了咱们龙国最为基本的粮食问题。我替咱们龙国的4万万百姓谢谢你了。杨院长，您实在是过奖了，我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我是龙国的一份子，又怎能看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同胞整日受到饥荒的困扰而无动于衷呢？何况就算不为了龙国的同胞，就算是为了我自己着想，粮食充足了，我也能安安稳稳的吃个好饭吗？1个月后，罗布泊。哟，邓教授忙着呢。呵呵，也不算忙，冯将军来找我，有何指教？邓教授说笑了，我有什么本事指教您啊？我就是过来通知一下邓教授你们要的那个蓄水池我给你们修好了，里面也按照你们的要求储存了10吨毫无杂质的蒸馏水，你们想用随时都能用。多谢冯将军，你辛苦了，也辛苦你给我向全体官兵同志们道声谢。都是为国家做事，有什么可谢的？不过既然是邓教授说了，那你的话我一定给你带到。没什么事的话，我这就走了。冯帅还没走到帐篷外，就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你看看我这个脑子，连正事都忘了说了。邓教授，除了那个蓄水池的事之外，1个小时之前，长城军工厂的方厂长托人送来了一台机器，听说是专门给你准备的。您要是有空的话，要不要去看一下？看，一定要看。冯将军，还请麻烦你给带路。刚刚送来的东西呢？东西，冯总，您说的是哪一件啊？刚刚后勤部送来的东西可太多了。还有哪一件？我问的是方厂长专门托人送来给邓教授的那一件。您说的是那台计算机？计算机？真的是计算机？小同志，你说的计算机它在哪呢？教授问你话呢，那台计算机你究竟放哪去了？你知不知道这东西可是关系着咱们龙国蘑菇弹的研发进度？
冯总，这就是计算机啊！你说这台就是方厂长托人送来的计算机？这怎么可能？小同志，你是不是哪里搞错了？你确定这就是方厂长托人送来的计算机？是不是你们遗漏了什么没入库？或者这其实只是送来的第一批零部件？运输队的人没说，明天还会不会来送其他的配件吗？没有，绝对没有。知道这是您的东西，我们的后勤部的接收人员还再三确认过了，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没有其他的配件了。而且运输队的同志也没有说还有其他的零部件要送。这就是全部了。可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这台计算机会这么小？小吗？这也不小啊，这要是放在我的办公室里，得占据1小半的面积了吧？冯总，你不明白，我说的小不是你口里的那个意思，在你们眼里这东西的确不小了。但你知道鹰将家里的那台计算机有多大吗？机器重量达到30吨，占地面积170平方米，足足有4间房子那么大。就算现在他们改进了计算机的制造技术，但最小的计算机恐怕也得达到占地面积40-50平米左右。但你看看眼前的这台计算机，两相对比之下，方宇给我送来的这台计算机简直小得让人心慌啊！这怎么可能？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再一次的重新开启了计算机里的运算程序。邓教授，怎么了？我就是太激动了，老天爷呀！2次的数据一致，不是我输错了问题，而是这台机器实打实的算出来了。我做梦也没想到，咱们龙国有一天也会有一台性能超过鹰将几10倍的计算机呀！邓教授，那按照你说的这样的话，岂不是说方厂长制造的这台计算机性能要比鹰将那台计算机强得多？那它每秒能计算多少次啊？这个我还不清楚，不过根据他刚刚来计算数据的速度来看，鹰将那台每秒计算5000次的计算机都要计算1-2个小时的数据，他只用了1分多钟就计算出来了。这么推测，这台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最少也得有鹰将计算机计算速度的60倍。也就是说，咱们龙国自己研发的这台计算机每秒至少能运算30万次。接下来的时间里，整个戈壁滩蘑菇弹研发基地的研发进度便如坐火箭一般高歌猛进。小子，究竟是什么事啊？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为了你这点事，还必须让我从帝都亲自来一趟，我这还一堆事呢。老陈，你抱怨啥？你忙我就不忙了吗？这不是还是被吴总一个电话就被叫到这里来了。方宇同志，你别听老陈的，这家伙就会扯虎皮拉大旗。其实他在帝都县都快发霉了，他不想来，单纯的就是懒而已。我替你训过他了，所以你能不能提前跟我透露这次啊又发明了什么好东西啊？2位少安勿躁，到了地方了，这个惊喜还是你们自己来揭开吧。好家伙，场面搞得这么大，你这家伙究竟是藏了什么东西在里面？我们这都已经到了，方宇，你就别再继续卖关子了。呵呵，不是我要卖关子，而是这东西的分量实在太重，必须由您2位这样的大领导亲自来开门，才能配得上他的身份。啥？我大老远来一趟，还得给你当苦力？你小子最近是飘了呀？行了，老陈，来都来了，你还差这点力气，别抱怨了，快来，你拉左半边，我拉右半边，我都有点迫不及待想想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了。行吧，看在你老刘的面子上，老子就帮他这一次。不过方宇，要是这次你造的东西不能让我们满意，你可别怪老子翻脸哈。这次不管你说什么，你们厂里的大师傅也得跟我回帝都了。这就是你给我们的惊喜，这飞机未免也太大了吧？眼前这台飞机简直大得出奇，仅仅是目测，陈大将也能大概得出这架飞机的长度，接近40米的长度，30多米的宽度，几乎有2个篮球大小，而它那接近10米高度。帅，太帅了！刘总、陈总，2位对我给你们准备的这个惊喜，可还满意啊？满意，太满意了。只不过我真是有点看不懂，光看这架飞机的体积，我觉得它应该是一架轰炸机或者运输机，但我也看到你给它安装的发动机是跟骁龙一样的喷发动机，所以这究竟是一架战斗机还是轰炸机啊？方宇，你就别卖关子了，快给我们解释解释吧。实话告诉你们吧，这款飞机就是我为龙国设计的第一款，完全由咱们自己研发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而我给它起的名字叫做逆火。战略轰炸机？可战略轰炸机究竟是个啥？这款逆火战略轰炸机机身长42.46米，机高11.05米，翼展34.28米，最大起飞重量为124吨，最大武器荷载为24吨，最高升限13300米，作战半径为6800公里，而单次航程的距离则是达到了1.2万公里。多少？你说多少公里？2位没听错，这架飞机的单次航程的极限距离就是1.2万公里。当然，这还不是它的极限。如果能够在空中加一次油的话，这架飞机就算是飞2万公里也不在话下。很明显，方宇设计这架飞机的初衷就是来跟龙国还没有诞生的蘑菇弹配合着来用的。
作为高明的战略指挥家，他们都明白这架战略轰炸机和蘑菇弹搭配起来之后，将会对鹰将造成多大的震慑力。好，方宇，你做得好啊！有了这玩意，我看那群美国佬还敢不敢天天嚷嚷着要给咱们进行外科手术？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看到咱们龙国的蘑菇弹快点被制造出来。我是真想看看，当那些美国佬看到咱们的轰炸机带着菇弹飞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嚣张？方宇，我记得鹰将家的 B-29最大的航程也就只有2000多公里吧？你这款轰炸机的作战半径竟然达到了 B-29的3倍还多，你设计的这架轰炸机真的有这么强吗？对了，还有一点，方宇，就如你所说，这架轰炸机的参数完全没有一点问题的话，可有一件事你是不是忘了？虽然说你的轰炸机能够飞1.2万公里，但咱们手里却没有能飞同样里程的战斗机来为它护航啊。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这么麻烦了，或者说从一开始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方宇，你这话是什么意思？F-86的极限飞行高度只有10700米，米格15的极限飞行高度也只有12000米左右，但这架逆火却能够达到18000米以上，它甚至能够飞到24000米的高空飞行。他们就是拼上吃奶的劲，也够不到这架逆火轰炸机的半根毛，更别说地面上那些防空炮了，看都看不见这架飞机的影子。陈总，看好了，这飞机飞行速度2.3马赫，别眨眼，眨眼可就看不着了。卧槽，他是怎么没的？别问我，我眨眼了。今天我请你们来，一来是为了让你们参观一下这架轰炸机的试飞，二来就是想给你们演示一下我最新研究出来的航弹的威力呢。啥？你已经研发出搭配这架轰炸机用的弹药来了？这样，咱们不光有了反制鹰将的手段，咱们的部队也有了可以随时呼叫的空中火力援助了。方宇，你不是说要给我们演示一下航弹的威力吗？这实弹实验什么时候开始啊？应该马上就能开始了。我怎么没看到靶场啊？光看爆炸效果，这可评估不出杀伤力来吧？靶场在那边，我设计的这款航弹威力太大，如果把靶场设在这里的话，那些航弹很可能会误伤到我们。山上不比试验场，干扰因素太多，应该也没法准确的判断炸弹的杀伤力。方宇，要不你还是通知上面的飞行员，把试验场换回这里得了。对，方宇，要不你就把试验场换回来吧。我和老陈都是见惯生死的人，连敌人丢下的炸弹我们都不怕，肯定不会担心什么误炸不误炸的。而且山上那种环境的确也太复杂一点，真不适合收集数据。陈总、刘总，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不过你们放心，就算实验不成功，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气馁的。何况，就算我现在想改，也来不及了。现在那些机组上的人员应该已经要准备好投弹了吧？果然，刚刚已经消失的逆火再度出现在不远处的天空，紧接着几个小小的飞碟便从这架飞机上落下，并朝着下方的小山上急速下坠。一道带着蘑菇云的巨大火光冲天起，地面的剧烈抖动瞬息而至，甚至让远在5公里之外围观的众人都有些站立不住。我的妈，这航弹的威力未免也太大了吧！他还没见过威力这么大的航弹，自己可是隔着5公里呢，竟然也能感受到这么强劲的冲击波。我的妈呀！山头呢？那么大一个山头呢？山上那块石头怎么也得有上百吨吧？就这么被咱们轻轻松松的炸没了，这威力也太恐怖了吧！这些航弹不光炸掉了那座小山上的山石，甚至还直接把整座山头都削掉了1米多，太残暴了！方宇，你设计的这款航弹威力实在是太残暴了，这简直就是步兵不任何地面单位的克星啊！有了这东西，咱们也能像鹰将欺负咱们一样的欺负他。方宇，我还有点事问你，你设计的逆火轰炸机和航弹我们都看过了，威力的确惊人。不过我现在最关注的是产量，这飞机和航弹究竟什么时候能够量产啊？1个月大概能造多少？逆火轰炸机的生产线造价太高，所以不能像其他战斗机一样实现多车间量产，所以3个月能组装一架已经是极限了。不过相较于轰炸机，造航弹要花的钱就少多了。就以刚刚那些航弹来说，每枚的造价大概在10万美元1枚上下，只要多开几条生产线，每个月量产200枚还是有保证的。10万？等等，你说这航弹1枚多少钱？1枚航弹10万美元，你这航弹是金子做的还是银子做的？这么贵？现在在战场上大杀四方的59式坦克，造价也不过每台50万美元而已。那个方宇，不是我这个人吝啬，可1枚航弹10万美元，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就不能稍微便宜一点吗？你也知道咱们龙国空军穷啊。我也知道咱们空军预算不高，这10万美元的造价还是直接给你报的量产价格。如果按照单枚计算的话，这枚航弹的造价恐怕得到15万美元1枚以上。别的都好说，这个价格我是真的压不下去了。听到方宇的话，刘亚东还想说什么，但立刻被方宇接下来的话给打断。
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刘总应该是知道的。5枚航弹的价格的确能买一台59式坦克，这不假。但5枚航弹造成的破坏力和杀伤力，怕是10辆59式坦克也没法达到吧。而且您看东西，不能只看它的表面不是？我设计出来的这枚航弹，除了威力大之外，可还有一个别人连想都想不到的优点。我觉得，如果你亲眼看到这个优点之后，就不会觉得这枚航弹贵了。优点？什么优点能值10万？你小子不会又在忽悠我们吧？瞧您说的，我方宇是什么样的人，您还不知道？我可是向来是一口唾沫一个钉的。那倒是，行，我和老刘就听你在白活。说吧，究竟是什么优点能这么值钱啊？这个说恐怕是说不明白的。我觉得这种事还是2位亲眼看一次比较好。看？往哪看？你研发出的那几枚航弹不都在刚刚的实验里炸了吗？等等，难道你要让我们看的就是这个？要么说陈总就是陈总呢，看的那叫一个通透。王哥，给我准备辆车，咱们带2位领导去试验场地勘察。好家伙，看来你小子是早有预谋啊！为了掏空老刘这点家底，你是煞费苦心。不过既来之，则安之。老子倒要看看这小子到底想给咱们看什么，竟然还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卧槽，这些都是刚刚那些航弹炸的，这威力这么恐怖的吗？即使是经历了无数场战斗，他们也从没见过深6、7米、半径15多米的弹坑。2位领导，你们在这愣着干什么呀？接着走啊，否则什么时候能看到我要给你们看的东西？好，我倒要看看这小子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老刘，走！在方宇的带领之下，2人被带到了防空洞洞口。这防空洞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卧槽，这不就是龙国的战士们在半岛上挖掘出来，用来防御鹰将空袭的那种防空洞吗？这小子竟然连这种东西都复刻来了。方宇，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火了？虽然说实验室越贴近实战越好，但你这贴的也太近了。其实你大可不必这么谨慎，毕竟咱们龙国战士的土木工事水平，就算在整个蓝星上，也是蝎子的8把多一份。我不觉得鹰将那些少爷兵呢会跟咱们一样修建这种土木工事。这可说不准，世事无常嘛，谁也不能担保。鹰将就学不会龙国的土木工事技术。随着往里看去，竟然密密麻麻的都是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人。方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2位领导，你们别急啊，听我跟你们解释。我这次做的实验是完全贴近实战的，所以这些航弹我当然不能只用来炸一些石头树木吧，我也不能真让咱们的战士来做试验品，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制造了这些假人来测试航弹的威力了。就这些玩具，你能测出来个狗屁数据啊？陈总，您这就错了，这些可不是玩具，这可是我拜托咱们的江和江大医生好不容易才造出来的仿真人形吧。这些假人的身体也是我用硅胶制成的，虽然说不能完美的模拟人体，但也可以达到人体强度的90%，甚至里面还有仿真的骨骼和人体器官呢。在查看假人状态时，他们赫然发现这个假人的情况根本没有自己想的那么乐观。不光是断掉的颈骨，这个假人虽然身体表面没有太多的伤痕，但全身上下1/3的关节都已经脱离了他本该待着的地方，肋骨也软塌塌的陷下一大片去。方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些假人即便是躲在防空洞里还会受这么重的伤？而且为什么即便受了这么重的伤，这些假人身上的衣服还是好好的？2位应该也能看出我研发的这枚航弹的不同之处了吧？不错，这枚航弹跟普通炸弹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我也给这种炸弹取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叫做温压弹。温压弹？所谓的温压弹是采用温压炸药，利用空气炸药的温度和压力效应提高爆轰威力，产生杀伤效果的炸弹。通俗一点讲，就是我设计的这款温压弹跟普通炸弹的杀伤方式完全不同。普通的炸弹大多是靠爆炸时产生的弹片来杀伤敌人，而这些温压弹则能在爆炸之后用产生的强大的超压冲击波杀伤对方。不光是骨头，如果划开这些假人的皮肤，就会发现这些假人身体里的5脏6腑应该都已经碎成渣了。这款温压弹的威力的确够大，不过也不是没办法对付。无论这温压弹的威力有多大，但只要它不是蘑菇弹，就总有一个限度。只要我们的战士在修建土木工事的时候加把力，把这个防空洞的深度再往里挖1倍，这样的话，就算面对温压弹的爆炸的超压冲击波，总能抵御得住了吧？理论上，陈总您说的并没有错，这世上并没有真正完美无缺的武器，就算这温压弹的冲击波再强，也总有一个限度。不过我虽然不想打击陈总，但我也不能为了迎合您故意说谎。怎么还有后手？温压弹又被称为真空弹，一旦被引爆，真空弹会大量吸收周围的氧气，产生远超常规炸弹持续时间的冲击波，由此形成真空区域。在防空洞这种封闭的空间里，
那些就算没有被温压弹的第一波打击伤害到的战士，也会在温压弹造成长达4分钟的无氧环境中窒息而死。就算你天赋惊人，能够撑下这致命的4分钟，等待空气里的氧气重新恢复，也会吸入大量的温压弹造成的有毒气体而被毒死。陈大将和刘亚东的后背顿时被冷汗打湿了。万幸自己今天来到了这里，见识到了温压弹的威力，也万幸蓝星上第一个制造出这枚温压弹的人是方宇，而不是别人，否则一切都完了。现在你们还觉得这枚温压弹一枚要你们10万美元贵吗？不贵，一点都不贵，跟它的功能比起来，10万美元一枚，真算得上是物美价廉了。说实话，10万美元一发这种温压弹已经不是物美价廉的问题了。如果这枚航弹是鹰将或者毛熊的科学家研究出来的，恐怕每枚的要价不会低于50万美元。如果可以的话，我甚至希望加价买你的这些温压弹。你的军工厂再怎么说也需要盈利，但你也知道，老哥我手里就那么点军费，是真不够用了。所以我代表咱们龙国空军，先在你这里订2架逆火轰炸机，100枚温压弹。等下年的军费拨下来以后，我一定加大采购力度。你看这样行不？没问题，刘总，你要的这个数量正好跟我们年产量差不多，只要能保证流水线生产不停工，怎么都行。海军该研究研究海军了。我听说咱们海军今年的军费批下来了，要不要花一花呀？你小子想骗我钱是不是？暴打鹰将海军哟！买，我买，就这样挂了。江总，是谁来的电话？打了这么长时间。方宇那小子，他说现在手上有一个造舰的方案，问我有没有兴趣，名字起的也古怪，好像叫什么？哦，对了，武库舰。有了这艘武库舰之后，咱们的海军就足以在近海跟鹰将的第7舰队抗衡了。什么？仅仅一艘船就能跟鹰将抗衡？不可能，这绝不可能。看来你是有不同的意见，你觉得不可能的理由是什么？不妨跟我们这些外行说说。吴总，我也不是想打击咱们海军的细节，不过方宇方厂长提出的这个想法实在是有点离谱了。要么是方厂长对于自己的设计方案太过有信心，要么就是方厂长根本不了解英国海军的强大。可以这么说，在海军层面上，现在的英国说自己是第2，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1。方宇同志这么说，应该也有他自己的考量在。咱们不如直接给他打个电话，让你们2个专家直接沟通，你看怎么样啊？对，吴总的这个提议好，不都说真理越辩越明吗？你有什么问题，当面问方宇不就行了？我这就给方宇回电话。江总，您这么快就考虑好了？你小子想什么美事呢？不过想让我批准你的计划也不难，我这里还有几个问题，你要是能给我解释清楚了，我当场拍板也不是不行。江朝阳说完之后，便将刘华清刚刚说的话大体的跟方宇复述了一遍。刘总的话大体上是正确的，不过有些地方还是太想当然了。拿我的武库舰跟小樱花的什么狗屁大和号相比，我认为这是对我这艘船的一种侮辱。这大和号好歹也是蓝星第1战列舰，当年鹰将为了对付它，可是动用了超过3艘重型航母、50多架战斗机才干掉的它。你这武库舰连8字都没一撇呢，就先看不上大和号了。大和号的炮再大，打得再远能有多远？最多也就只有30到40公里而已，命中率能达到20%到30%，就算烧高香了。鹰将用的是什么战术？航母空间加巡洋舰，攻击距离从舰炮的30到40公里提升到了100到150公里。小樱花不输谁输？我提出的要造的武库舰却又在另一个等级了。这艘武库舰上搭载的导弹极限射程能够达到200公里以上，命中率也能达到70%，这作战半径已经超过了普通的航空母舰。还不等航母母舰发现咱们的这艘船，咱们就可以对他们发动攻击，主打的就是一个稳赚不亏。听到方宇的这番话，就连刘华清都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他。海战打的是什么？不就是射程和命中率吗？方厂长，你设计的这款武库舰或许真的能达到你说的这种火力，不过你想过没有，一旦敌人挺过了你的第1波攻击，你该怎么办？就算是以大和号那么厚重的装甲，也仅仅是在鹰将铺天盖地的轰炸之下，坚持了不到3个小时。你设计的这款更像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万一被敌人攻击到，那存放在这艘军舰上的弹药，恐怕会直接把这艘船炸个粉碎。有这么个明显的弱点，恐怕连港口都出不去吧。这艘船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海疆，只会在我国近海岸活动，绝对不会出海远洋。真到了跟鹰将在海上兵戎相见的那一天，这艘船只需要负责发射导弹，击毁鹰将的船就行。有99防空炮和猎鹰直升机的协助之下，应该很难突破咱们的防御网，最不济也能撑到将自己所有的导弹都发射光。到了那个时候，鹰将的第7舰队应该也就被打光了。用一艘武库舰换掉鹰将的整支第7舰队，怎么看都是咱们赚了。
你这话说的轻巧，方厂长，你这种想法简直就是守株待兔的翻版。你知不知道咱们龙国的海岸线有多长？那可是足足有3.62万公里，而可供鹰将部队登陆的地点也有上千处。你的武库舰的确可以快速的增援鹰将舰队攻击的地点，但你口中所说的那些直升机和防空炮，难道也能随时跟着你一起吗？到最后，你还不是要面临一个单舰单打独斗的局面？刘总，你这就多虑了。以咱们战士在半岛上展现出来的军事实力，鹰将疯了才会登陆龙国，跟我们打本土战争。如果他敢跟咱们直接开战，你信不信第2天毛熊就会派人过来？所以我认为，鹰将的第7舰队在亚洲的唯一任务就是威慑咱们，防止咱们拿下蛙岛，打破第1岛链。既然已经知道了对方的战略意图，这武库舰一旦造成，我哪也不去，就放在咱们龙国的东南沿海。一旦鹰将有什么动作，咱们就直接向蛙岛发起攻击，来一个攻敌其所必救。第7舰队钻进咱们给他预设好的战场，那最后的战果也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好一个攻其所必救，好一个围魏救赵。这个战术可行，方宇这战术甚至已经有了几分大首领最推崇的阳谋的意味。明知是陷阱，也必须要跳。士别3日，当刮目相待。方宇同志，你这成长速度可真是超乎我的意料啊！啊，这是吴总的声音。吴总您过奖了，我哪能赶得上大首领啊？早知道您在我就不把门弄斧了。华清同志，方宇刚刚已经阐明自己为什么要造武库舰的理由了，你还有什么问题要补充吗？吴总，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听了方厂长的解释，我才知道制造武库舰是最贴合咱们龙国实际的计划了。之前是我太莽撞了，我向方宇同志道歉。刘总，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要您道歉可折煞我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失落，并非是你看不上武库舰，而是在你心中对龙国的海军有更高的追求。你觉得的，龙国作为泱泱大国，也应该有鹰将一样可以纵横四海、威震八荒的航母编队，对不对？你是怎么知道的？您不必知道我是怎么知道您的想法的。虽然我现在主张要研发的是武库舰，但心里其实和您一样，都是坚定的航母派。我自己十分清楚，武库舰只不过是在这个特殊时期制造出来的特殊武器而已，并不能作为主流发展。航母，咱们龙国必须搞，咱们龙国的海军终将成为整片太平洋，不，整个蓝星最强的海军。方宇同志，你说这话没骗我吧？你真的要搞咱们龙国自己的航空母舰？刘总，我不妨告诉你，航母我不是要搞，而是已经在搞了。关于航母结构的图纸我已经在设计，我的估计最多3年，最少1年，咱们就能拥有制造航母的各项条件。如果一切顺利，最快3年，你就能看到咱们龙国自己的航母下水试航了。好，既然华清同志也没有什么意见了，那关于方宇的这个提议，我就拍板通过了。武库舰的制造计划我批准了，不过这研发制造的资金嘛，就不必从海军拨付了。方宇你直接向中输药就行了。吴总，您说的是真的？这简直是太好了！哇！戈壁滩蘑菇弹研发基地传来了好消息，整个研发团队在4个月间已经打通了所有制造蘑菇弹的技术难点，预计半个月之后就能进行第1次核爆实验。大连造船厂武库舰的施工进度已经完成到了98%，只需要将动力系统安装进船体就可以完工了。咱们厂经过这4个月时间的积累，现在仓库里已经囤积了足足600枚鹰击6型反舰导弹。现在只需要等待蘑菇弹实验成功的消息传来，半岛上的争端就会彻底画上一个句号了。厂长，有个坏消息，中央刚刚传来的情报显示，鹰将向半岛大举增兵了，很可能在这几天就会发动对咱们驻守在半岛上的队伍的总攻。王哥，你也太大惊小怪了，就连我这个不太懂军事的人也能看出，鹰将一定会在这个夏天增兵半岛，做最后一波。他们能忍到现在再动手，已经是超过我得预料了。不是，你误会了，我说的坏消息不是指鹰将增兵半岛，而是根据可靠消息透露，这次鹰将增兵的部队里有小樱花的人。什么？这群狗国的美国佬，这是膈应谁呢？为了恶心咱们，竟然把自己的这条狗都放出来咬人了。厂长，你没事吧？你这不是气迷心了吧？咋的，还笑起来了呢？要不我去给你把江医生找来看看？不用，王哥，我好得很，而且好的不能再好了。呵呵，原本我还想给鹰将留个面子，少造一点杀孽，把他们赶出半岛就行了。不过既然鹰将非要这么恶心我要是再对他手下留情，那还真让人家给看不起了。这次我不让鹰将体会一下什么叫伤筋动骨，我就不姓方。王哥，咱们来活了。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假装服从鹰将的指挥，替他们打赢盘踞在半岛上的龙国人，获取鹰将的信任。这一步用龙国人的话说，就是在向鹰将打投名状。只有让鹰将觉得我们已经彻底臣服了他，他才会放松对我们的掌控，让我们重新掌握一定的自主权。稍待，孙奶。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努力发展自己实力的同时，静静等待龙国自己陷入混乱。只要等龙国天下大乱之后，我们就可以乘虚而入，如同当年一般，彻底占领龙国的土地，将其纳入大樱花帝国的一部分。而这一次，我们大樱花帝国一定不会犯上一次的错误，妄图以100万兵力就鲸吞掉整个龙国，而是稳扎稳打，慢慢踩实。少带孙奶。不过前辈，我听说咱们要面对的这群龙国巨人似乎实力很强，甚至就连鹰将的部队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咱们真的能打赢他们吗？巴格雅路，小泉君，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些什么？我们尊贵的皇军怎么可能会输给龙国？斯密马赛，玄仰前辈，是我说错话了。算了，小泉君，其实这也不怪你。现在在咱们国内的宣传一直都是在强调，咱们大樱花帝国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根本没有人教过你们，我们皇军究竟是多么大。可我告诉你吧，其实我们皇国的军人的武艺可是十分昌隆的。小泉君，我问你，世界上现在除了鹰将之外，最强大的国家是谁？应该是毛熊吧。可你知道吗？就在30-40年之前，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前辈打过毛熊呢。玄仰前辈，虽然说现在这些龙国人只是背靠着毛熊狐假虎威而已，但他们手里的那些武器可是实打实的。我听说龙国人从毛熊那里得到了一种连鹰将都十分棘手的战车，要是龙国人拿来对付我们，咱们岂不是很危险？嗨，小泉君，你这就有些杞人忧天了。毛熊国的那些坦克的确是皮糙肉厚，黄金曾经在他们的手下也吃过亏，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今时不同往日了。为了对付龙国，鹰将也给了我们不少他们退役的装备资料。咱们最引以为豪的森林重工，在结合了鹰将的那些坦克参数之后，秘密研制出了一种完全凌驾于鹰将和毛熊国之上的坦克。这次我们也都运到了半岛上，只要有了这些秘密武器，咱们又就会害怕龙国的那些废铜烂铁。就在他声音落下的同一时间，一辆通体涂成浅绿色、炮塔上插着一根高耀旗的坦克开了过来。这辆坦克光从外表看起来，就跟之前小樱花所制造的那些坦克截然不同。目测重达30多吨的自重，就自带一种厚重到不可摧毁的感觉。而他那粗大的坦克炮筒，目测直径也不会低于85毫米，光看口径，似乎已经赶上了汉斯国的虎式坦克。玄仰前辈，这就是咱们樱花国的秘密武器吗？这也太死高一了吧！有这台决战兵器，别说是毛熊和龙国，哪怕是对上鹰将，我们也未必输啊！嗨，这算什么？小泉君，你可千万别小看我们大和民族的科技啊！玄仰前辈，您说什么？咱们大樱花帝国真的造出了超越鹰将和毛熊的战斗机，成为了蓝星上第一个拥有超音速战斗机的国家。等等，我记得咱们之前的航空工业在全盛时期，最多只能制造一些螺旋桨战斗机啊，而现在咱们的航空工业被鹰将封锁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逆势突破呢？咱们把 F-86的喷气式飞机让它成功突破1速，所以说我大樱花帝国设计的这架飞机是蓝星第一架突破超音速的战斗机，并没有什么不对。有了这架蓝星上速度最快的飞机之后，我们就再也不必顾及什么龙国的空军了。哟，是什么事把咱们老宋愁成这副模样啊？说出来看看我能不能给你解决吗？这声音是陈总，稀客呀，是什么风把您这位贵人给我吹来了？宋总啊，我这次扮演的可是宋才童子啊。宋才童子。宋总，要是我猜的不错，你刚刚之所以那副表情，是正在为接下来的战斗发愁吧？毕竟这次鹰将可不是跟以前一样小打小闹，而是倾巢而出，势必要拿下咱们。凭你手上的那点装备，想要防守下来，怕是不易。陈总料事如神，别发愁了，这次我来就是受了中枢的命令来给你送装备的。真的？哦，听到这个消息，宋总你似乎不太兴奋啊。有中枢领导的关心，我怎么会不高兴呢？不过我也知道国内的情况，因为这场战争国库都快打空了，就算能送来一些装备，对现在的局势来说，恐怕也只是聊胜于无而已。国库打空，没钱了？那我带来的这50多架枭龙战斗机，200多辆59式坦克，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多少？你说多少？老陈，你不会在对我开玩笑吧？呵呵，你看我像是个会跟别人开玩笑的人吗？像，毕竟你老陈可是连大首领的茶杯都敢顺走，开个玩笑还不正常？好家伙，我好心好意给你送装备，你这家伙还揭我老底是吧？放心吧，老宋，我跟你保证，这次我绝对没骗你。谁让你这2年都在半岛驻防？现在咱们国内的形势可不是一般的好，咱们的科研人员
在方宇的基础上研究出了一种红素，这种红霉素一经推出，已经成为了各个国家的抢手货。光在药品上的出口，咱们国家每年就能收获20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咱们龙国的军火出口贸易也做得越来越大了，许多中东国家最近抢着来跟咱们龙国建交。方宇那边的生产线已经加到了10条，还满足不了中东那些土豪的需求呢。光这些土豪给的这30%的定金，就足足有20多亿美元。除此之外，咱们龙国生产的化肥、零件等物资也已经开始外销到东南亚市场。老陈，你带来的补给在哪呢？快带我去看看。宋振华抬头一看，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所惊呆了。飞机、坦克、重炮，一眼望不到头。老陈，你确定这些东西真是用来补给我这一个兵团，而不是全体龙国战士的？这未免了，太奢侈吧？奢侈？这才哪到哪呀！老宋啊，你跟我一样，说到底都是土包子。一开始我也不相信咱们龙国的武器产量会爆炸到这个地步。什么叫工业国呀？这就叫工业国。之前军工厂1个月能生产10万发子弹，咱们就觉得不得了了，对吧？可你知道现在有了那些自动化流水线，光方宇那一个厂子每天就能生产出20万发子弹，88式重机枪和81式突击步枪，每天的产量也达到了3000多把。还有这些重炮，一天组装30门都算少的，而59式坦克更是一天就能造出1辆。听方宇说，只要咱们龙国再能平稳发展5年，这些军火每天的产量甚至能翻上10倍不止。真要到那个时候，咱们还愁什么火力不足啊？怪不得大首领和陆总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搞工业化呢。原来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的差距竟然真的有天渊那么大呀！5年之后，这份产能甚至可以提升10倍，那岂不是说龙国到时候的工业产能真的能跟鹰将媲美了？老宋啊，我给你报个数吧，这一次我一共给你送来了50架枭龙战斗机，还有200辆59式坦克，500门155重型榴弹炮，88式重机枪3000挺，81式突击步枪10万把，子弹5000万发，手雷10万枚，防弹背心10万件，同时还有单兵云爆弹300发，长鹰防空导弹500发，就连99式防空炮我也给你带来了50门，你清点一下，要是没有问题，我这就能回帝都交差了。不用清点了，你老陈是什么人，我还能不知道？你放心，待会我就把这些装备给发放到战士们手里。他娘的，老子在这里驻扎了这么久了，天天就是被动防御，现在有了这些家伙事，也是时候发动反攻了。这些天来，老子在这边吃过的苦头，也是该让这群英国鬼子给还回来了。特别是那群小樱花鬼子，他奶奶的！之前老子弱的时候，他来欺负咱们，让他们给跑了，我还以为这辈子都没办法报仇雪恨了。没想到这群家伙回国之后，没有夹着尾巴做人，竟然又敢对咱们龙国蠢蠢欲动了。那正好，老子就趁着这个机会，搂草打兔子，鹰将樱花一起打，让这群不开眼的玩意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赤龙之怒。你傻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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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们都傻逼！团长，这些小鬼子距离咱们的距离已经不足200米了，你看咱们是不是该开火了？阿狗，去传我的命令，让反装甲连的小子们都给我精神着点。一旦这些鬼子的坦克进入射程，就在第一时间全他娘的给我干掉。要是漏掉一台，我敲他们脑壳。是，团长。220米，210米，200米，就是现在，给我射！那你龙国人发射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了制造出这台坦克，我大樱花帝国特意花了重金买来了虎王坦克的制造图纸，然后通过自己的改造，大大加强了这台坦克的防护力。即便是88毫米的坦克炮，也无法在正面击穿它的装甲，怎么如此不堪一击？不是，这就完了。小樱花这些坦克未免也太脆了吧，根本就不经打，亏我还如临大敌，结果就这样。这些龙国人竟然敢把尊贵的皇军给打成这副模样，真是该死啊！不过从这一战来看，龙国人似乎也没有咱们想的那么孱弱，你说对吧，玄阳长官？巴格雅路，你竟然敢嘲笑我们大樱花帝国的皇军！玄阳前辈，你冷静一点，朴军再怎么说也是咱们的友军，现在可不是起内讧的时候。哼，区区20多辆坦克而已，大樱花帝国承受得起？龙国人说士别3日当刮目相待，怪不得就连鹰将都在他们手底下遭到了重创。我倒要看看这群龙国人该怎么面对我们大樱花帝国投下的死亡火雨。
总指挥，政委，不好了，咱们阵地上的雷达刚刚侦测到，从东南方有10几个不明飞行物，正快速的朝咱们的阵地靠近。据推测，应该是鹰将派来支援这股部队的战斗机。我已经通知了咱们的防空部队，做好了战斗准备了。不过，为了你们2位的安全起见，你2位还是先到防空洞里避一避吧。听到张大彪的话之后，李云龙和赵刚的脸上都没什么反应，反而好像是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一样。去，哪里就显着你了！快让防空部队的那些人都把防空炮给我收起来。虽然说现在咱们不缺弹药了，但也不能给老子瞎浪费，知道了吗？啊，政委，大彪啊，你就听你们团长的吧。就在10分钟之前，我们就已经收到了韩城方面对于这次空袭的警告。宋总已经告诉我们了，会派咱们的战斗机处理这件事的。枪炮无眼，你们团长不让你用那些炮，就是害怕你准备的那些高射炮别再没击中鹰将的飞机，反而把咱们自己的飞机给打下来。现在明白了吗？懂了，要不说还是咱们赵政委有文化呢，不像有些人似的就会故意唬人。滚！你小子阴阳怪气谁呢？我看是你是找抽。哎呦，团长你这可错怪我了，我怎么敢阴阳您呢？别生气，我这就去办。没想到我有生之年竟然还能有机会再炸一次龙国人，这感觉实在是太好了。三上教官竟然在之前就已经轰炸过龙国人了吗？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们大樱花帝国的5院竟然还如此昌隆过吗？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在我们大樱花帝国投降之后才成长起来的一批人，自然不知道我大樱花帝国曾经究竟有多么强大的武力。当年咱们大樱花帝国的皇军可是几乎打下了大半个东亚，我当时作为陆军航空兵，不光轰炸过龙国3省，而且就连他们的陪都炸过。你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场景，所以你们不知道。司果一教官真是深藏不露啊！没想到我们樱花国当年也有这么强的时候。哎，不知什么时候咱们才能摆脱鹰将的束缚，重新大樱花帝国的光辉。龙国有句话说得好，所谓好汉不提当年勇，何况当年的战争，说到底还是我们败了。不过你们也不用灰心，我们大樱花帝国是不会永远屈服于鹰将的，只要有任何机会，我们就会挣脱鹰将的束缚，重新站在东亚之巅。相信我，只要这次我们能协助鹰将拿下半岛，这一天就不会远了。虽然我不想反驳您，但我听说现在的龙国军队的强悍程度，甚至能跟鹰将不相上下。我们真的能够战胜这样的敌人吗？卧槽，帝国的飞机啊！还得是飞机啊，这样的话，高射炮那就放平了打。教官，您不是告诉我们龙国人没有防备吗？为什么我们会突然遭到袭击？他们用的究竟是什么武器？威力未免也太惊人了！咱们18架，瞬间被打掉6架。诸君冷静，只要我们齐心协力，龙国这6架飞机根本不足畏惧。我们的飞机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那就是速度。现在蓝星上，无论是鹰将的 F86还是毛熊的米格15的极限速度，都只有1000公里每小时，还没有达到音速。而我们坐下的这些银武者，却是实打实的超音速飞机。几道裹挟着白烟的，几乎是在眨眼之间就来到了眼前。所有人注意！所有人注意！立刻放弃任务，马上返航！我再说一遍，放弃任务，立刻返航！可下一秒，他看到了几乎是自己这一辈子里最难忘的一幕。不知何时，一架龙国飞机竟然悄无声息地跟他并肩飞行。在这么近的距离之下，三上浩司甚至对面龙国驾驶员露出的那副嘲讽的笑容，都看得一清二楚。三上教官，我被龙国飞机跟上了，他瞄准我了，救救我！我还不想死！全体注意！全体注意！龙国的飞机贴上来了，暂时停止撤退，立刻反攻！就在所有樱花飞行员准备跟龙国飞机拼刺刀的时候，那些龙国的飞机却如同闪电一样，一个加速便再度冲进了云层之中，消失掉了踪影。打你妹呀！连尾气都看不到，打怎么打？我的父母和未婚妻可都在家里等我回去呢，我不能死在这里。是啊，教官，我才20岁，还这么年轻，怎么能死掉呢？不行，我绝不能死在这里，我在老家还有家业等我继承。我看我们不如直接向那些龙国人投降吧，反正我们大樱花帝国已经投降过1次了，再投降1次也不算什么，毕竟这件事在7、8年之前，三上教官你们已经在龙国的南京干过1次了，不是吗？
藤野君这话说的对极了，区区国家脸面，又怎么比得上咱们自己的死活重要？我们本来就是作为侵略者的一方进来攻击龙国人做错事，本来就该道歉才对。他们说的对，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打得过龙国的那些战斗机，投降吧，再晚一点，我们可就都完了。既然你们都已经商量好了，那就这么办吧，立刻申请与龙国战斗机建立联系，申请投降，不要再做无所谓的牺牲了。雷队，有情况。收到，收到，有什么问题请讲。雷队，小鬼子剩下的几架飞机向外发送了明文广播请求与我方建立通讯通道，是否同意？什么他们的建立沟通？这群狗国的鬼子是想向咱们投降？他娘的，这群杂种倒是比他们的前辈圆滑多了。那雷队，咱们是要同意吗？同意，同意他奶奶个腿！这群杂种当年在咱们龙国耀武扬威，轰炸咱们国土的时候，可曾想有过今天？当年金陵城那30多万手无寸铁的同胞向他们投降的时候，他们同意了吗？老子要是今天同意了他们投降，等老子死了，那还不得到地府被乡亲父老戳脊梁骨给再戳死一遍？我的意见是不接受投降，老子今天必须干掉他们，一个不留。山上教官，龙国的飞机有答复了。哦，他说什么？这我听不懂龙国话，但他们回复的句子很短，我可以学一下。这几个字好像是日拟仙人，山上教官，你去过龙国？这个日拟仙人是个什么仙人啊？难道跟我们大樱花帝国的米饭仙人、拉面仙人是一样的东西吗？八卦，愚蠢！这个什么日拟仙人，根本就是龙国人用来骂人的。他们根本不想让我们投降。这群疯子，他们究竟是想干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按照国际航空法，他们应该无条件的接受帝国飞行员的投降吗？龙国怎么会有如此先进的战斗机？假的，这一切一定都是假的。我们怎么可能输给龙国人呢？我想好了，2次进攻我们都没有拿下龙国阵地，这对于大樱花帝国来说是一阵耻辱。所以为了洗刷这个耻辱，我已经决定带头冲锋，向龙国阵地发起冲击。这就这么干冲吗？没有掩护什么的？我们必须发挥出我们唯一个人多的优点，从四面八方同时向龙国展开进攻。兵力的对比是5比1，只要我们的任何一个方向能冲开一个龙国阵地的缺口，士兵本来就是为了完成目的必须牺牲的牺牲品而已。朴军别忘了，这场仗是为了你们南邦立国而打的，为了帮助你们建国，我们樱花国的武士都不怕牺牲。难道你们连这么一点小小的牺牲都不舍得吗？我看你们也就不要再有什么建国的想法了，乖乖的去向你们北方的兄弟投降好了。両大花帝国的未来，用尽全力中，有始不用，光勢をシンク広敵。他奶奶的，这小鬼子真以为老子他妈的是吓大的？团长，你让我带一个团的战士，让我先上去杀这群孙子的锐气再说。大彪啊，咱们就说你也是个团长了，多少也得长点心眼了，是不？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跟以前在晋西北一样，动不动就带人上去砍人。咱现在你也是40多的人了，还能提动刀吗？团长，你这是瞧不起谁呢？你信不信，就算我年纪再大10岁，也能把那个在哪吆五喝六的小鬼子的头给你劈了提溜回来。去，看把你能的，腰里揣着死耗子就冒充打猎的，老子都没说什么，你还正起来了。老子说你还不是为了你好，以前拿大刀砍鬼子那是没办法，现在人家方厂长都给你把东西送到跟前了，你还上去拿大刀片砍人，你不是傻子是什么？我就是看不惯那小鬼子在哪又蹦又跳，跟他娘的跳大神似的。切，你让他跳呗，我看他等会还能不能跳起来。老赵，我让你准备的东西你都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倒是准备好了，不过老李，咱这么做是不是多少有点不人道？人道？老赵，你也说人道，最起码对面得先是人，小鬼子能算人吗？不算，所以你就别多想了。你这么做还真是有可能上军事法庭的。我去他奶奶个军事法庭吧，军事法庭还有几个师啊，还能管了老李我了？老赵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团长、政委，你们说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啊？我怎么不知道咱们阵地上来了什么新武器啊？一声声隆隆的炮声猛然响起，直接为张大彪解开了这个谜团。那原本用来打飞机的高射炮，此时却被人人为的将角度调整到了平角。那10几门99防空炮正对着阵地的正面，倾泻出如同潮水一般的37毫米速射炮的炮弹。看到这一幕，张大彪终于知道为什么赵刚会担心李云龙将来会被送上军事法庭这件事了。毕竟高炮放平，军事法庭这句话可不是瞎编的。中老死中大敵伊藤兵理。
你们这群该死的家伙，不准逃，都给我继续冲！身为大樱花帝国的皇军，必须要有玉碎的勇气。谁要是敢跟他们一样逃跑，那就别怪我对你们军法处置了。团长，你别说，这些小鬼子还挺凶啊！你都用上这玩意了，竟然还镇不住他。这家伙有2把刷子，是有点意思。大彪啊，你去让防空营的人把高射炮给停了吧。啊，不打了，是子弹不够了吗？够是肯定够，不过我可是为了这些小鬼子精心准备了一桌子菜，怎不能光摁着这一道菜可劲吃，别的也得尝尝鲜不是？成，我这就去办。天照大神显灵了，这群龙国人，他们没弹药了。天皇陛下的勇士们，成啊！听到犬养一郎的声音，士气几乎要被打崩了的英镑联军精神顿时一振，没有了那高射炮的轰击，脚下的步伐也不由得加快了不少。此时此刻，李云龙等人陷入到了纠结的状态。只不过，李云龙等人纠结的不是弹药不够的问题，而是上头给的弹药实在是太多了，甚至让李云龙等人都患上了选择困难症。团长，你就赶快挑一样吧，再不快点，小鬼子们可就都冲上来了。去，你急躁个屁！小鬼子不是还没冲上来吗？你让我再挑挑。你说，咱们这位老旅长也真会给咱们出难题。这些武器，我看着哪个都是喜欢的不得了，怎么就只能挑一样用呢？这不都是为了收集战场数据吗？老李啊，咱们得支持人家方厂长工作啊！要我说，你既然都喜欢，那就闭着眼睛挑一个不就行了？这么纠结干啥？那不行，你不明白，这条武器呀，就跟挑老婆一样，靠的就是一个眼缘。不过你老赵说的也在理，那我看就这个吧。单兵云爆弹，李云龙，你看这名字里都带个云字，一看就和我有缘。今天就他了，那个大彪啊，这些单兵云爆弹，咱们老旅长送来多少啊？报告团长，陈总一共给咱们送来50枚单兵云爆弹。才50枚，不是我说呀，咱们这老旅长真是越来越抠了。你说这玩意又不是金疙瘩，他就不能多给点？以前产能跟不上也就算了，现在咱们龙国这工业能力，最少也得给个500-600枚吧。你小子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还500-600枚，你当饭吃呢？你知不知道，就算是宋总那边老旅长也只给了300枚啊，那可是正面战场，压力比咱们这边大多了。给你50枚，你就偷着乐吧。行了，别的也甭说了，大彪啊，让反装甲连的战士们都给我换上这些单兵云爆弹，反正就这么点玩意，给我一下子都打出去，我倒要看看老旅长拿着这么宝贝的东西，威力到底有多大。老赵，你说这次老旅长给咱们送来的东西是不是有问题呀？都是些哑弹，要不然怎么到现在还没听见那些小子的动静呢？与此同时，射入天空的那些单兵云如同一道道流星般滑翔到英镑联军大部队的上空。看到这一幕，正在冲锋的英镑联军的士兵们都在这一瞬间下意识地停住了冲锋的脚步，抬头望向了这些玩意。瞬间，天地之间宛如下起了一雪，将几乎所有英镑联军士兵都囊括在其中。刹那间，一股高达2500度以上的灼热高温，伴随着强大的肉眼可见的冲击波，彻底席卷了整个战场。许多位于爆炸中心的士兵，甚至连惨叫都没来的发出一声，就被这股毁天灭地般的威力直接气化。而距离爆点较远的士兵，下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多数在单兵云爆弹那巨大的冲击波中，如同人偶娃娃一样，十分轻松的就被撕成了一块块。看到这一幕，他才知道什么叫做天塌了。自己面前，整片天空都已经被笼罩在烈焰之中。强大的冲击波几乎足以媲美14级以上的强烈台风，几十枚云爆弹组成的冲击波如同海啸一般向他袭来，距离这足足有1公里，但这些冲击波余波的威力直接给掀飞。这不是战场，而是地狱。在战争一开始，我带来的皇军，包括朴南城的南棒区，一共大概是6万人左右。除了第一次冲锋损失的500多人和被龙国人用高射炮干掉的1万人外，还剩下接近5万人。刚刚的这一轮打击之下，现场还拥有战斗力的士兵已经不足一半了。龙国这一轮的攻击，直接干掉了我2万多人。这他娘的单兵云爆弹看着不起眼，威力还真大哈！我是真错了，这老旅长还真是疼咱们啊！这种威力的单兵云爆弹，竟然一口气给咱们送了50枚来。等咱们回去了，我一定得上门亲自谢谢老旅长。积石成山，骨肉成泥。我以前在史书上看到，没想到今天竟然看到真的老李。这单兵云爆弹的威力实在是太恐怖了。你想想，以往咱们别说是打50发炮弹，你就是打500发、5000发，威力能大到这个地步吗？
不能5000发炮弹，怕是连光头的一个团都拿不下来。别说威力比不过，杀伤范围就更不用说了。据我观察，这50枚云爆弹的覆盖范围已经超过了1万平方米以上。这么大的覆盖面积，别说是他小鬼子，就算是咱们龙国的部队，就算是采用33制进行突击，最多也只是烧死几个人而已。结果跟小樱花应该没什么不同。不错，看来老李你也想到了，随着2战结束，科技越来越发达，武器的威力也越来越大了。以后武器威力发展的越来越强，单靠单兵素质，恐怕已经很难弥补了。真到了这一步，就算咱们龙国有史上第1轻步兵，也无力跟鹰将抗衡。幸好这次这种弹药是掌握在咱们龙国手上，幸好咱们龙国终于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否则再晚一点，咱们龙国就要永远任人自割了。剣前犬前、我在がみ、絶対我ねポン無報告人。八嘎，说中文。嗨，全仰前辈，全仰前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看咱们还是撤退吧，我们根本无法战胜龙国人。现在他早就不再去想什么皇国复兴、天皇版的这些玩意，他现在脑子里唯一的想法就是快点离开这个地狱一般的地方，躲开这些比地狱恶魔还要恐怖的龙国人，越远越好。你要是还为了什么大英化帝国的荣耀，让我继续向前冲锋，那么我不介意直接干掉你这个老登。看到小泉健眼中隐含的杀意，犬养一郎叹了口气。既然如此，我就听小泉君你的建议好了，全军立刻撤退，我们不能再继续做无谓的牺牲了，至少要给大樱花帝国留下复兴的种子才是。因为他已经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跟当年的大秦士兵并没有什么两样，再打下去没有好果子。看到英镑联军溃不成军，向南撤退而去，张大彪难受的连连唉声叹气。团长，咱们就这么让这些小鬼子给跑了？要不您让我领3000同志？不，哪怕1000人上去追歼一下，我保证肯定能把那个小鬼子的指挥官给你抓回来。我要个小鬼子干什么？是能吃还是能喝呀？之前让你去打扫战场，那是咱们穷的叮当响，留下越多小鬼子，咱们能缴获的物件也就越多。可现在呢，老子手里要枪有枪，要炮有炮，别说是小鬼子的玩意，就算是鹰将的家伙，老子现在也看不上了。他们这些破玩意，就算带回去，也是放仓库或者博物馆。行了，我告诉你，你小子别犯浑，咱们的任务就是坚守住这个阵地，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虚的。何况你真以为中枢的那群大爷能这么轻松的就让他们跑回去？别忘了，这次的作战计划可是老子的旅长起草的，想占了他的便宜还这么轻松撤退，这怎么可能呢？小芳，你来了。陈总知道我要来。报告总司令，鹰将已经发动了总攻。你我生在这个时代，牺牲是我们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你不付，儿子付，孙子付，我们这辈人一身血两脚泥，还是我们付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你可以放心的走了。看来你们都知道了。在你研发红外制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啊，既然知道了，我就不装了。战士们都已经达到看见新龙国了，看见好日子了，就该去享受好日子。最后我带了几件武器，就用这些武器来终结这一切吧。这个是洲际导弹，末端速度30马赫，无法拦截。好多人不明白30马赫是什么概念，今天我就给大家科普一下。30马赫就相当于3个10马赫，相当于10个3马赫，30个1马赫，15个2马赫，2个15马赫。你这不是废话吗？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尊严只在剑锋之上，感受一下威力吧。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我留下的东西足以主宰这场战争，并为我国奠定了工业基础，稳步发展，只会更上一层楼。小方，能跟我们讲讲后事吗？后世的龙国，无论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都很强，从此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就拿漂亮国来说，咱们说掉就掉它，就连月球我们都上去了。陈总，你们用坚定不移的信念，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赢得了希望，你们的英勇精神将永世长存，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你们是我们的楷模，永远的榜样。我也该走了，再见。再见。